悟啊，即佛是众生。这边呢六祖就讲，我们呢不领悟啊，佛就是众生。所以众生呢，我们要了解都是佛啦。一念悟的时候啊，众生是佛，我们领悟了，众生就是佛，所以佛呢在自身上，故知呢万法尽在自心，万法呢全部呢都在我们的那个真心，全部都是在我们的心。何不从自心中呢顿见真如本性？为什么呢？我们不努力啊，从自己的心中呢来顿见真如本性，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我们呢就是要努力啊，朝这个方向努力啊就正确。菩萨呢这个戒经语菩萨戒经里面呢就有讲，我本言自性清净，我本来言也就是本来的意思，所以我本自性清净，我本来的自性就清净。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戒经戒力就是要恢复我们的自性清净。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修持一样要有自己内心守的戒，然后才可以回到这个自性清净回来。若是自心见性认识了自己的心，见到自己的佛性，皆成佛道，一定呢可以成佛，可以成道。净明经语，净明经就是维摩诘经。维摩诘经呢，那个讲说，即使后来呢，还得本心这个前面都还有一段，就是那个富罗那在跟呢那个新学的比丘说话，然后净明那个维摩诘就跟他们讲，说他们久发大心今忘此意。已经很早就已经发大心在修道了，现在这一生还没有进入状况了，你不要跟他讲小乘佛法，他已经是修大乘的所以你不要跟他讲那个小乘的。维摩诘呢，他就用进入的定，用神力使那个500个那个新学的比丘都顿见自己的本来所以就讲说即使后来原来我都已经累世修了，已经修了很久了都修大乘佛法就还得本心了，本心又回来了。三之四，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这个六祖讲说自己在弘忍那个五祖那个地方一闻了言下便悟了。所以这个就是蛮重要，自己他努力一听了，马上当下就领悟，顿见真如本性就可以见到自己的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说这么好的方法没有传出来很可惜所以就将这个教法来流行，令邪道者呢顿入菩提。能够呢学到的人还能够马上领悟那个菩提，就是领悟到我们的真心各自观心，自见本性。各自呢观自己的心呢，见到自己的本心。若自不悟悉觅大善知识。假如说呢自己不领悟的话，那要找那个大善知识这个最大善知识呢，就是佛了。要找佛，请佛给你讲。找呢大善知识教导解最上乘法者。了解呢这个最上乘佛法，直视正路。直接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佛。直视正路。是善知识有大因缘。善知识呢有大的因缘，发大心呢要救度众生。所谓的化导令得见性能够呢这个化导教化领导众生呢，都令众生能够见性，见性呢就可以成佛。那么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故一切的善法因为善知识才能够发起。三世之佛12部经这个三世就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三世。
三世之佛，所有的佛，十部经啊，在人性中啊，本自具有。这个12部经呢，在我们人性之中呢，就本来啊，就具有，就本来就有了，所以我们一听呢，就可以很快啊，就领悟。那不能自悟啊，希求三之事啊，指示方见，不能够自己领悟的话，那么求呢三之事啊来指示，就可以啊见到。若自悟者啊，不假外求。假如说自己能够领悟的话，就不要向外去求，自己领悟就好。若一向呢，只为啊虚他三之事，望得解脱者，无有是处。假如说我们一向呢，都执着，需要外面的那个三之事啊，来帮助我解脱，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讲我要解脱，都要请别人来给我解脱，安尼啦，这样了解吗？知不知道意思？就是没有相信说自己可以解脱自己啊，需要别人来解脱。我们凡尘很多都是这样希望这个别人来解脱我们的苦难，不知道呢是自己苦难是自造自受。你要呢不受苦的话，自己不造就好，不造业因就不会受苦。所以不做呢就不受了。何以故？自心内有这个知识之物啊，我们这个内心里面有这个知识，可以自己领悟了不是呢要靠别人来解脱我们解脱要靠自己。若其邪迷妄念颠倒，外善之事虽有教授救不可得。假如说我们起邪迷，就是已经不正确了，观念不正确了，做法不正确了，妄念颠倒，已经全部都是妄念颠倒。外面的善知识虽然有办法教我们，虽然有这个教授，可是呢救不可得，没有办法救我们。我们造了业还是自己要去了业了。不跟别人没办法替，一定要自己这个去面对。若其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寂昧。假如说我们能够起这个正真的般若观照，就是我们呢这个佛性所具备的妙智慧般若，我们用这个般若来观照，一刹那之间所有的妄念都寂昧，都全部消失了。若是自性一悟即是佛定，我们认识自性的一领悟就马上到达佛地了。所以说全部呢都是在自己这个用心努力。三知识智慧观照内外名称，我们也要用般若妙智慧来观照。内外名称，内六根，外6层，内外都名称。识自本心认识自己的那个本心。若是本心即得解脱。我们认识本心了，就可以解脱了。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已经可以进入了。那所有的那个很重的那一些罪都消失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进入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我们平常有听过说端坐念实相，那个就是已经进入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了。实相也就是佛性本体了，因为它不会变化是属于实相。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自己努力，自己努力呢才可以进入。各位前人这样听得懂吗？六祖讲的啦毕竟比较跟我们接近，比较亲切啦都是白话。白不白话？很白话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假如说我们能够解脱了就是已经得到般若妙智慧的三昧，就是正定了，得到妙智慧的正定。所以我们了解说妙智慧很重要它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
离开呢这个苦海，得到呢快乐。般若三昧呢，即是无念，所以我们了解到，六祖呢又把它呢延伸出来，说般若三昧，般若的妙智慧的正定就是无念，没有念头了，无念。那么何名无念？六祖又加以解说，什么叫做无念？知见一切法，心不染浊。我们知见一切法，就是刚我们讲那个耳根圆通的时候啊，那个了然不生了。了然不生呢，以六祖的讲法就是知见一切法，心不染浊。你知影没？知不知道？了然就是呢了了分明，了了分明。可是我已经内心都不产生，不产生生灭了，内心产生生灭。跟那个六祖讲这一段说知见一切法，心呢不染浊，心呢都没有去染到生灭，是为无念，就是没有念。用即骗一切处。我们用的时候我们拿佛性出来用，这个佛性可以骗一切处，所有的地方所在，佛性呢都在，所以骗一切处。那意不着一切处，住在这一切的形象。所以这边呢就跟我们讲说，用可以骗一切处，可是也不着一切处。我们有听过那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嘛？有没有？应无所住就是空非常宽广的空，而生其心就是有有。空中生有，这个就是中道。那个应无所住就是用即遍一切处，而生其心呢，就是意不着一切处。这样就比较我们可以把它互相影射互相容纳，它会通就会通，就是呢我们心无所住，无所住呢可以说不染着一切处了，然后用遍一切处呢，我们就可以说它呢而生其心，会译得过来吗？再说一次，这个呢用即遍一切处就是而生其心意不染着一切处呢，就是应无所住这样会译得过来吗？我们在追求中道，就是要空跟有它同时具备，空跟有同时具备。因为我们佛性没有形象，可是切实存在，就是空跟有同时都具备。那我们了解说呢，虚空无相，不拒绝知相发挥，所有万象都从虚空生发，然后又归于空。万象从虚空生发，然后又归于空，从空而来又归于空，这样了解吗？反正我们观察所有的万象都这样，都是从没有然后有了，从有又归到没有，所以从空而来又归于空。这个呢，我们就是了解它的过程，现象的过程。那在这个空中主宰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个空中主宰的，它能够让万象发挥，又能够归呢，万象又归于空，就是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它呢，给他们依赖，做他们的主宰。但借本心呢，变了。六世这个16世呢出六门，
我们呢是要清净我们的本心，清净我们的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那么使六识出六门，六识呢就是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的那个六识。那么使这个六识全部都出六门，不要呢这个用它，我们不要用那个六识的心因为那个心都是虚幻不实在的相有形象有的时候它就有，形象有就有心形象没有了，我们那个心就没有了啦。所以随着相在变化那个变化的心我们不要用用的话会被它这个陷害，让我们造了很多业，结果业一造下来就要受罪了。那么以六尘之中呢，无染无杂在六尘这个各位前人六尘知道吗？六尘是什么？对，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那以六尘之中呢，无染无杂。六尘里面呢我们不要染染六尘的，然后呢也不要掺杂无染无杂才会清净我们清净呢才能够回到本体回来。来去自由，通用无滞。要使我们这个心能够呢来去自由自由自在能够通用无滞，不会呢阻塞。那么即是般若三昧这个呢就叫般若正定妙智慧的正定。那么自在解脱名无念行，我们可以自在可以解脱所有凡尘这一些苦我们都超越了解脱了，这样呢就叫无念行已经都无念了。有念呢就有业有业就要受苦。若百物不施当令念觉即是法湖，即名边界。假如说呢我们这个一打坐了百物不施那就是连佛性都不要那个百物不施呢当令念觉，那个念就已经觉了这个连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都不要。所以六祖最反对的就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凡人不认识真理一打坐以后就进入百物不施了。百物不施的话，因为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起心动念是佛性的功能作用你连这个佛性的功能作用都不要，本体要不要？所以六祖就教我们说这个道在悟起在坐也。道要领悟不是打坐得来的所以一定要领悟。那我们呢假如说去打坐不知道真理的话，那就进入百物不施。那个时候呢当令念觉即是法符被这个方法绑住了即名边界那个不是正见，已经跑到旁边去了边界。但是是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能够呢领悟无念法无念法呢就是一念都不生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万法可以尽通可以了然不生了了分明，在心中呢都没有生命。悟无念法者见知佛境界，能够呢领悟这个无念法，那么可以进到这个知佛的境界佛的境界就已经可以进入了。悟无念法者呢知佛地位能够呢这个领悟无念法呢就可以到佛的这个地位。还剩下呢这个32分钟了我们准备就给各位提问，好不好
还没有这个提出问题之前或者再讲个故事，启发我们的那个潜力。这个有一个教学的老师他每一天呢这个上下课呢这个上下学的时候都要经过那个坟墓地。那有一次他这个晚上下课以后比较晚回来，因为走的路都很熟虽然很黑暗，可是他走得很熟也都很习惯。结果那一天在那个墓地有挖了一个很大坑，是一个老师呢，他不小心就掉到那个坑里面去了。他一直他爬都爬不上来，他就想说，那晚上就在这边睡好了，明天再想办法，等到天亮再来想办法。就躺在那个坑底面就在那边睡觉。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掉下来，他还一样一直爬爬上去。这个时候那个老师就讲话了：不用爬了，爬不上去的啦。那个后来掉下的人一下子就跑上去了。也是他自己爬上去的，那个叫把那个激发他的成果。那么这个爱就很值得推广这个爱心是很好的。可是我们假如说落入我们私人的爱那个就很狭窄的。有一句话说爱不重不生多婆，有没有听过？我们爱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家人，爱我们自己的一些熟识的人，这个都是实以私心的爱。那假如说呢，我们是实以私的爱的话，那个就不要了因为害我们一直在六道轮回，脱离不了。那么慈悲的话各位先生，慈悲慈就是以乐，给人家快乐就是慈。悲呢就是把人家的苦拿掉，那个叫悲。所以这个慈悲是在我们佛性之中我们佛性之中有四无量心，叫做慈悲喜舍喜就是随喜不会记录，舍呢就是什么都可以给人我们佛性之中具备慈悲喜舍所以这个爱慈悲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是有分别的前面的爱是大爱的话，是博爱的话，那可以跟慈悲有一点相关联。那假如说私钱的，那就不要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害我们最惨就是我们最亲爱的人。有没有道理有因为我们要修道的话，最亲爱的人他最会阻挡你。来啦你努力修道的话那都没办法，这个相亲相爱在一起了所以你最亲的人阻碍你最大。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一个我们就要选择了。那么问题第二应该要理直气壮呢，还是要理直气和还是要理直气壮？各位说呢，要理直气和呢，还是要理直气壮？这个还是以大家的那个理直气和因为这个理直就是要把它推广到大家都知道。那要从和来推广才容易你气壮的话，有一点孤僻
就是一板一眼，那样缺少圆融，所以那个理直气和啊，比较能够摄受众生啊，理直气壮的话，除非是在那一个那个黑道的那个巢穴里面，才能真正解决问题。那个理直气和呢比较适合。问题3，应该要呢赞美鼓励，还是要呢增言要求？增呢一个言在一个战争的增言要求。这个赞美鼓励啊，当然是最好适合的啦，才能真正的提升能力。能够赞美我们会发挥潜力呀。你直直甲学了，伊愈做愈欢喜。你若直直甲伊讲你倒位唔对，要求人安那，要求的很多啊，会无力？会不会？要求的太多力道都发挥出来。一直鼓励赞美他会自己找事做，自己会越做越努力，所以还是要赞美鼓励。问题第4，应该要呢积极引导，还是要呢正面规范？这个积极引导跟呢正面规范，才能真正的调整心态。这个呢调整心态导师有2个方向。对自己的话呢要正面规范；对别人的话呢要积极引导。所以这个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很严格的来对待自己，很宽待的来对待别人，不要反过来。第5个如何教育与修行如何教育与修行有何差异？教育与修行有何差异？这个我们就是了解这个教育教跟育养育教导跟养育然后呢这个修行这个它的差别点，可能呢这个教育方面它比较符合这个引导群居生活。修行的话呢比较类似有一点是规范个人。是呢，自己要走的方向，并不是说你教育的那个大众他都要跟你修行。所以这个呢，有时候我们就是了解到，一牵涉呢到这个修行的话，就有那个欲愿的问题呀，所以那个教导养育我们就是了解说面对大众，然后修行呢就要个别看看个别他的需求，他有那个愿望了，你才去引导他；他没有那个愿望，你就要强迫。所以那个差别就在个人的那个表现出来的他的那个喜好。那么问题6，如何定性与安忍有何差异？这个定性，我们要了解我们众生都是不定种性不定，还没有一定不定。那假如说呢这个一定性了以后有定性声闻、定性的缘觉、定性的菩萨那我们呢都还在不定种性。各位要定性在什么位阶？我们定性在佛啦，希望说呢，大家呢都有那个要把自己定在佛的那一种这个程度上。这个安忍是人的总名啦，忍辱是人的别名。安忍叫做一心不动，把心安住在真理上而不动的叫做安忍。所以那个安忍我们就是要了解说，能够把心呢安住在真理，然后都呢不犹豫的不再变化的，那个是实以安忍。
所以这个一做起来啊，就要靠自己啊去实践的，那个不是别人可以这个知道讲话的。所以那一个安忍啊，是我们忍辱波罗蜜的一个总意思啊。那么忍辱啊，我们就是要了解说，别人侮辱我来忍耐，那个都有限度了，久了都会爆炸那个忍耐不会久。而且这个佛家佛教也在讲，没有你有他，哪有那个侮辱的人？还没有受侮辱的人啊，没有所以那个忍辱啊，那个受到别人侮辱啊，那个是一种比较小的范围。安忍是它是全部的那个意识啊，都放在安忍，安住不动，一心呢都在真理上。问题7修持经历的范围是单一方向，只要善知识的吗？这个修持经历的范围是单一方向，只要善知识的吗？这个问题就比较有一点偏了。我们要了解到说呢，这个修持经历啊，它不是单一，而是呢在群居社会然后呢所面对的我们要了解说，不只有善，恶你也要去面对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范围很宽广。那我们要有那个般若妙智慧啊，来处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要呢引导所有的那一些不好的也能够走到好的方面来。因为不好就是不明理嘛，不明理才会不好。所以我们呢要了解说那个经历的范围不是单一是呢要这个单一的话，就等于逃避到内山去修了那个不适合的六祖也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我们要了解说，所有众生呢都是佛性之中的众生没有外的，都是内。第8问题第8，何谓呢法性与法相有何差别？这个法性就是包含所有山河大地山河大地呢跟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全部都合起来讲，叫做法性。那反正就只有2个啦，一个就是法性，一个就是法相。法相就是有形有相法性呢就是没有形象。没有形象的这个法性才是呢我们努力追求了。法相都会变化那个呢都会一直在变化。那么第9个何谓呢这个性空为明序，希望呢为事序真常呢为心序性空为明虚妄为事，真常为心。这个呢可能是他那个一些呢那个宗派不一样，他讲说内容说呢这个性空呢就唯有名称名序，希望呢为事真常呢为心。这个呢有一点假如说我们呢刚学或是呢这个有需要进的话呢就有时候呢是一些名相就不用这个太在意它。因为呢那个性空为名，虚妄为事真常为心我们只要把那个真理认识这个性空性它本来就是没有形象，是空的我们把它说为名，只有名，这样的话就不太跟真理相合了。那希望为事，这个倒是可以讲得通了那个希望都是认识出来的。那么真常为心真常是真心没错了
它不是唯心，它可以进入心。所以呢，我们对这些名词稍微了解一下。那么第10个，天命名师与授课因缘有何这个差异呀？天命名师呢，那个是接受上天的明命，担待一代的祖师啦。所以我们了解说，从那个东方前18代、西方28代到我们现在后东方18代，这个就是天命名师的传承。这个是师义啊，天命名师。那么授课因缘就是呢讲课，然后我们听课，这个授课的因缘是差别很大的所以天命名师跟这个授课因缘有差异啊，差别是很大。那么第11个问题尊重圆融的真义啊为何？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尊重呢就是供养之佛啦。我们对所有众生都尊重，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地位，不管他是老年人还是小孩子，我们都尊重。这个叫供养之佛。我们供养之佛就是尊重。然后圆融圆融是在处事方面的。我们处理事情就是要圆融，能够这个圆满，大家都能够接受，能够圆融，那个是处理事情的时候，跟那个尊重是两个角度有11个问题，好，你说。我想是请教你刚刚我们讲课有讲说一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一个是空，一个是有，那所以我讲的因果报应，所以这个应该是属于有的部分，他讲因果所以因果很厉害，它很平等无情，可贵又很深远。所以当有人往在念书释迦的时候，那释迦牟尼佛活动3天，可是后来又讲最本空。那最后本空是不是讲空的部分？那这两个之间是不是所谓的空跟有之间的关系？那会不会冲突？因为有的人执着在最后本空，那可能他造罪，他这样子，反正他讲最后什么都没有。所以这方面的话，那最后本空这句话用云从何处来看？好，请坐。因为我们要了解到，只要是我们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是已经回到本来。那回到本来的时候它是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福，也没有罪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要追求，需要追求就是要端坐念实相。实相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只要是我们进入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有的罪福都不存在，都已经不存在了。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因果它是定理，一定的道理。那我们所讲的所有的故事全部都是在现象，在现象之中所以只要是落入现象，我们就是了解到只要落入现象我们的所作所为不符合真理的话，它一定都有果报，绝对都有果报所以那个要灭那个释迦族的时候那个阿难师一直在哭可是释迦牟尼佛都没有表现然后那个目犍连就赶快把他们释迦族他有神通就把他们全部都就移到别的地方去结果那个佛就讲，他说这个定业不能转，定业不能转虽然你把它用神通移到别的地方去，可是等到那个事件过去以后它一全部移回来就变成血水，一样都死掉了。所以佛就讲那个定业不能转所以那个阿难在问释迦牟尼佛说为什么
那个释迦族遭到灭族的时候啊，你都还那个容颜很光鲜呐，就是很好看。啊，我怎么一直都这个很伤心啊，都停止不下来。然后佛就跟他讲，他说这个是自造业自受苦啦，啊，他们自己之前造的业，所以自己要去接受那个果报，那个逃不了了，什么人也没办法去改变他。那一定要去接受，那个是在现象，所以我们了解说呢，我们在凡尘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为什么啊？只要我们忏悔了，所做的一些罪业可以消灭，就是要了解到凡尘的相会引起现象，一定要有因，要有缘，因缘汇合了，它才会现；因缘没有汇合啊，它不会。所以我们一忏悔啊，我们之前有做错了，之前做错了是因，现在我忏悔了，全部往后都不再犯，往后都不再犯，结果这个因遇不到缘，遇不到缘啊，它不会现象，就不会让我们去接受了。只要它在犯，这些呢因全部来了，全部你要去接受。所以那个忏悔我们就是要了解，忏就是忏其前先，悔就是悔其后后，以后绝对不再犯，那个才真的叫忏悔啦。我们一般有的时候一忏以后后面忘了啦，忘的时候我之前有不对，然后以后因为习惯性又做了，又做的时候就要了解说，你所忏悔的那一些因全部都汇合下来了，你要去接受果报。那假如说我们真的忏悔了以后绝对不再犯，因就永远是因了，它不会下来不会呢依到缘显现果报。那有的人就问那一些债主不是很倒霉了吗？一点也不倒霉，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能够进入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你能够进入以后是不是要度化众生？那个跟你没有关系的众生，你都要去度他成佛，何况是跟你有关系的众生，你不会度他吗？你是不是要赎罪的心情赶快去补足？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为什么没有讲？你到这个阶段，你一定要明理的，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成就了以后，了解说，原来同体大悲，众生所有佛性跟佛十方之佛为同一个法身，佛性都是同体所以只要众生在受苦，就是你在受苦。所以他会度那个为什么叫无缘大慈？我跟你没有什么因缘，没有瓜葛，也不是亲戚，可是我就把快乐给你，那个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大家都是同体，我都要把你们带来成佛，那个叫同体大悲。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已经他这个有瓜葛之前欺负人他都没有还，没有，不是，已经都把他们带成佛了。还不还都已经还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你在现象所遭遇的事一定是因果定理你已经进入修道的那个道路你进入修道的道路，你用修道的真理来行持你能够忏悔的话你所有的那一些之前的业它不会来。他不会来找你可是你就是要成就以后就是要度化所有众生，你要使所有众生都能够成佛，这个是愿他的愿力，所以那个都有反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只要是落入因果，它就一定绝对。那只要进入修道，你端坐念实相时时刻刻都回到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所有罪业没有了，在佛性本体里面没有了，没有福，没有罪
是这样的啦。还有吗？好，请说。刘讲的是那个因为太大声了，对，那同学可能就是比较没有接触到经典嘛，那其实就可能是第一步接触的经典，对，那所以可能有些其他学姐在讲，有些地方有听不懂，那刘讲在讲，其实大部分听不懂，对，那不过刘讲在讲的时候，我脑袋中就是突然就浮现了一句话，就是在讲说那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对，那想要问一下刘讲师，就是这句话到底刘讲师怎么解释？这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那个玄天上帝啊。玄天上帝本来是一个杀猪的，他是一个杀猪的人。然后有一个呢，这个修道人他已经修到公圆狗满，然后呢，这个上天要来接他去成佛。结果这一个要成佛的这一个去踩死蚂蚁，踩死蚂蚁他要走去被那个渡到仙山的那个路途中踩到蚂蚁，他就坐在路边哭啊，我说我要想啊，讲下去打死羔羊，那个杀猪的那个先天上帝啊，刚好猪杀完要回家了，然后就问他，你是在伤心什么？他说我踩死蚂蚁。那个玄天上帝说你踩死蚂蚁啊，就这样哭得这么厉害啊？那我每天都杀那么多，那怎么办啊？所以他就赶快跑到那个要渡那个修道上仙山的那个海边啊，把他的那个肚子把它剖开，要洗干净啊。结果他一剖开以后，才抖伊啊，抖到那个先天上帝，抖到那个台地的，结果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有听过吗？就是这个啦。所以我们了解说呢，就是你只要呢这个放下那个所有一些那个不好的马上呢就有那个火爆呈现。所以鼓励我们现在的人，好，你赶快拿麦克风。刘讲师好，或者要认真就是刚才有讲到那个12部经，然后或许就是从5到12还没有学上，请刘讲师再麻烦讲一下。好，再讲一下因缘比喻，方广受记，本事本生，常行重受，夫其未曾有，无问自说论义。因缘比喻，方广受记，本事本生，常行重受，夫其未曾有，无问自说论义。因为每一次说都一样的顺序啦，所以你听那录音带的话就会反复的可以一字一字写下来。还有2分钟，还有人要问吗？好，请说。刘讲师，你好。请问一下，那个说望远放下的时候，就会我们的波尔体会显现嘛？那刚才这边又有看见他说，百物不思当令练觉即是法。那百物不思跟望远放下，到底这个差别到底在哪里？好，请坐。对，或许要把这个很详细的收起内容，因为我们要了解说万缘放下。我们在万缘放下的时候我们那个自己的所有念头虽然没有起心动念，可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了了分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一切没有起心动念的状态之下，对自己的那个内心世界都了了分明，都知道，只是没有起心动念而已。而且要附带的说，不是你万缘放下，般若马上有了，那个要一段时间你能够呢万缘放下，一念不生，
一段时间培养啊，让那一个灵敏度增加，让它的宽广度也增加，般若才会产生。那我们回过来讲那个百物不施，百物不施我们就是要了解是要扼杀它，就是要把我们的那个念头啊，不要让它有起念。百物都施，袂使修，袂使去想这万行的代志拢袂使，万行的物件拢袂使想，全部啊百物都施，那会我们的念啊会绝，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我们不要它了，这样能够分辨得出来吗？就是百物不施的时候啊，我们真心佛性啊可以生花万念，对不对？可以生花。那我们在修持的过程，这个时候啊是不要它起心动念，可是我们还保持啊，它可以随时起心动念。我们是不是了了分明？那个百物不施啊，是你把它扼杀，就是不要让它有起心动念。我们那个是修持的修行的里面的法门，就是呢，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啊，它很灵敏度啊，很高的，是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啊，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呈现的，不是呢，百物不施说我们佛性不要了所以说六祖才会讲，那个是法符啊，被这个法绑住了，这样懂意思吗？就是它能够生花万念的那个佛性，你不要了，它不要不是死掉了吗？所以那个叫被戒，这样了解吗？要般若产生不是说你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马上产生一段时间你要培养一段时间能够努力啊，在生活之中空闲的时候啊，就万念放下，然后不要生念头，念头不生，这个时候保持保持啊，让那个我们那个本来面目啊，可以它长大。我们刚发现的时候好像那个婴儿出生不是要如哺3年吗？爱给饲养对不？爱给培养给大汉，伊才家己会晓行对不？那我们那个佛性出来一样不是说你马上把它启发以后，紧去走，紧家己去吃饭，他都不会啦。所以要慢慢的启发了以后，要如哺3年，然后伊会晓家己爬、家己行、家己吃，拢会晓。会晓的时阵般若就产生啦。这样懂吗？唔通遐紧食紧拢半碗。不清白了般若拢出来遐紧。同一道放还是同一道故？心直言故这边那个不能用同一道故处理生死。十方如来同一道故。那个因为它每一句都有4个字所以那个故它是加上去的。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处理生死皆以慈心。这个呢，在我们下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那个六祖坛经呢，刚好讲到那个无相颂。无相颂的第一句那个第一句它不是说那个说通嘛然后心通嘛那个说通说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的讲经说法叫做说，然后由这个说，然后我们通了那个心通就是心领悟了，从心领悟它是始于禅宗的我们修禅宗的领悟了心通，所以那个是2个教法，一个呢是如来那个说法49年说通，一个呢就是禅宗的教法心通。那这个这个意思我们留到那个下个礼拜讲说通的时候再来说，这样好不好？好，我们下课。我们讲到31页对吗？31页这个第4行，善知识后代呢得无法者，对不对？对，好。
将此呢顿教法门与同见呢同行，就是呢后代就是六祖以后，要呢将这个顿教从凡夫地呢直接就到达佛地，这一种顿教法门，在呢同见，就是呢见解都相同，然后呢这个行持修道也相同，同见呢同行，发愿呢受持，如是佛故，就是我们呢愿意来受持这个顿教，就是非常殊胜的成佛的这个方法，我们呢要受持，自己呢本身呢要这个受，然后要持用，好像呢是佛一样，终身呢而不退者，就是呢一生一直到我们一口气不来都不会退，定入圣位，一定呢就可以成就，一定呢进入圣位。然须呢这个传授从上来莫传吩咐，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有这个道统这个承接者，有呢领这个天命一代名师才可以这个呢传授。所以我们呢已经呢沾到呢这个上天大开普度也都已经呢有这个得到。那么不得呢逆其正法，不可以把这个正法使众生成佛的方法把它呢藏起来。若不同见同行呢，假如说呢这个见解不同，行持也不一样，在别法中呢不得传付。所以呢这个特别交代呢就是不同见同行的话，他在修别的法门，那就不要呢传这个顿教，损彼前人究竟无益，那样呢会损害呢到他的修持的前人，这样呢没有利益。那么恐以人不觉，这个智慧不够的人不了解，谤此法门会毁谤这个顿教。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顿教是最上圣，可以呢使我们直接到达佛地，百劫千生断佛种性。所以谤持顿教法门的话呢，这个非常久的时间百劫千生断佛种性都在受苦，都在无间地狱受苦。三之四无有义呢，无相颂，各须诵取。这个六祖呢要跟这个大家讲这个无相颂，没有形象的歌颂，歌颂没有形象，所以歌颂没有形象是最殊胜。那么在家出家单一持修，不管呢是在家的居士，或是呢出家的那个比丘比丘尼，都可以来修这个法门。若不自修唯记五言亦无有益。假如说呢听了以后不修，只有记得六祖讲的话，那呢也没有办法得到利益。所以呢这个是六祖呢这个讲说这个无相颂。那么听颂曰这个六祖呢就讲的无相颂开始讲。那么说通即心通。所以这个说通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就是由以说，然后我们通的，所以这个说通的范围非常的宽广。那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这个说通呢就是修正者的他呢的经验之言，已经修正了到达佛地的，他把呢他的所修持的呢讲出来，我们听了以后呢，能够了解真理，然后通达佛地，就叫呢这个说通。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呢，这个说通都是这个已经呢证悟者他所说的。那我们呢就是要学他们的这个修持方法。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自古以来。在这个凡尘有流传的从老子
孔子、释迦牟尼佛，以及呢耶稣基督，这个三世之佛、十方如来、各大菩萨，像你这个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大势至菩萨，他们呢所这个流传下来的言说，那么这一些言说呢，在我们凡尘来讲，就是所谓的经典。那么经典所记载的就是古圣贤呢他们的性理心法。那我们从性理心法去说，可以通达佛地，实际的进入真理的领域，那个叫通。所以呢，这个说通六祖的说通呢，就是这个意思啦。有说以后我们都通达了，所以这个说通的范围就非常的宽广，不只有是一个说了。那我们了解说，我们呢现在上天大开普度我们要度化众生。各位同学，度化众生要不要说？说了有没有通没有通就度不来所以要说通。要跟这个所度的人讲，说我们在凡尘所有一切都虚幻不实在。那么在这个虚幻不实在的现象事情之中，我们都呢把它认为是实在，所以呢就造了很多业，然后受了很多苦。那我们现在因为上天大开普度，有降下呢真理天道，可以呢让我们超出苦海，可以成仙做佛。所以跟我们所度人说就很重要，要让他呢能够很开烈的知道，说我们没有修正，没有成佛之前在凡尘那个都是受苦都是一直在六道轮回。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尽我们的那个心力来度化众生。我们周遭亲朋好友全部呢都要把他渡上岸，然后要跟他讲说凡尘一切都是假，就只有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是真。那要把这个真的要把它呢修正出来，我们就必须要呢这个找名师一指点，就是我们所谓的求道。要求道，要跟他讲说求道跟没有求道那个差别的地方，我们要了解到不管在凡尘我们怎么样的身份地位，怎么样的成就，那么到达我们一口气不来可以说没有多久的时间，全身都硬邦邦的那个呢就是我们的灵性没有从正门出去，是走那个走道旁门，从眼睛耳朵鼻子嘴巴从泥丸宫从肚脐全部都是走道旁门。那因为我们是走道旁门，所以没有回到理天，没有回到我们的故家乡，就在六道里面轮回在凡尘受苦。所以我们要跟他讲说呢，只要你肯求道，打开灵性的正门，那绝对不管是有钱没钱，有身份没身份有身份地位跟没身份地位都一样的，有钱没钱的一样的，全部呢都可以一口气不来，身软如美下不腐臭冬不舔丝，都一定有这个正业不然我们看看凡尘最有这个名气名声的呢就是博士。或许在老千身边老千最时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你看凡尘这么多的博士，哪一个博士成佛了就是没有。我们也可以这个关照一下我们这个凡尘哪一位博士成佛？有没有？没有一位博士成佛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追求凡尘呐，这个名利虽然已经很高了，到达了博士，可是那个他自己呀，都变成障碍，因为博士的心胸之中呢，他都是高人一等，都有那个不知不觉的骄傲之心啊。那我有讲过我们在凡尘骄傲，就是自种因自己种的都要接受果报的因所以骄傲很大的人往后他会转世候鸟。我们要看的时候要戴望远镜才看得到。那假如说他的骄傲只有一点点，那就是那个小鸟，我们台湾话讲切骄切骄，那个骄傲就多了。可是你看都没有办法回到人道嘞。博士虽然是很这个时候很趾高气扬，可是下一生就不是了。这样的意思嘛？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我们这个求道，不管什么身份地位，有钱没钱，全部都一样，一颗灵性可以从正门出去，就可以回到里天，好不好啊？好。你看到我们沾到这么大的这个福分我们都不知道，都修安尼愁眉苦脸的，有没有啊？都很笑脸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日常生活呢，就是要笑脸迎人，让人觉得很和乐和气。这样的话呢，容易我们可以度他来求道修道，就可以回到里天。这个都是要我们在日常之中呢就去做了。做了以后，我们自己得到利益，也可以把利益分给别人。所以呢，我们就要跟他讲，说呢，你求道跟不求差别很大。没有求道的话，你看你一口气不来，你就没有路可以走了那我们求得道，努力修的话，研究心理心法，就可以满满都是路看你要往哪里都可以所以一定要把我们生活的佛性启发。然后呢，培养让他茁壮长大，这样的话呢，就已经呢跟仙佛没有两样了，可以千百亿化身。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要努力。这样能够说通了吗？通了没通了就会度就会度动人了最紧要的关键点就是在这里。不管你再怎么有钱，当了总统你没有求道，赶快一口气不来不久就硬邦邦的到地府去报道只要有求道纵然是流浪汉，他也一样身软如绵，已经回到里天了他那个不好的遭遇已经解脱了。我们就是要这个跟人家这样讲，通了，就好，我跟你去，这么好，所以就是要说通了。然后我们从这个我们所留存在凡尘的这一些经典，因为经典所记载就是性理心法。那我们从耳熟能详的一些我们来这个稍微的探讨一下，怎么样来说能够让一些他认为他的知识比较高你可以去讲到他的心坎，这样你就容易度他来求道。那我们从那个术士开始，大学，各位先生有念过大学吗？有啊。怎么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三纲领8条目，这个三纲领很重要大学之道就是学大
人得一啊，叫做大。我们人得到一了，哦，你看那个文字的写法，是不是人得一呀？哎，就是大。所以我们人要学一呀，得到一，一就是道。哦，知得一，万事毕。你知道一呀，哎，万事啊都毕业了。到一了吗？哎，就是道的本体。哦，所以我们学大，哎，就要学道的本体。那么在明德，那个明德哈，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上面那两代明就是修了。哦，因为我们啊明德都已经不光明了，所以要把它修得恢复光明，所以再明德。然后呢，明德了以后啊，再心明。哦，那有的时候在亲民啊，都一样的，做一个新民哦，不做旧民。旧民呢，都是我们那个习性啊在当家。新民的话，哎，我们佛性在当家。各位现在是习性当家呢，佛性当家？真的哦？哦，那都没有造业了嘞。哦，那很理想啊，都不会受苦了哦。恐怕不是吧？哎，都是习性在当家，有没有跟人家计较啊？都没有哦。还有啊，有还说佛性在当家，佛性会跟人家争吗？不会哦。对呀，所以我们习性在当家，不要把习性当成佛性。哎，我们用习性来修道，修不成道的。哦，一定要用佛性才可以。哦，所以在心明，然后再止于至善。哦，这个至善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善之又善，要至善。那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哎，都要求取至善，再止于至善。我们知道止了以后，我们呢就可以定静安立者，就整个都出来了。所以我们修持的功夫啊，在8条目。8条目呢，各位记得吗？念念看。对，就是这样。第一个呢，就是格物。格物致知，然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一个呢，就在格物。那格物啊，就是格此物意，就是我们心中啊，不要有物欲。心中不要有事情耽搁着，要使心清净。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要把这个格物啊做得很彻底，心里面都没有物，心里面都没有事，这样心就清净了。心一清净啊，回到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本体回来了。这样听得懂吗？会不会格啊？不会，心里面有事有物啊，赶快呢把它清除掉。我们就呢这个追根究底。这个心里面住在什么相？住在形象的话呢，赶快去了解形象的由来。它是众缘机会才形成的，眼即则生，眼散就灭了，形象都变化无常。不要住。形象都变了，我们还住在旧的形象上面，然后造了很多业，划不来的。所以了解说，相是假的。然后事情也是一样啊，一年机会才有事情啊，一年消失就没了。所以我们呢，做呢，事来则应，事去则静。怎么处理啊？我们用真理处理，用真理来处理事情啊，就是率性而为，没有造业啊。所以一定要格物。我们心中的物啊，一格了，全部都清净。清净的时候啊，才叫自知。我们的良知良能才真的整个出来。所以我们在凡尘用的心啊，都不是我们良知良能，都不是真正的清净的本性啊生发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先格物。心里面没有事情，没有东西，这样呢，清净的时候啊，那个知啊，正知正见，就呈现。那么正知正见呢，
也就是佛知佛见呐，哦，那个很重要，它呢不会让我们造业，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这样做，悟格了心清净了知就是正确，正知正见，然后有正的知见我们意就很诚，诚意那个意自然很诚，那意很诚的时候心就正。一心正我们所做的事情都符合真理。那心正了，身就修所谓诚以中就行以外。你心里面很诚，外面呢自然呢就能够把那个诚表现出来所以身呢就修了。你身修了以后家就齐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最重要就是身教在家里的话呢，你这个身教非常标准，那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你的先生这一些呢，他一定呢效仿，绝对不会偏所以这个家就齐了。那齐家以后呢就可以治国那个古时候的国是一个团体，一个团体叫一个国家，那整个团体呢就可以治理得很好。然后呢，这个团体治理好了以后就可以平天下，天下太平。所以做呢是在我们那个格物，格此物义最重要的那个根源，我们把它格此物义的根源已经清净了，回到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呢就成就了。所以这个大学里面就有讲那个曾子说呢，这个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言乎？有没有？有没有练过？那个十目跟十手什么意思？不知道那个十就是我们玄关就是我们佛性所以那个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所视所指，他就讲我们所看的、所去指的，全部呢是宇宙整个虚空非常大，所以才有圣其独也，有没有？大学里面有没有圣其独有没有？那个独就是独一无二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就是独一无二我们要呢圣其独，这个独一无二的要了解到它一发挥出来非常的广泛所以我们要这个圣其独。所以呢，我们把那个大学开列的在讲我们佛性的部分呢，把它讲出来，听得懂吗？那我们讲呢大学中庸，中庸呢这个中不偏就为中，不异就为庸，就是不变不变呢就叫这个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庸也者呢天下之大道。然后我们呢喜怒哀乐是为花，谓之中；花儿皆众结，谓之和。然后至中和天地归焉，万物寓焉，有没有？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这个中庸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就有无上的佛法在，我们都可以进入，只要我们都符合中道，就可以进入这个道体了，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里面我们可以进入。所以就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呢之谓教，有没有？所以我们了解说，上天给我们的明命光明的这个性命，这个天命之谓性，就是我们的佛性。然后我们能够率着佛性率性之谓道，你能够率性就是道了。那假如说我们已经呢有偏离了，我们呢修道之谓教，修道就是教化了。所以我们了解呢，从中庸里面也给我们
这个提示啊，说我们呢还是要回到呢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本体回来。因为它里面有33章啊，也是蛮长的，所以呢可以全部看。而且比较在儒家这个学说啊，比较没有那么这个深入的去研究了。可是呢，就知道的把它拿出来讲，这个呢是属于中庸。那么中庸里面呢，它有讲这个成者啊天之道，成之者啊人之道。那么在孟族里面他有讲成者啊天之道，失成者啊人之道，一个字的差别啦。中庸呢他是讲成之那个之啊一点一撇一横成之者人之道。可是呢在孟子孟子就讲成者天之道一样。那下面那个人之道啊，他用思想的思成者啊天之道不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做学问呢，就是要很详细去知道它的根源这个呢是属于这个中庸的部分。我们呢讲这个《论语》论语啊第一篇学而篇呐，各位有念过吗？第一句念念看。各位知道意思吗？知不知道意思？它包含蛮好的那个学而，那个而就是一穴，那个底下那个是穴，一穴就是学我们的那个玄关窍，学我们的玄关窍，一穴一穴道吗？那个窍穴道。然后那底下那个就是穴，怎样像？一穴，就是呢学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就学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然后呢实习之，时时刻刻要呢这个温习复习，时时刻刻呢都在佛性之中。所以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很高兴很快乐，时时刻刻呢都跟自己的佛性在一起。那第二句呢，有朋自远方来，这个有朋就是我们佛性遗失太久了。我们这个好朋友这个佛性自远方来了，不亦乐乎，乐不乐啊？找回我们佛性快不快乐？很快乐所以呢，第二句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很快乐。那第三句呢，人不知而不愠，不亦矜持乎？就是人他呢表现出来就是不理想，我们看了都摇头所以呢，我们说他不知道佛性，所以人不知道佛性，然后而不愠，我们不生气，我们时时刻刻都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对不对？所以都在检讨别人，伊若唔对，咱就气到要死，有没有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人不知而不愠。你都唔知道佛性他不晓得佛性所以你不要生气，这样懂了吗？很棒所以走入心理心法就不一样一样的文字不一样的意思所以人不知而不愠，以后人家再怎么样无理，不管骂不管打都让他，因为他不知道他在造业，说不愠。不亦矜持乎？是不是矜持所以你看他多好。所以我们了解说第一就给我们讲得很好。那么还有这个朝闻道，夕死可以，
我们早上得到，晚上死掉，都可以脱离苦海了，回到离天了，对不对？那个也是我们求道才知道啊，不然你早闻道细时可以是什么？丢到轮回去了。那我们了解呢，这个道也者啊，不可思议离也，可离就非道矣。这个思议啊，是很短的时间，所以我们了解呢，说我们这个身体啊，不可以离开佛性。这个佛性离开身体啊，人就死掉了。这个是尸体要呢拿去埋葬，或是呢拿去火烧掉，所以都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呢，也都是呢跟我们讲说我们佛性的这个重要。还有呢，这个颜回啊，这个肌肉相安时飘逸，人呢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们都有念过嘛，对不对？有没有啊？那个肌肉像就像现在的那一些违章建筑啦，青菜安的大大的可以遮风避雨而已啦，时时刻刻人拢要来给它拆掉。然后安时飘逸，就是没得吃啊，连喝也都没得喝啊，安时飘逸，人不堪其忧，没有人可以忍受他那一种生活。那回也不改其乐，颜回他很快乐。各位先生，他快乐在哪里？怎么快乐？对，就是安宁那个道。所以颜回已经把心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面。那对凡尘的这一些现象已经不在意了。早死也是死啊，晚死也是死，都是死啊。所以他32岁就死掉了。不过他解脱了不用受苦了流传到现在3000多年，我们自己的祖先名字都不知道。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父母亲这一代祖父母那一代，曾祖父母能够知道就很少了。世代之上，各位先生知道的举手看看。世代之前的祖先名字还记得。父亲那个曾曾祖父是什么名，曾曾祖母是什么名，都还记得，大概就不容易了。那颜回跟我们非亲非故，我们竟然认识他。就表示他的方法值得让我们学习。那他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呢，得一善，浅浅福音，终身福施。得一得到道，他得到道呢，就浅浅福音，然后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们修到哪一个像他那样？都大辣辣的，对不对？造了业都很高兴，哪有像颜回那么谨慎？怕自己造了业也要受苦，所以他的那个精神很值得我们去效仿。外面的遭遇这个生活上的这一些物质就适可而止了。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可以遮风避雨就好了，不用追求那么多了，一口气不来都要拱手让人，没有一样是我们可以带得走了。所以不用去累积不用，我们要累积我们的那个德，性命之中的那个善，我们要累积。那累积有形的物质对我们来说是障碍。所以我们从那个颜回的那个过程就可以了解说，真的是不容易没得吃没得穿，还很快乐。他的快乐不是装给我们看的，是真正的从内心产生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从内心的深处可以产生快乐，就是呢一定是在觉是在道体之中。我们要追求整天有空闲的时候
就赶快做一做这个放下，一念不生，培养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能够让它呢，这个出生，然后呢茁长大。各位培养了没有啊？无一个甲我应啊。我们有一个北部的先生来这边呢，就是他在这边念大学，在台南念大学，他也来我们这边研究了。他说我竟然修道那么久了，都不知道我们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来这边念说那个啦，跟他母亲讲打手机跟他母亲讲，说好高兴那个我找到了。他的母亲昨天晚上这个念给我听了，我说真的是那样吗？他说是啊，以前叫他参加研究班都不要啊，会难得到这边来听课，所以我了解这个要自己努力呀，虽然修了道很久，自己没有努力去把它这个启发的话，他是还没有出生啦，那还没有出生，要他茁壮长大，那更不可能了，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呢让他出生，培养茁壮长大，然后呢般若妙智慧就会这个产生了，有般若妙智慧会认识真理，完成的一切假象都看得透彻，所以要努力。那么接着下来就讲孟子，不是我们讲大节中庸伦理嘛现在讲孟子。这个孟子呢我们记得他讲的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那个天呢将降大任以事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皮肤，然后劳其筋骨，饿其皮肤，空乏其身，闲拂乱其手为，所以洞悉人性，生益其所不能。那这个文字本身意思就很白了我们呢就稍微了解说孟子呢也是一直希望我们能够增益我们所不能，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瓶颈，我们很努力努力到有一个瓶颈突破不了，还在这个突破不了的时候这个天考人验就来了那个呢就是要我们增益其所不能，要增加我们能力达不到的你能够呢经过那个考验一通过以后又有无限宽广的天地所以那个增益其所不能。它里面呢再有一段就是呢这个三境是息间，戒然用之而成路，唯见不用则茅塞之矣。有没有这个有的一直点头有的都讲嘛可能有看过了，只是没有把它背下来。那么这个三境是息间这个三就是灵山，我们灵山的道路就是我们佛性的本体，然后我们走的都很熟，你戒然用之而成路，你一直走说古时候的人都很单纯，都很淳朴就是能够呢既然用之而成路。可是我们越到呢后代以后唯见不用，都不走那个路了，走那个路比较吃亏会被人家欺负所以就走自己聪明的道路，所以就茅塞之矣就被那个杂草丛生整个路都不见了所以这个是非常棒。那么孟子里面呢有在这个记载说，道在耳而求之也，事在意而求之难。人人亲其亲，然后长其长，天下偏。就是呢道就在我们本身很近，可是我们都到外面去求佛
求佛都向外去求，不知道呢，说向我们自身啊来求，所以求佛呢要在我们自身求，自己的本身呢就是佛了，然后呢这个事在易啊，事情本来很容易，可是我们求之难，想容易的拢看袂起啊，都要真困难的你才去做，所以我们都自找麻烦。所以人人亲其亲，我们的每一个人啊，都亲近了我们所应该亲近的。我们所应该亲近的是什么？我唔知影，咱来亲近咱家己的性本体啊，上亲啊，对不？然后长即长，增长啊，我们应该增长。就是呢，我们呢要行持善，让这个德啊，能够具备了。我们有那个德本，可以坐在供桌上，所以这样的话，亲即亲，长即长，天下平，天下太平了。然后呢，孟子又讲说，尽信书啊，不如无书。因为我们现在凡尘看的书啊，不是说看经典，经典是性理心法，那个不会骗我们的。可是我们凡尘的书不只有是经典而已，很多种类很多，对不对？那我们全部都是相信的话，那孟子说不如无书。无书的话我们会从佛性本体来做，那就对了啊。所以在或者想到这边呢，就在讲说那个孔老夫子讲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患爱众，而亲人，然后行有余力，在以学文，有没有？就是我们的应该的本分全部呢都做到了，纲常伦理都没有违背，然后还有余力，再来学这个文这个文学文章你看那个排在最后面，我们现在把它摆在最前面，所以就颠倒那么这呢是事实的部分。那我们呢就讲这个老子，我们也知道老子呢这个留在凡子的有清净经有道德经，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呢从那个老子所讲的所说的来进入收通。老子讲这个清净，这个清者就是一尘不染，净就是一念不生。我们能够一尘不染，凡尘凡尘一尘都不染，然后一念都不生，这样呢就又回到清净佛性本体回来。一尘不染，一念不生。清净经的含义就是要我们达到这个目标，所以那个从经的名称就可以知道了。那道德经呢？这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们都耳熟能详都很知道。那第一个道就是道的本体，也就是我们不生不灭那个真心佛性。那么第二个那个可道，就是可以说的，可以讲的。那可以讲的就不是常道，它就会变化。可以讲我们人呢就可以很多角度来讲，所以那就不是常道了。那名也是一样名可名就非常名。我们既然讲得出名称那个名称都是暂时用的像我们都有一个名，我们这个名也是这一生要用前一生不是这个名，下一生也不是这个名，对不对？所以那个都是假名非常名，不是常名是假的所以我们就了解。教我们呢，老子教我们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假，有没有？那个常无跟常有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常无跟常有就是凡尘的最重要的东西有跟无它是同体所以老子才会讲说呢，
使两者同出而异名，同时出来是有两个名称一个有，一个无。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有就是妙有，这个无就是真空，这样的意思吗？了不了解？真空妙有是什么？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你看这个古圣贤所讲的都是在讲性理心法，是属于这个道主部分。那么我们讲那个耶稣基督那个圣经里面不是记载吗？凡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我走的，就可以得到永生，有没有？我们都听过嘛凡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自己的不是买来带的自己的凡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我走，那个我不是耶稣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凡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我走的，就可以得到永生。有没有在讲性理心法？就是教我们这个呢，都是不生不灭那个真心佛性那我们呢，这个要讲到这个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呢，我们了解说呢是佛教的教父。那么他呢流传在我们凡尘呢，这个教法也比较多了那个大藏经记载有100本，那一本呢都非常的大，非常重，有看过吗？有没有？那个100本要10万块，我们买来看不完那一本就够我们看个几年了。所以以前的书店都不连卖，你要买就要一套，目录3本，然后呢它的本文本经文是100本，就103本，要把那一些书带回家，要那个发财车来载，或许从台中然后背回去基隆，一本一本背因为一本就很重。然后零买要多，一本多200块，1200。一本1200，然后拿回去看一本就看得眼花缭乱的。不过或许有买14本，没有全部看完，有一些看一看的这个我们人的那个习性都是这样，好这边看。因为它有分嘛我们有说12分教有没有背下来？因缘比喻方广受记，本是本心常情重诵，古起未曾有，无闻诸受任意，有没有？无猜你咧问，唔是咧问讲12必经安那念，我唔是念过来带互恁听，我无一个背起来，很容易记嘛所以只要你有心把它背下来，有因缘的话呢就看，看它是属于哪个种类，容易了解容易了解我们就容易进入那个状况所以呢，从那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个教导，他呢教我们从四念处开始，一直到成就也是四念处，所以要进入涅槃那个阿难问说以后我们要以何为主要住在的，佛就跟他讲住在四念处。四念处各位有听过吗？有没有？可能有的有，有的没有了那或许就直接讲这个观身不净观我们身体不干净不清净，3点水一个生那个净，然后观受是苦我们凡尘给我们的所有一切那个受都是苦，然后观心无常，我们没有常心
心都一直在变化。然后观法无我，在那个法里面啊没有我，所以佛呢这个教导弟子啊修的时候啊，从这个地方入手，因为我们众生都把这个身体啊当成实在的，也把凡尘的万象也当成是实在的，所以呢佛教我们呢从四念处啊来观，我们呢就了解说身体是假的。然后呢，我们感受也是虚幻不实在的，我们的心也是变化无常的。在法界之中啊，没有一个身体的我，这样呢就可以不住相，形象全部都不住。然后不住相了以后就可以进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这个四念处，在呢修成就的时候它的内容就完全不一样。开始是观身界，可是呢到后来文殊菩萨问最上圣的那个四念处，佛就回答：观身现相犹如虚空。我们身体的现，身体的相，跟虚空一样，犹如虚空，跟那个前面的观身不净完全都不同了。各位浅浅这样听得懂吗？懂不懂意思？就是观我们的身体不管是身体的现，不管是身体的相，它都跟虚空一样。所以没有住相，没有这个身体的我相，已经没有我相，这样了解吗？第二句那个观受是苦，那最上圣的修持方法，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这样受在哪里？受在哪里？所以已经全部都没有受了。各位浅显，假如说我们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完成了一切受，我们都不受，一切都是虚幻不实在的，我们都不接受，会造业吗？绝对不会。所以我们对虚幻不实在的形象、虚幻不实在的事情，我们都全盘接受，然后起了很大的分别心，然后处理，就造业了。这样懂意思吗？所以我们要观受不在内，不在外，不住中间，就是没有受了。我们那个受因没有我们不造业了。我们就是因为有受，产生喜欢讨厌，就有取舍，就有动作，所以业因就形成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从真理来了解，说原来呢这个上乘佛法的修持，观受呢不在内外，内也没有受，外也没有受，然后不住中间，中间也没有，全部都没有，我们一切都不受呈现的就是真心佛性，整个一心全部呈现，是不是这样法门？我们要努力努力一切不受。现在还是要受了受不受接受的程度要把它减低呀。本来是很强烈的去接受完成了万象万事，现在50%懂一半，接受一半就好，一半不受。慢慢的减低，40、30、20。10，0了，不受了，不受就成就了，那个是第二句。
第3句啊，观心，本来呢那个开始修持啊，说观心无常，这个时候啊，观心但有名词，名词现离，心啊只有名词啦，敢若有名尔，无迄个实在的心，连那个名词的性啊都离开了，所以没有心啦。各位同学，没有心的心啊是什么心？没有心的心就是佛心啊，就是我们的佛性啊。所以我们有心那个都是妄心，那个都不真。第4句呢，这个观法，本来是呢，观法无我，可是呢，在大乘的里面呢，就是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这样什么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这样什么法？所以大乘佛法的四念处啊，全部都完全进入我们的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已经没有善法，也没有不善法，没有善恶，没有对待，没有分别，一回到我们本体独一无二的佛性回来了，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呢，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开始教导弟子的时候啊，是从四念处开始。然后我们看佛经就是要了解里面的含义啊。或许呢，在那个华首经里面他有一句话就说：如来不以世间共争，世间以我争。各位听听什么意思？字面上呢，好像是讲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不跟我们凡尘来争啦，可是我们凡尘都要跟他争。字面上好像是这个意思啊。可是它实际的含义不是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如来，每一个人呢都有真心佛性我们的真心佛性修养非常好，只要呢我们的那个感官感觉器官，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只要感官呢跟佛性在争呢，佛性一定退位的，它一定大。所以它不以世间共争，这个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间就是东西那边。所以凡尘都要跟我们佛性争佛性它都不跟这一些现象争，所以它都退位。这样了解意思吗？是不是文字的意思跟实际的含义差很大，差别很大，对不对？所以我们从文字实在是看不出它的奥妙，可是呢，我们从它实际里面所讲的那个含义来看的话，那对我们就是要启发我们那个如来出来当家要不要？不要给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当家，因为这个感官当家都会造业啦。喜欢看、喜欢听、喜欢闻、喜欢吃、喜欢摸、喜欢想，都没有好事，好事很少啦，都是坏事，都要拉我们到地狱去的。我们受不受影响？影响很大，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启发如来，我们把它请出来当家，让你这个感官休息，你是这个奴才那个婢女，你不要降服占了那个位置，都要指挥所以我们这习性当家已经非常久了，要佛性出来都很不容易。那我们要了解说，一定呢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去做，请如来出来当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之前不是有抄很多嘛，
开始的时候不是讲，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呀，皆有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人转，对不对？我们从这个说里面呢，我们就了解到说，哦，原来是我们在生活之中用错了，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啊，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了，太久了，都没有开始的时候，无始没有开始，那生死相续呀，就是六道轮回。那为什么六道轮回呢？皆有不知，那个原因呢，就是不知道了，不知道什么？不知道我们有常住，常住的没有离开的真心，不是妄心是真心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我们的佛性很清净，而且体很光明。不知道了，就是不知道这8个字。现在知道了吗？知道常住真心了吗？知道性净明体了吗？你看这无啦，你看。所以这个叫做不肯当下承担。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就是我们当下你不肯承担肯不肯啊？要当下承担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我们了解说，原来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人转。六道轮回就是这样，用妄心在六道轮回了。还要不要用？真的吗？要跟自己讲当你在用妄心的时候说这个心不能用，要用真心它真心是常住的，它没有1秒钟离开，只要我们肯用它呢，它就出来要用常住真心。那么接着呢第二段就写十方如来同一道出离生死，有没有？有没有？对呀，就抄的够抄的要解说不然抄下来没有解说不了解意思也没用所以呢，这个十方如来呢，同一道故出离生死，皆以直心心言之故，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之委屈相。十方的如来不管是呢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叫十方。那十方的如来都是同一道，同一个人同一个方式、一个方法，然后呢出离生死，离开呢这个六道轮回，皆以直心，都是用直心这个我们在生活的时候这第一个呈现的就是直心可是这个直心那个呈现的时间很短，我们很快就加入我们的心意识那个心就变了。所以那个直心我们要掌握，因为直心是从佛性直发，直接生发，从我们的佛性直接生发那个直心，所以就用这个心来修道，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皆以直心，然后心言直故，心也直，言嘴巴也直，讲出来跟心想的都一样没有两样。我们现在凡尘这个最可虑的就是心口不一心里面想的跟嘴巴讲的完全是两回事是人骗我想一个偌好听的话，不才骗你行对吧？所以他的心言不相合，心口不一，
这个呢是造罪啊，他自己在造罪啊，他自己很高兴哦，已经哦得到偌济拄偌济，唔知影讲后壁哦爱害人几百倍几十倍，那个不值得高兴，要很悲伤哦，利息太高了，你骗人家哦这个100万还1000万都还不，还没还我。划不来的，所以我不要那个样子，不要造业就很高兴，所以我们吃亏哦，真的就是还债，不要难过。各位吃亏的会觉得难过，还是会觉得高兴？还是难过比较多了哈，那个现实啊，这人之常情。一定呢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培养心口啊如一，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生活最重要呢就是保持一个诚，学天地啊那个诚，因为白天黑夜春夏秋冬那个天地啊地转的都很诚啊，那个地种种那个卜啊就生卜啊，种菜龟就生菜龟啊，它也都是很诚，不会那个种卜啊一生菜龟给你吃，那我们就学天地诚，因为诚啊，我跟我们交往的人啊，他就会信任，按你讲话呢，花言巧语啊不诚，那人家以后就不跟你交往，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人的最基本啊，就是要诚。要诚心，所以我们那个心跟言啊，直，如是乃至终始地位，如是啊就省略掉中间很多，终始地位，终也就是结果了，始就是开始，中间永无之委屈相，那个我们修道啊都没有弯弯曲曲的，都是是哈。很直心的，很这个诚心诚意的来做，这个呢就是讲我们抄的这个第2句，那第3句呢？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已知众生从无始来，对不对？那一样的意思啦。行诸色身呢，逐念流转，诚不开悟啊，性净妙常。不循手常，逐诸生灭，由是啊生生杂染流转，肉气生灭，守于真常，常光现前，根尘世心啊应时消落，想象为尘，事情为垢，恶句远离，则汝华严应时清廉，允和不成无始之觉，对不对？那我们呢来了解它里面的含义。那个已诸众生呢，也就是一切众生的意思啦。从无始以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说我们人啊，从什么时候开始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找到它的源头，说没有开始啦，无始以来，诚不开悟就是不曾开悟了，它倒装的倒装句啊，这个诚不开悟，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行诸色身，追寻啊，这个色形象跟声音，逐念啊流转，追逐念头，一个呢接一个，逐念呢流转，一直啊追逐念头，诚不开悟啊，性净妙常，跟那个最初第1句讲的那个常住真心呐，性净明体啊是一样的，那个性净妙常。我们呢那个本体啊很妙，又是常住的性净妙常，不循手常，就是我们不按照我们那个常住真心不循着手常，然后呢追逐啊所有的生灭，逐诸生灭啊，由是啊生生杂染流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呢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杂染啊，就是说不是每一生都当人有时候会到天道，有时候呢会到三恶道，
所以一直杂染，六道轮回，这个轮转，所以我们要了解都是我们自己找的啦，这个逐念流转就让我们六道轮回，我们假如说能够呢，肉气生灭，守于真常，把生灭呢都去掉了，我们守住呢常住真心，肉气生灭，守于真常，常光就现前。常光就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它的那个光明，常光就现前。这个时候根尘世六根六尘六世根尘世应念消落就没了。当我们常光现前的时候根尘世就消落然后呢想象为尘，事情为果。想就是念头，相就是形象。我们的念头跟形象都是尘，灰尘那沙吧然后呢事，我们的认识跟凡情事情为垢污垢尘垢了事情为垢，二际远离，想象的远离，事情的远离则如华严应时清明，因何不成无上知觉？为什么不会成呢？绝对成的，所以这一句话或许是很欣赏，因为从凡夫从那个已知众生开始到这个无上知觉为止，一个头一个尾从凡夫开始修到后来就成佛了，所以我们按照那个样子做就对了，有印象了吗？会做了吗？这个广告在讲最高品质就是要静悄悄。那我们还有抄的没讲的吗？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依言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这个呢是圆觉经文殊菩萨呢问释迦牟尼佛，说呢这个因地法行就是我们开始修道的时候要怎么样修？然后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回答就这样讲，说一切的如来本起因地，就是要从因地开始修了。皆依全部皆呢就是全部的意思，依呢是依照依赖圆照清净觉相，圆整个圆融圆满的来普照圆照清净觉相，就是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能够呢圆照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真性佛性本体，然后永断无明，就是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叫无明，我们呢把所有的无明全部都去掉，就是呢时时刻刻都觉，都是保持在觉，二六时中，二六时中知道意思吗？二六就是12，二六12。一个时辰有2个小时12个时辰呢，刚好一天24个小时，所以2、6、10中，时时刻刻保持中道，就是时时刻刻呢都守住我们的觉性。所以呢，或者就讲说呢，我们是把心外放的，就当众生；我们把心收回来了，回光返照的。就当圣贤所以各位以后呢，就了解说西北出去要做众生应该修回来，这样会吗？会不会收心回来？就是我们都不肯我们知道可以收回来，可是都不肯收。讲外口风景好看，你搁甲看一下呢，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外面的景象都是我们的真心所呈现的，你咧看外面景象，就是咧看咱的真心啦。
可是哦，我们都把外面景象哦，当成是外，是我的真心呐、哦，是心外启发，那个就变外道了。哦，所以呢，我们不要哦这个心外启发，都是呢哦了解说哦，原来呢所有山河大地啊，都是我的真心所显现，真心显现的啦。所以了解说呢，哦永断无明的才可以啊，哦方成佛道，可以成佛，哦可以成道。还有吗？要我抄一个够吗？不啊，就这样哦。这样抄的很少啊。各位感觉呢？多还是少？不多不少。好，这个呢就实语啊，哦，这个疏通，疏通了没啊？哦，疏通了没？疏通了，我们就要讲底下的那个心通。这个心通，所谓的心通啊，就是啊，领悟啊，我们已经领悟了。那我们了解这个心通啊，我们凡尘啊所用的心啊，千差万别。那我们要在呢千差万别的心中，要能够通，那个真的是困难重重啊。所以。从凡尘的妄心啊，要了解真理，要进入佛的世界啊，那是没有办法的。所以那个心通啊，我们了解说呢，要领悟真理啊，就是要从真正的体会我们那个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开始。所以呢，这个心通啊，佛啊有教一个方法。叫做教外别传，各位有听过吗？所以我们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外别传啊，引用以后呢，我们起了一个名称叫做禅宗。我们从禅宗里面啊，那个修持方法大部分呢就是心通了，所以那个心通啊，就是从禅宗来修持。那么第一次啊，这个出现的时候啊，是在那个《金刚经》，《金刚经》的第一分啊，那个就是教外别传。我们了解呢，各位有没有看过《金刚经》？了解它的意思吗？蛮深的哦，它是般若，就是破相，就是要我们都有那个般若的妙智慧。所以在第一分的时候啊，那个释迦牟尼佛，没有讲话了，他没有讲话，所以我们从那个第一分的那个序分呐，就了解说释迦牟尼佛是在，用行动，用日常的行为啊，来教导弟子，从那一些很平凡的事项之中啊，领悟真理。最高的那个佛法就在第一分，所以第一分那个佛他已经成佛了，可是一到此时啊，周一持钵，入色大乘起持，有没有？所以我们了解从那个过程之中，佛不住在佛相，佛没有我相。所以已经把那个我相已经破除掉了。然后呢，这个要所有弟子啊都努力修道，努力修道。可是他一句话也没说，没有法，没有法相。然后又呢努力的这个起时了以后，凡至本处呢幻时气啊，所以波喜足以呼咒而咒。就是要入定，就是要离开非法相。所以在第一分的时候啊，我就已经表示无我相、无法相、无非法相。我空了，法空了，非法空了，一空到底啊！一空到底啊，所呈现的，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啊，真心佛性。连那个
般若妙智慧都不住。哦，这呈现的哦是最这个殊胜的。所以在第二分的时候啊，这须菩提啊，迫不及待的赶快请问我的领悟对不对？他就赶快请问了他的第一句话就讲稀有，那个稀有啊就是很罕见的稀有。第一分一句话没讲，稀有从哪里来？就是从日常生活的行为来。所以佛已经呢在三护主、三护念，已经呢全部都已经把最上层的佛法就已经呢传承下来，所以那个叫教外别传。那个时候呢60几岁了。那最后要涅槃的时候，不是有拈花示众吗？有没有？他拿一朵花，那个大梵天王送给他的那个花，他就拿那朵花这样给大家看。人天百万莫之所措，大家都不知道在创啥。只有那个大弟子迦叶破颜微笑，有没有？各位就是要了解那一朵花代表完成所有的动向，那一朵花代表完成所有一切动向。那我们谁看到？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看到，所以他才破颜微笑。释迦牟尼看到大迦叶破颜微笑，他就讲话。他说：“无有正法掩藏，正法就是要成佛的方法，掩藏在眼睛啊。我们全部都知道就是玄关啊。正法掩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个时候才把那个教外别传那个名称讲出来。”说教的里面你找不到了，要在教外、教化之外。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这个在凡尘教是非常多了，可是所有的教化都是劝众生为善，没有说让你可以成佛了。就只有我们办到一代持领天命，可以来点开我们的玄关窍，可以让我们呢从灵性的正门进出，很殊胜的啦。所以去度人求道一定要讲这个。所以你求道就不怕别人没有路可以走。不然在凡尘不管你追求什么什么名人地位，一口气不来没多久全身都硬邦邦的。那我们也看多了啦，我们有时候到只要他不管道拜德，都会身软如绵，对不对？都有见过啦，都是癔症。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凡尘对这个他还不很了解，所以我们度化的时候去度人求道就要跟他讲说绝对让你可以返回离天。努力修呢，还可以成仙做佛。没有努力修呢，还可以当下的缘会的种子。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呢，就从这个教外别传来了解那个心通。那么心通呢，在素质道系有一个徒弟呢，叫法龙。法龙呢，弟子去度他的时候跟他讲说，万千法门同归方寸。方寸知道吗？就是我们那个玄关宝地它只有方寸。所以我们在插香、烧香在插的时候，不要离开1寸，不离方寸。就是不离开佛性的意思啦。不离方寸，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恒沙妙德总在心眼。
所有我们行持出来的一些德性，都是从心眼出来。那佛龙呢，他讲一个句呀，这个很好记啊，恰恰用心时啊，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记得吗？那个恰恰就是刚好了，记得来吗？很有意思恰恰用心时啊，刚好我们要用心的时候，恰恰无心用，刚好没有心可以用。无心恰恰用，没有心我们刚好用。常用恰恰无，那个呢，当用恰恰无，或是常用恰恰无都可以的。那个句呀，很有意思。所以我就讲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真心佛性呢是无心呐。所以那个或许讲过司空山本净禅师啊，他回答那个皇帝派的那个大臣去采那个长生藤，那个呢去拜访那个本净禅师，他说你要问道呢，还是要问佛？他说佛跟道有同嘛，他说你要问佛的话，即心即佛；你要问道的话，无心是道，无心是道。所以我们呢就是了解到，无心就是道，无心就是没有妄心就是真心，这样知道吗？知不知道？所以恰恰用心时啊，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会了吗？很有意思所以这个我们了解这个。禅宗很奥妙。那么接着下来呢，就讲说修道之人不是真，只为从来认是神，无始时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生。再一次，修道之人不是真，不认识真我们修道的人不认识真，都认假都是认假的，不认识真，只为从来认是神。我们日常在用的那个就是是神，都是用那个是神，不是用我们真心无始时来就是非常久的时间，一直后来无始时来生死本，生死的根本我们痴人唤作本来生，所以这个句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了。还有一点点时间或者在讲讲那个一个百丈山淮海禅师，还有这个西塘智藏禅师，还有那个南泉普愿禅师。普愿禅师他有讲一个句他说：“满眼本灰色，满耳本灰声。观音三耳根，闻思常触目。会三眼本一体，达事本同真。堂堂法界性，无佛亦无人。”所以这个讲的又比较高一点很高了。他讲说，满眼我们眼睛所看出去的本灰色，不是形象；满耳本灰声，耳所听的也不是声音。文殊常触目，文殊菩萨，我们时时刻刻眼睛所接触的就是文殊菩萨。观音在耳根，我们听到声音那个就是观世音。然后会三言一体就是法身化身报身这三身本来就是一体，达事本同真，那个事就是妙观察智，然后平等见智，成熟多智跟大圆见智，会事这个都一样，都是真的。然后堂堂法界性，无佛亦无人，没有佛也没有人
法界性啊，全部进入啊我们那个无一无二的真心佛性本体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禅宗的这个修持方法，它是从形象、从动作来领悟了，让我们呢这个心啊能够通。本来呢后面还要再讲说呢，那个我们看的三佛啊，本来都是一体啊，可是看到只剩下29分了，已经要给各位问又超过1分钟了。好，请说。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撞到的时候会痛到心里，可是当有那种痛到心里的感觉的时候，或许就会有时候会想说，那是我的肉体在痛。你只有那种想法的时候，就好像有一道防火墙，就完全心就不痛。那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对啊，3个礼拜我们才讲那个不痛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那个会痛的是我们的身体呀，身体的觉觉到它痛，觉到它痛，那个是生灭的。那我们的佛性啊，那个不生不灭，它不会痛所以你已经找到那个不会痛，那个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恭喜。还有吗？好，请说。有人拜广成子，广成子为什么不是一代祖师？还有，如何分辨真假点传师？他点到的时候可以，谢谢。这个要在大众广场讲有时候不会是很适合啦。不过或许试着说，因为我们了解，在还没有大开普度之前，那个都是单传独授了。那个时候也是一样，要领有天命他才可以就是来这个受记，把那个程度已经够的那个修持者受记让他成就。那因为在威音往之前，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我们呢这个凡尘还没有这个三佛来这个掌天盘。从三佛掌天盘那个燃灯佛、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这个弥勒古佛掌天盘，这个时候才开始有这个需要受记才可以回天的是一些正常的道路啦。那之前那有一些修持者他们所认为的得道，有时候虽然他自己认为已经得到，可是在真理世界他还没有融成一体还没有真正的到达那个究竟，所以这个到达究竟非常不容易我们要了解说凡尘的所谓成就那个都是有那个阶梯极限还有不了解的地方，还有他没有修到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假如说透彻知道的这个真理以后，就会了解说要修到究竟是很不容易所以才会有那个最少要有3个阿僧祇劫。那一个劫就有1600多万年3个阿僧祇劫那真的是非常的久那个真正的经过这个久时间的修持他真的能够进入那个真理的领域那个很不容易的。那我们呢，因为你第二个问题这个或许是在这边讲不一定你要信因为之前呢老千在世的时候就讲说，自古以来我们那个没有说去登记立案办道的没有那一种事所以老前人就一直讲说，我们一登记那个就变教化，教化是只有劝善就不能办道
所以经过那一个阶层啊，或许是有观察到，老先生在私底下也跟或许说了，这个不公开的所以或许在跟人讲都有些点怕怕，就是我们呢这个点燃师跟求道人都要有德啦，要有那个德性所以当你这个办道需要分化表文，那表文在两仪灯点燃，要放在那个香炉。那这个时候假如说它是一股气往上冲，那个就是三官大帝来接，这个求道有效。假如说表文在两仪灯点燃，你放在香炉，而它呢把它没了，糊在那个香炉，那这个没效。可是老先不公开说。有争议，对呀，我就早就知道啊。有关系。对，已经很多人反映了，很多人反映了，就是说那个表文本身的词它有不同，它有的很轻有的就很重，它很重的它不会挥起来，很轻的它会挥起来。可是各位要了解到，只要三官大帝来接，你再用什么重的词它一样都挥上去。所以在还没有立案之前没有挥不上去的啦。所以或者一讲了以后，信不信也不用搁在心上，就当作尝试好了。还有吗？哇，不然被摸。局长，你刚刚说有些博士你说他们要是自视太高的话，以后会变成凤。那你怎么那么笃定说他们会变成凤？你再讲一次，没有听懂你的意思。你刚刚说有些博士博士自视太高，博士读到博士生博士博士怎么样？你说他们要自视太高的话，以后没有办法，就是成道会变成凤。那你怎么那么笃定说他们会变成凤？候鸟。这个我们要了解到，或许是从真理的角度来分析啦。为什么？因为念到博士以后，他心中有一种，就是凡人很少可以达到他的位阶，很少可以念到博士所以那一种高人一等的心高人一等，知道吗？要不要用望远镜去看？他已经高人一等了，所以他的心很骄傲那个是外在的形象形成他自然的动作，自然就很骄傲。那我们要了解到，骄傲就是五蕴里面你蕴居那个要来受生的理由，那个缘由你已经中了，要不要来？要来还你的那个骄傲的果报所以越骄傲的人他就变得飞得越高，他那个小骄傲就小鸟了，它飞不高。已经发挥出来，我们没有喜欢讨厌，那没有喜欢讨厌我们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就不种业因，业因不种我们就不用接受果报。所以已经呢，这个当下都清净了。那只要有空闲，一放下来，你不会放在心上，所以没有缘来瓜葛，所以那一样是万人放下。只是在那一种状态之下，它是很理想，可是呢那个时候
我们还要应对凡尘事。应对凡尘事的时候啊，还是在缘之中啊，只是那个缘我们没有攀缘，都时时刻刻啊了缘。还有吗？好，再说。或许还想问一下就是说，一个感觉啊，就是或许在万缘当下的时候啊，然后呢，就有一股从心中发出的甜，那种甜是什么？这么快啊？你才多久？那个会呈现啊，就是我们要知道说，从这一些这个修持的过程，我们呢实际的要去做，实际做以后啊，会有实际的效验。那效验快，表示我们以往的心单纯，没有很多的障碍，所以那个会很快。那假如说我们障碍多的话，比较慢，一样会有，都有功效呈现，所以一定要做，我们的越做呢，这个越成效越多的话，我们就会欢喜充满。那欢喜充满，每一天的生活就好像在天堂一样，很高兴，那都是好现象不要住相。还有吗？没有的话要讲故事哦。有没有要问的？你还在问呢？好。后姐再问一个问题，好，就是说，极善之人怎么应对极恶之人？好，请说。这个呢，两个极端这个极善跟极恶，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佛性出来没有分别啦。然后我们呢遇到凡尘的事情我们去处理。那处理对众生有利益叫善，处理对众生有害叫恶。所以那个佛性它本来没有善恶啦，是我们处理事情的那个过程它有不同见解不同，处理就不同。然后呢，善恶的名声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了解说呢，那极善跟极恶是走两个极端的，要呢中道，一样他虽然说做得不好，那是他自己本身不明理，不明理就是无明那既然是无明的话，我们是要可怜他，不要落井下石，不要追杀，所以让他自己改过了。我们就需要这个与恶扬善。还有吗？没有的话，或许讲个故事啦好不好？这个挽留一下，慢慢想。有一个呢，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叫做周礼盘陀伽。周礼盘陀伽他这个以往好几生好几世都在修道，而且知道这个修持法门很多很殊胜，他都吝啬不肯告诉这个师兄弟都不肯告诉他们。然后他这一生呢来的时候他一样努力在修道，可是记性就不好，那个比丘的距离各位知道比丘距离吗？那个身语意业不作恶，莫恼世间知有情。正念观之意见空，无益之苦当远离。这个呢是比丘的距离，他们当比丘你一定要背要做。所以身语意业这个三业，就是只要你身语意业不作恶，绝对没有恶很重要的。那凡尘的众生勿恼不要去懊恼，因为他不了解所以知有情，有情就是众生莫恼世间知有情。然后正确的观念来观察知道，我们欲望欲见是空的。那无益之苦要远离，无益的苦我们不要去吃
对自己没有利益，对别人也没有利益啊，所以无为之苦啊，当然，这个比丘比丘尼他们都是要背来要做。那么这个周礼盘陀伽啊，他呢很努力的背这个句，前面2句背下来，后面2句忘了，很努力把后面2句背下来，结果前面2句又忘了。他每一次见到师兄弟啊，有500个追分呢，有500个师兄弟姐妹，他就很努力去问他们，拜托你教我那个记怎么念？开始的时候师兄弟还告诉他，因为他都记不来，以后看到他的时候就不敢跟他面碰面，就赶快避开了。这个周礼盘陀伽就很伤心，说我这么想修道都没人搞我搞。所以他就到那个树林底下想要去上吊，结果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出现了，说你不用上吊，不用自杀，我教你这个修道的方法，你现在这个师兄弟不告诉你，那个是因果报业，以往你都不告诉人好的修持法门你都不跟人讲。所以现在你的这500个师兄弟他也不跟你讲怎么样来修，那个句都不教你，所以这个是因果报应，你不要埋怨。那现在呢，就教你修持的方法，拿一支扫把给他，说这个叫扫把。周礼盘陀伽说，有实在的东西拿在手上，我会记得。然后拿一个笨鸡给他，那个装垃圾的，他说这个我会记得。释迦牟尼佛跟他讲说，你就不用到讲堂去听讲了，你就把讲堂内外清扫干净就好了。他说好，这个我会做。然后很努力一直清扫讲堂内讲堂外都清扫得很干净。那清扫干净我们一天都做这个工作。那个垃圾生得不够快他就没有垃圾可以扫。然后他坐在那边的时候他就想说我这个念头也是垃圾也没有用，把它扫掉。然后又来了，念头又来了，也是垃圾，把它扫掉。他从有形的垃圾扫到无形的垃圾，一直扫，一直扫，一直扫，扫到常光显现。已经进入无漏，结果他最早领悟了。所以各位姐姐，跟没有关系会扫垃圾就好，会扫的嘛。念头来了垃圾扫掉；念头来了，垃圾扫掉，会吗？会不会？很容易容不容易容易你做才会知道说怎么这么不容易，扫不掉的，又来所以要努力扫，来了又扫，来了又扫，只要你支撑的久了，真的无漏常光现前。还有吗？还有10分钟。没有人要问好，你说。你现在就是说，君子要居那个择善而居那就是别人邻居别人都是他们做什么事都不是你喜欢的，那你要怎么样心态可以？刚才呢，好，请坐。这个。在这个伦理里面有一个礼仁篇，礼仁为美这个责不处人焉得志，有没有念过？所以那个礼仁，那个礼就是积住了，仁呢就是仁慈，机智在仁慈，所以那个不是说我们身体的要住在哪里，而是我们的心要住在哪里礼仁，我们的心要住在仁慈，我们的心要住在仁慈，责不处人焉得志。你只要说不选择这个仁，仁慈
来安住你的身心，那你怎么有智慧呢？就是没有智慧啦，懂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那个居家哦，当然我们是希望说好邻居啊，好邻居呢大家比较好相处。可是呢，我们也要了解说这个恶邻居既然已经都相处到了，那你也要去去相处。那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身教来感动他。当然要一段时间了不是那么容易啦。可是我们就是要有那一种那个忍辱耐劳的那一种心，度化众生他会被你感动，就会慢慢的变成好邻居了。勉励自己勉强自己去做，这个不容易达到，是你会做到的因为或许所住的地方以前那个底下时常他们都在打麻将，很嘈杂有时候呢去养那个很大的狗一直叫也是很吵。之后一生孩子孩子整天晚上都在哭了。我说这个真的是拢袂烧声，哭了整个晚上，也都是在欣赏交响乐曲。现在有清静了。还有吗？没有的话再讲个故事这个由呢生理由呢我们的心理影响到生理。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希特勒是一个纳粹的杀人王。那么他呢要实验，说我们人的心理会不会影响到生理？他就抓2个战俘就是俘虏，战败被人家抓走了那个战俘，然后呢实验一个呢就让他站在旁边看，他把一个人的那个动脉把它割断了以后血都一直流拿那个桶子来装那个血然后血一流光了人就死掉了，对不对？然后在旁边那一个人在看那一个人他把他眼睛蒙起来，然后在同一个部位用那个冰刀来割肉会痛，他不会流血，然后用一个桶子然后用那个水滴的声音一样一直滴他一滴血没有流，经过一段时间砰砰死去了。为什么？就是心理它影响到生理，很厉害所以我们心理很重要这心正确的那个认识，正知正见很重要。我们呢怎么想我们呢身体都怎么变化？所以身体疾病很多呢，像或许这个样子就是思想太多了，想太多了身体就不健康。不过就是因为想太多了才会说，没有想太多你都讲不出来。还有5分钟、4分钟，还有10分钟，有要问吗？现在看报纸我就打开我就看到有时候就看很多个新闻是很多人就是车祸死亡、自杀死亡，当然有的人是寿终正寝，那这些人都是受因果，有承受因果。奇怪你在问问题，我听不懂你在问什么。我说我们现在看在报纸上有很多人就是社会新闻，有的是自杀死亡，有的是车祸死掉的。你在讲这个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叫横死不是寿终正寝，不是正命而死，是夭寿。
那个呢，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人在凡尘就是有一些灾难，有一些灾难呢，我们本来是可以避免可以避免掉，可是因为我们疏忽没有小心，所以在那个有灾难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去避开。那我们修道呢，就是要了解到这个佛性它会事先告诉我们，你有灾难它会事先告诉我们，很奥妙他你叫你为什么，你讲他唔係为倒边，为倒边去就拄到代志那个我们修持了以后佛性呢，他就会跟我们讲这一些事那凡人的话，他没有我们那个佛性出来跟他对话，所以他就会遭遇一些他的命之中的一些灾难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我们生活在凡尘有很多的横在我们眼前的一些灾难都会有，只是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就避开了有的呢避开就不容易那看了我们的那心我们心呢，假如说存着善念因为存善念那个吉神都在我们周遭保护我们。那假如说我们有歹念念头不好，我们周遭呢都是那一些凶神恶煞他呢在侍候我们，只要有那个一点点的那个不恰当，我们就遭受那个灾劫了都有这一种这个现象产生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恒时的是这个样子。那自杀的人呢，他也一样，有一些他自己的脑筋转不过来就是认为他没有办法来解决完成这一些困难他就选择一了百了，结果他不知道说这个没有了你还是要去面对我们到凡尘来就是来还债你债没有还完，你就想逃避那逃避不了下一次还是要来还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因果是定理，一定的道理我们呢要欢喜心甘愿受，努力的去面对保持我们要有善心有善念那旁边都会有那个吉神来拥护来保护。还有1分钟，有没有人要问1分钟再讲故事来不及。好，请说。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都要度父母、度亲戚朋友，可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经验不一样，像我是因为家里背景。好了，请坐。我知道你意思，因为时间到我回答你的问题。这个叫做你的心不够诚，你要度你的亲戚朋友因为或许在老千身边，老千时常都会这个问前贤去见老千的人，老千就会讲父母亲求到了没兄弟姐妹求到了没老千就讲他们不求，你跪着也要跪着请他们求。所以老千人很注重就是我们全家人都修道，那我们那个诚心不够，态度呢不够虔诚，所以呢感动不了父母。父母你的心，你是我从小把你养大的，你还搞你还会度我所以他会瞧不起你你从求道以后的表现完全都不一样可以让他感受到你的改变，他就会觉得说这道好，那我也要去求你就可以度成了。缺少诚心我们下课。各位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大家好。谢谢占道天师德、老千见大德，以及呢感谢各位前贤节或学讲。那我们呢接着讲这个上个礼拜没有讲完就是
六祖的无相咒，说通即心通。各位贤人听得懂吗？那个呢，都是我们呢以往有研究过一些耳熟能详的经典里面的经法。那我们讲到呢这个心通的部分因为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就没有把它呢这个讲完。所以呢，我们要呢这个心通就是要领悟，从心呢能够领悟真理，然后已经通达那个真理的世界，叫做这个心通。那么这个发现呢心通的部分是五祖。本来达摩祖师呢传到我们中国来是呢楞伽经有4本楞伽经，说我们呢这个适合我们中国人来修。可是呢到达五祖的时候就把那个楞伽经呢搁着，然后呢转收这个金刚经。所以从五祖开始就这个金刚经呢以主要的来这个让众生能够心通。那或许呢看这个金刚经能够让我们心通呢，就是在第一分那个序分第一分。因为第一分呢所叙述的全部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些这个日常生活那一种奔波尘劳的一个浅显，跟我们众生呢都完全是一样。所以从这一分呢这个五祖体会到竟然是教外别传，就是看了言行动作真理都在里面。所以我们呢了解说金刚经的很好意思就是在细分，完全呢都把整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呈现呢在所有众生的眼前。那我们可以看这第一分1250个人坐着要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那释迦牟尼佛一句话也没有说了，就周一持钵日舍卫大乘起时。那么以其城中次第7年，还至本处饭食器，收衣钵洗足以污咒而坐。完全都是叙述那个行为过程。那我们从这一些行为过程可以来探讨他最上乘的佛理，就是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了那我们假如说有研究妙法莲华经释迦牟尼佛本身也讲说他成佛已经很久了，不是至于这个落在这个凡尘这个现象这一个时候才成佛的，是早已经成佛了。那这个时候是示现要来带领众生我们佛世界的众生呢都能够修正成佛所以呢从这个开始的时候就到吃饭时吃饭的时候，那么吃饭的时候佛没有要求弟子出去呢这个乞食回来给师父出，没有，他自己本身周一持钵，然后入舍卫大乘乞食。这个呢就是已经在日常生活之中视现平等，众生跟佛都是平等的没有那个分别心所以佛已经呢不住佛相佛已经没有我相。假如说他呢是仗势他已经是佛成佛了，他就不用自己周一持钵呢
入社会大乘去起始。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是视线跟我们众生一样的身份地位，都是呢奔走尘劳，在凡尘劳劳碌碌。那我们就是要回光返照，我们在呢生活之中就有跟佛一样的那一种真理在，没有我相。佛已经呢实现了无我，没有我相。这个呢就是我们要修到一个最根本。我们有我相就修不成道。所以呢要把那个我相泯灭，没有我相。然后呢全部《金刚经》呢都是在破这个形象，就是呢把我破除掉。可是呢不说一个字没有讲一个字，所以没有法相。已经呢前面已经呢没有我相。那这边呢他不讲一个字，已经示现了就是呢没有法。那既然都没有法，也就不用法实那么没有法实法那个法相也没有，说佛已经示现了没有法相。那虽然呢没有法相，不讲一句话，可是很努力的他呢从实际的行为之中要众生脱离苦海，所以那个离开呢非法相。非法就是没有法，没有法叫非法他已经离开非法了，就是努力在修。努力在修又把形象抛掉，这样就符合真理了。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也要学学释迦牟尼佛没有我相，然后没有法相，没有非法相，我空的，法空的，非法空的，这样呢这个三空整个都呈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在第一分的虚分就这么的亲切佛示现尘劳，奔波劳碌就是告诉我们众生要修道，就在日常生活之中修道，没有离开日常生活了。日常生活就是在修道，所以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不要执着一个身体的我，然后也不要执着有法，然后离开了那个消极的非法，这样呢一空到底了，我们所呈现跟佛一样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这样听得懂吧？所以是很简单的在平常生活之中就可以做到。然后呢这个以其成中次第其语，就是因为须菩提是舍贫起富了。他的意思说呢，富有的人家福分已经要用完了，所以要把它接续，让他的福可以继续享受。然后呢那个大迦叶他相反，他舍富起贫，就是富有的人家他已经福报有了，不用再去给他种福。贫穷的人很可怜要种贫穷人的那个福报。那佛呢曾经这个骂他们说，虽然你们的意很善意善良，可是做法会惹起人家争议。一直呢这个给付舍贫的说你贪那个口腹之欲要好吃，富有的人东西比较多比较好吃。那相反呢这个舍贫舍富起贫人家说你的行为怪异，一定有目的都会惹起人家怀疑的心。所以我们修道人不能让人起怀疑的心。起怀疑因为怀疑就会颠倒想法呢都颠倒了。那我们颠倒以后，想法颠倒就会放逸，放逸了以后就会无明，无明以后就会贪嗔嫉妒，会悭贪嫉妒，就是那个贪的心很坚强，然后又嫉妒别人的成就都是从怀疑来。所以我们呢第一个修道就是要把怀疑去掉。
所以或许呢才说留半个小时给各位发问，就是要解除那个怀疑。那因为各位都不踊跃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只有留下10分钟。那再不问的话，我们全部都讲课了。不再留时间给各位问。那么次第其理就是一家挨着一家，不管是遇到贫穷或是遇到富有，全部呢都要呢去乞食。那乞食不超过7家，乞食的时候不超过7家，知道这个意思吗？为什么不超过7家？因为我们眼睛是2个，鼻子2口，耳朵2个，嘴巴只有1个，是不是7个？乞就是求我们7孔回来，所以那个乞食的意思就是求我们这个向外放的这个7孔全部都回来。各位先生不要以为说这个7孔是我们的可以用命令的，他不会听话。你命令他回来，他不回来的。要用求的，哀求他，你回来吧，你回来吧。我们7孔才肯回来。那7孔肯回来，我们做回光返照，功夫就很殊胜。精神外放都当众生我们精神收回来了，就可以成仙做佛。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就是要学着把精神收回来。所以在这个起食了以后就还至本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每天呢上班或是做生意都是向外去起食啦，都是手心向上，是不是手心向上？这个手心就是向人家拿钱手心都向上，所以都是在起食。那我们呢，这个上班下班了，做生意呢告一段落了，都要还至本处，要回来我们原来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可以说了，这个学生一放学了也不愿意回家，下班了也不愿意回去做生意一段也是很不甘愿回去所以都没有还至本处，没有，所以我们才流浪在凡尘，才6道轮回。那假如说我们能够还至本处都可以回到根源，往后呢一口气不来，就可以回理天了。那呢还至本处以后就是养生换死气就是要使这个生命能够延续。所以我们这个虽然身体是假的，可是毕竟要借假来修真。我们呢要修正，让它能够成就。所以身体还是要照顾了，要吃饭。所以呢换死气，气就是已经吃饱了。然后呢收衣钵，这个不收就挂碍，收衣钵以后就没有挂碍。然后洗足矣，这个洗足就是除尘，把凡尘污垢都除掉。我们台湾话讲都洗脚洗手，都是清净我们的身业。然后接着下来呢，就要呼咒而坐。那个呼咒而坐，就是要入定。就是呢，凡尘不关紧要的事我们都把它呢撇开，不要投入了。我们投入呢，就是要在我们的心境方面。所以那个呼咒坐，就是要入定。所以呢，五祖才把那个楞伽经因为楞伽经是对菩萨说很高的法门。这样呢，这个度就不会很宽广。所以改成《金刚经》以后大部分都能够接受。所以就改成这个《金刚经》。可是呢，佛他没有讲，没有讲说我是在示现。
那个视线是我们第三者旁观的人在讲的，这样懂意思吗？是我们看出那个巧妙才说的，所以呢第二分那个须菩提开口就称赞稀有，稀有就是很难遇到稀有。所以这个成佛了以后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49年讲经说法，49年都这样示现。那么在讲《金刚经》的时候已经将近70岁，都已经呢那个31岁证道，70岁都已经经过20几年了。那须菩提看了20几年，他竟然都没有看出巧妙，所以佛要传无上大法也传不出来。假如说释迦牟尼佛讲话说弟子们，我教你们修道，你们怎么都不努力修？所以我们从这个讲话里面就可以了解，我教你们修道，我相已经有了；教你们修道，法相有了，你们都没有努力修非法相有了，这样就不成无上这个大法。最上的大法都没有了，是不是不能讲？没有人看出巧妙，他传得出来吗？传不出来，所以他很也是很郁闷，真不准，都传不出来。所以当这个须菩提这样一讲稀有，如来善护念之菩萨，善护主之菩萨，然后就问说呢，善男信女发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要怎么样使它住下来？这个时候佛就很高兴，就称赞说善哉善哉。刚好呢正要传传不出去，你这一问就可以传了，这样懂意思吗？所以那个呢教外被传是从《金刚经》就开始。可是呢，佛在涅槃之前莲花示众才把那个名称说出来。莲花示众的时候就是那个大梵天的拿那花给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呢就拿来莲花这样呢给大家看，人天百万，莫之所措了，不知道那些冲向，只有大迦叶破颜微笑，有没有？或许有讲过一次还记得吗？就是把那一朵花代表我们完成所有的现象，用那一朵花来表现。然后谁看到现象？是不是我们真心佛性？对不对？我们的真心佛性看到现象，所以那个看到现象那一个。就是指轮翁，就是我们在完成所要追求的，所以那个大迦叶体会出来的，这么奥妙就是这样。那佛一看到呢，大迦叶一破颜微笑就讲话了，说无有正法隐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时候才把那个教外别传的名称这个讲出来，这样懂意思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正法，而且这个正法就是掩藏，就是我们那个玄关藏在那里。它呢是涅槃妙心，涅槃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的妙心，实相无相，实以实相的，可是它没有形象，实相无相。然后呢，不立文字，没有文字教外别传，所以在教内找不到，教内呢就是呢我们这个劝人为善而已所以呢讲到这个这个教这个教内教外，我们就想到达摩祖师的句各位都会念吗？达摩西来一次无全凭心意用功夫。若要此上寻佛法，比肩呢单干洞天府，就是将那个洞天府的那个湖水当成墨水，然后我们来写
写着一些佛法，然后呢，我们呢把所写成的佛法来看来研究啊，都找不到了，找不到佛法，所以呢，全凭心意啊，用功夫。所以这个达摩祖师到东方来，他就有意思啊，要让我们都是心通啊，这样懂意思吗？所以那个收通啊，就是所有的经典都叫收了，收性理心法，然后我们从性理心法通了，到达佛地了，那个就成就了，收通了。那心通呢，就是从心领悟了。那从心领悟我们就是要了解一定要从心源，我们心的本源啊做功夫。所以啊，佛学都有讲说，当我们这个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呢，那个就是心的本源啦。这个时候啊，它清清净净，非常的清净。所以我们用那个不生不灭的心啊，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呢就会成就，就一定会成就。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呢，我们这个之前这个有讲那个智贤禅师那个一己忘手持，有没有？还记得吗？一己忘手持，更不假修之。动容扬骨路，不动消然机。次次无踪迹，声色外威仪。知方达道者远远上西。还记得吗？有印象对不对？所以那个智贤禅师就是根气很好，他的师父那个灵佑和尚就是要成全他，所以对他讲说，你还没有出胞胎前你讲一句我要记，记就是要受记要使你能够成就。结果他就讲不出来，把那个所有学过的全部拿出来应对灵佑和尚都说不是，然后智贤禅师就请师父说，灵佑和尚说，我说是我的事不关你的事，是要你自己体会，所以他才这个行李打包回去了。他说这个道这么难修，我不修了，我要回去吃稀饭就好。在一个那个国师的那一个地方住下来，然后在除那个杂草的时候那个刀镰刀喷到那个小石头去打到那个直子，发出一个声音，这样，然后他从这一个声音领悟，说原来我们佛性当下都圆满具足所以他就一己忘手知，这一个出声音就忘掉能知以忘掉手知，没有能手了，所以就更不假修之，不用修了，已经到家了。这样你知道意思吗？那底下讲那个第三句动容扬骨路那个就是在教我们心的领悟啦，心通。就是我们容貌会有动作的时候是谁在动作？是不是我们真心佛性在使它能够这个极美动眼的那个形象出来，懂意思吗？我们脸部有表情那个有表情就是我们佛性在指挥啦，所以那个动容就是在教我们心的领悟。那我们从这个地方能够领悟就可以进入真理世界，回到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自性佛性。所以这边就讲那个心通的那个部分。那我们上次在讲那个心意识的时候各位的反面是不是修道入手？有没有印象？各位可能都没有带来，有带来吗？有带了就看了没有带来就听。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阿难，汝今意令见闻觉知，
偃弃呀，如来常乐我净，应当先择死生根本，一不生灭，言瞻性，一呀不生灭，言瞻性成，以暂闲其虚妄昧身，无缓言觉，得言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心。然后言成果地修正，如成浊水，自以静气静身不动，沙土自成，清水见前，名为痴浮，客尘烦恼；气迷成水，名为永断，根本无明。名相精诚，一切变现不为烦恼，皆合涅槃，清净妙德。这个呢是在《楞严经》里面或者把它摘录出来。所以我们修道入手从这个地方入手，就是呢跟阿难讲说，汝今意令见闻觉知就是我们众生呢日常在用的，然后能够偃弃遥远的契合如来的常乐我净。常乐我净是已经果上四德佛的果位上面四德常乐我净。那么应当先择，应该呢先要选择死生根本，就是生死的根本。各位先生，我们生死的根本是什么？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根本。我们没有根本就不会生死了，就是因为有根本呢，所以我们才会生生死死。所以呢要先呢选择死生的根本，一不生灭要按照不生灭，言瞻性成。言瞻性那言瞻性圆满湛然，我们佛性的原始状态用言瞻性成这个呢用这个才会成就的然后呢这个呢把我们所有的那一些妄想心那一些不实在的把它降服胡举那个呢我们呢所有的那个生灭胡举生灭，然后呢能够到达这个不生灭能够呢这个到达不生灭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不生灭来修持就可以这个严成果地修正。然后我就做比喻说呢如成浊水自以静气，好像呢我们呢盛一杯呢那一个浊水来放在那个器具里面，然后呢静身不动这个静身不动就是功夫了沙土自成，那个沙土它就会沉淀清水就会现前这个名为师傅，已经降服我们的客尘烦恼。客尘烦恼那个客就是住来来去去的客，然后尘呢就灰尘污垢客尘烦恼已经呢出服了。然后我们细泥那个泥巴去掉纯水都是清水气泥纯水，名为永断，根本无明我们可以把根本无明永远断绝掉了然后名相呢精诚，一切变现不为烦恼，皆合涅槃，清净妙德这个呢是我们手上那一份呢修道入手就要呢要用我们的言瞻性来降服我们的那个生灭性。所以我们了解说呢，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很重要修道呢才会成就了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我们不要说呢这个生灭心可以修成，生灭心修不成的，绝对修不成一定要不生不灭的心。那生灭心呢跟不生不灭的心，它是一体两面同体啦，可是两面。我们只有认识生灭那一面，不生不灭我们不认识
而我们现在呢，修道啊，就是要把不生不灭那一面啊，彻底的认识，把它启发。启发了以后呢，我们要培养，让它茁壮长大。这样呢，我们呢才会真正的进入修道的轨道。所以佛学呢一直都鼓励开始修的时候叫因地心，一定呢要启发不生不灭的真心。我们日常用的呢那个世心是生灭的，不要用那个心来修，那个心修不成道。各位这样听懂吗？可能会有怀疑都很少人讲敢丢，绝对不错的因为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很亲切都跟我们在一起，只是我们不认识它而已。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有说过吗？如来不与世间共争世间与我争，有没有？还记得意思吗？记不记得？那个如来不是在讲释迦牟尼佛，而是在讲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心佛性。每一个人都有如来，而我们的如来修养很好，都不跟我们的感觉器官来争前辩。我们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意都会跟我们佛性争。所以佛性大部分都失败了，拢争袂赢啦。目睭想要看，耳孔想要听，鼻孔想要鼻，嘴想要食，身躯想要摸，意念是爱的黑白受，拢伊家己会做主家己拢有主张。佛性咧甲伊讲迄如来咧甲伊讲，咱的本性不生不灭本性咧甲伊讲，讲莫看啦，莫听，莫闻，莫食，莫摸，莫受，拢讲伊袂赢啦。所以咱的本性就退位了，它就隐藏起来，然后准备收拾迄感官所做的迄业，拢都要甲伊收拾起来，都要去去接受迄个果报。很委屈很冤枉。什么人造成的？我们自己造成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真理。所有感官他都不负责任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他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佛性要出来收拾善后。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就是要全部都负责任感官要当家也要负责任。可是他负不起，他这个责任负不起，所以就不要叫他当家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呢我们讲那个修道入手，所以各位都还有资料呢可以看那个可以深入的。那么接着呢就讲我们上个礼拜有说那个普愿那个禅师所讲的句语，那么他有讲一个句语叫做若人见幻本来真，是则名为见佛人，圆通华华无生灭，无生无灭是佛身。再说一次，若人，假如说我们人我们人见不真的那个幻想那个幻，若人见幻本来真，幻本来就是真是则名为见佛人，他已经见佛了，见到幻呢就是真他已经见佛了。圆通法华无生灭，凡尘所有的万法都圆都通，不通是我们的世心不通进入真理都通。所以无昧无生是佛身，佛的身没有生灭
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佛身，领悟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那个就是佛身啦。所以都是一理通彻的。然后呢这个普愿禅师呢又讲说：满眼本灰色，满耳本灰身，文殊常处，观音赛耳根，慧三言一体，达四本同真，堂堂法界性无佛亦无人。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稍微把这个句有讲，可能时间不多就没有详细这个加以解说。所以我们满眼睛所看的本灰色，它不是形象我们眼睛所看的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满眼本灰色，然后满耳本灰声。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那耳朵听到，那也不是声音是听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才讲说文殊文殊智慧第一常触目。所以我们眼睛所看时时刻刻妙观察智都在满耳本灰声。我们耳朵所听到的不是声音，而是观音赛耳根。所以我们就能够寻声救苦全部都是用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来。那慧三言一体三就是我们法身、报身跟化身三个慧三，我们领会这三个身原来就是一体一身的。然后达四这个四就是妙观察智平等性智、成熟咒智跟大圆净智我们达四到达这个四个本同真，全部都是真心佛性然后堂堂法界性天堂的那个堂堂的法界性无佛亦无人，全部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我们从这个普愿禅师的这个句语我们把它延伸到我们在凡尘所看到的那个三佛一体。三佛一体我们最时常看到就是阿弥陀佛，然后上座就是观世音菩萨，下座就是大势至菩萨，对不对？那个另外三佛一体中间就是释迦牟尼佛，然后这个上座就是文殊菩萨，下座就是普贤菩萨，对不对？那么这个三佛一体是在告诉我们，佛法身都在我们身上那个佛中间我们先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佛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上座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那个般若妙智慧，也就是实以法佛法。然后那个身就是大势至菩萨是实以身，都在我们身上。佛法身所以佛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法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身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身。所以那个阿弥陀阿它翻成中文叫做本不生，密就是通塞天地陀就是如如不动的如那个意思，也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我们佛性本体就是无量寿。那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我们的佛性是不是无量寿？不生不灭是不是无量寿？所以那个阿弥陀佛就是我们本身那个观世音菩萨上座，观世音菩萨行生救苦，我们行着生来救苦就是法就是我们要发挥的般若妙智慧。
然后生大势至，大势至菩萨，就是呢，你知道真理的，要用很大的力士去完成它，大势至，所以那个是我们的行为。那另外呢，那个释迦牟尼佛，释迦就是能忍，仁慈的人，能忍，牟尼就是寂寞，寂碌碌不动，默就是没有声音。能忍寂寞就是我们的法身，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闻思就是法，就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所以闻思智慧最高。我们具备有闻思的智慧。然后普贤呢，我们知道就是要知道要实践就是普贤，普贤菩萨。所以三佛也是一体。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外面的三佛为什么它三佛并列？就是告诉我们佛法身，然后就在我们身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含义。这个是要我们那个心通心通呢，就是要了解说，全部呢那个形象借相来明理，借着形象了解真理。然后我们呢平常可能也都有这个耳闻说这个一指禅有没有？那个一指禅就是凡所有的人来问道他说呢这个是一指，这个就是道。什么是道？他就是一指。每一个问道呢，他都这样回答啦，知道意思吗？跟那个莲花示众是一样的啦。这个就是动，对不对？代表完成所有一切相。谁看到就是我们佛性看到。所以这个指禅，那个看到的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能够了解到不生不灭的佛性叫做心通，已经心领悟了。所以这个禅宗的传法呢，就是要心领悟。然后呢有一个呢这个和尚他很努力在追求这个道，所以呢到各地方去访道，去追求道。然后呢有一天呢他到一个寺庙，找那个主持人然后呢就问他什么是道。那个自厨没有回答他了。结果这一位和尚站了一会儿以后他想说可能是一个智持不会到了，所以他就想转身离开了。当他呢这个转身离开的时候这一个智持就叫说舍离就是修道人那个梵文的那个修道人。然后呢这一个和尚就回头。当他回头的时候那个住持就问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你回头？这个就是要他领悟了。当你回应的时候，那个就是道。这样懂意思吗？懂不懂意思？所以这个禅宗的教法，它是有一点就是不在文字语言，全部呢都是在心的领悟啦。所以那个心通就是比较困难一点。可是只要我们有心都通。各位通了没有因为或许在讲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说自己讲的那一种这个情形，没有看到形象。他或许在礼拜一的时候就看或许自己讲的那个 DVD 然后就看到这个后来不是或许那个嘴角都起泡泡嘛，有没有？而且是蛮多的所以或许看了很伤心。因为以我们台湾话来讲，是一种形象的呈现就是讲的内容不实在。我们台湾话都讲讲到嘴角全破了了，有没有？就是这个意思
那或许讲的性理心法已经20几年，从来都没有这个现象。所以当或许看到的现象，真的想哭啊！为什么？因为或许是掏心掏肝的，全部呢都是真诚的，希望各位都能够修正成佛，没有说讲不实在的话了。可是既然会有这种现呈现，那表示上天在警告后学，说你不要讲不实，你讲的话不实在，所以嘴角才会冒泡。所以或许一直在反省，说有没有不符合这个真理，跟真理呢不相契啊，是不是这种现象？可是一直检视，所说的完全都是从经典从真理出来，没有说自己去妄想了以后就把它讲，从来没有这个样子。所以或许很警惕啊，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一些注解经典的这一些圣贤们，他们都讲，不能用生灭心来说实相法，不能用生灭心来说实相。所说的完全都是从经典从真理出来，没有说自己去妄想了以后就把它讲，从来没有这样子。所以或许很警惕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一些注解经典的这一些圣贤们，他们都讲，不能用生灭心来说实相法，不能用生灭心来说实相法。那或许很怕落入用生灭心来说实相法。所以呢，我们就是呢要互相勉励的。或者既然有这个相呈现呢，他自己也会警惕。说呢，在这个讲的过程就是呢尽量避免落入那个生灭都讲的都是实相，让我们其实从心底会产生对自己有信心可以成佛。这个说通即心通如露处虚空，好像呢这个太阳处在虚空，所以我们呢说通心通了以后可以说已经全部都了解真理，心都没有黑暗，好像太阳那么光明，然后呢就在虚空之间没有住太阳在虚空之间没有住相。各位想想，太阳有住相吗？那我们都是要像太阳一样，处在虚空不住相，确实存在。所以我们呢要知道说，不要有黑暗面，都是光明。因为太阳表示我们般若妙智慧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呢，我们呢好像太阳一样处在虚空很理想的状态。唯传见见性法
所以我们呢就是了解到真理了以后，我们呢要告诉人家的要度人求道的，都要传这个见性法能够见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不要说把他带来求道就不管他了，他要怎么走该去讲。我们以往不是这样吗？有没有引导说你爱怎么做才可以成佛？有没有啊？有没有那样做啊？他算度人吗？算不算？这个送佛不是要送到7天吗？我们都不把人送到7天呢，我们自己都不会走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研究心理心法不是不度人，而是要就近的度他就是要他成佛。那我们自己本身一定要知道怎么成佛，才可以度人才可以使别人也成佛所以我们呢这个要了解说为传这个见性法。然后呢，这个出世破邪宗，这个出世破邪宗这个分成2个角度来说，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要出世，就是要离开苦海。那要离开苦海我们一定要破除邪宗就是呢不正，那个邪就是不正，歪了，邪了。正的宗呢，就是我们追求目标那个宗旨，要破除我们心里面那一个正确的念头，我们所有的见解不正确那个我见要把它破除掉。我们破除了我见才可以离开苦海，才可以出世。这样知道意思吗？所以我们呢要离开苦海出世世间就是凡尘出世就是已经离开这个凡尘了所以我们要离开苦海就是出世。那怎么样能够出世呢？就是要破邪宗，把我们那个不正确的那个见解都去掉。那什么样的见解算不正确呢？就是我们6根对6尘产生6识，那个见解不正确，那个是因缘际会才有的东西，都会随着外面的景象改变。所以那个不是我们那个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我们把它认为是，这样就叫邪宗。我们破除它，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个不是说出世破邪宗都要教人修法，别人都唔对要教伊钱变过来，不是那个样子的那一方面呢，我们已经呢到达佛地了已经呢可以成就了，然后我们要度化众生，也使他成佛。所以呢，视现在凡尘这个时候出世又是另外一个角度就已经视现在凡尘。我们呢都是佛菩萨来示现，我们本身呢都是佛菩萨，所以呢我们要带领所有众生都成佛。那众生呢观念不正确不会成，所以要把这一些呢不正确的观念告诉他们什么样的观念才正确？各位先生，什么样的观念才正确？没有一个知道什么样的观念才正确？不是有讲过吗？直心，直心就是道场，就是从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生发的那个直心那个就是我们要用那个是正见，正确的知见，也就是佛知佛见。我们用的佛知佛见就可以脱离苦海，这样会的吗？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努力来学习这个真理世界它不会变的，万年前万年后都一样，不会变的，经得起考验，
经不起考验的变来变去呀，那个是世心，是生灭的，我们不追求，我们追求的是不生不灭，常住的，是如如不动的，是佛如来，一定呢要有高超啊，超脱这个苦海的那个心智，我们呢要坚定自己的意念来完成。华即无顿见，迷雾有持己。这个佛法没有那个顿见，顿就是从凡夫地一下子到佛地那个叫顿，很快。见呢就是渐修，渐渐的修，慢慢来，渐渐的修。华没有顿见可是呢，我们凡人我们众生呢，这个迷跟悟就有差别。我们众生一迷了，千山万里隔跟真理隔了千山万里。我们一领悟了，就到佛地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领悟跟迷昧差别很大。只要我们起心动念，就叫迷，因为已经无明了。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时时刻刻都在起心动念，所以时时刻刻呢我们都没有用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假如说呢，我们用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时时刻刻呢都在觉，保持那个觉。有觉的时候不会起心动念，不会起心动念我们就没有偏离真理的行为。所有的行为都跟真理相符合，不造业不造业也就不受苦没有那个苦果，没有果报让我接受。所以解脱一定要自己努力自己了解真理，自己时时刻刻呢回光返照，使自己的心眼清清净净。这样的话呢，就跟佛都一样，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没有差别。我们所有差别就是我们迷昧了，所以才起分别心。分别心一有了，我们自然落入六道轮回。我们把分别心去掉，凡尘所有一切都是我们真心佛性，不用分别，这样呢就回到如如不动的真如本体回来。所以我们呢就要了解说，这个迷雾就有持己，那个持就是很慢你要领悟真理很慢，那个己就是很快，领悟真理很快。所以各位贤贤，假如说我们自己对真理一点认识也没有，而且一点概念也没有，那表示我们障碍多。那为什么障碍多？就是没有行善事，好事都不做，没有累积那个善的因缘，所以我们的智慧不开。那我们也要累积就是行善，帮助众生，努力的去做，然后又不记在脑海。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智慧会开，然后对真理的那个领悟就会比较快。一领悟真理以后进入真理世界，跟佛就没有两样了。是一定呢按照这个方向来追求。住相相都是无常变化，很快呢它就变化了相都已经变了，我们还住在旧的形象上面，所以我们就是很愚痴就是不聪明没有发挥我们佛性所具备的那个妙智慧。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就是要用，最好呢，就像那个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的第一分显现的那个样子完全都没有一个我相我的什么身份地位都可以放下，那个都是假的啦，不真。
所以呢，我们放下身段了，就可以进入真理世界。放不下身段苦了我们自己呀，自己受苦了。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我们自己有那个果相在的话，都很骄傲了，免不了的骄傲。所以我们不要培养骄傲，不要培养嫉妒，那个呢都害我们的，都不要有。我们马上知觉马上去掉。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做，只要都没有我相了。然后呢，这个修法，我们呢就修最上乘的佛法，就是万念放下，一念都不生，呈现的都是真心佛性，那个法执也没有了，然后努力在修，非法也没有了，这样整天都很想，只要你肯一段时间这样行持般若妙智慧一定产生。那有般若妙智慧我们就可以处理这个事情很圆满，轻重缓急都分别得很清楚。执持见性门与人不可惜都只有这个见性的法门，这个愚昧愚痴的人他没有办法，那个悉就是熟悉之道，就是不会知道愚人呢不会知道。那为什么会变成愚呢？就是迷了很久，都不知道呢这个布施帮助众生，都不知道呢自己能够努力这个行持，自己努力积善，我们呢这个生持得本，这个本钱那个得的本钱很够那个功都上才做得上去不够本钱呢做不上去的。收集虽万般，合理呢还归一。我们在收的时候虽然呢有万象有万事非常多收的时候有万般，可是呢回到真理的时候，合真理的时候还归一归到一，归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归到一就是道了所以知得一万事毕万事呢这个万业都毕业了。烦恼暗载中呢常息生慧日这个烦恼暗载就是说我们身体我们的身体呢就是烦恼的暗载很黑暗的房子这个烦恼的暗载常常呢需要生吃那个智慧的太阳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呢那个智慧就好像太阳一样，可以照破黑暗。所以那个佛呢曾经这个跟那个舍利佛讲说有1000年的暗示1000年那个很黑暗的房间他说我在这边已经居住有1000年的，所以我不愿意离开。问舍利佛可不可以不离开？可不可以？只要你点灯他就离开了，对不对？所以只要我们启发般若妙智慧那个烦恼暗载全部都不见了都没有了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他不管在怎么久的愚痴那个这个迷昧都没关系，只要你一点灯了般若妙智慧一出来了那个黑暗都消失了。伊无爱离开嘛，爱离开啦。你火甲点落迄暗就拢走去对不？对不对？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要把心灯都点燃照亮所有黑暗，让所有黑暗呢都变成光明拢已经成光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我们的烦恼暗载就在身体里面时时刻刻都要有般若妙智慧，要产生我们的那个般若妙智慧
把那个心灯啊，点亮。会不会点啊？会不会啊？对，会了就好。这个就是转念啊，只要我们一转念，转到正面的、善的，这个就叫心灯啊，心的灯啊已经点亮了，黑暗都不见了，自己光明，别人也光明，那个很响。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迟，六祖呢就讲说我们那个邪不正的那个心念来的时候，烦恼就跟来了。不正的心念来的时候，烦恼就跟着来。然后呢，我们正确的念头，是正见、正知、正见，从我们的佛性本体呀，出来的那个正知正见正来，烦恼就除掉，没有烦恼。所以很理想。我们呢自己本身呢努力，那么邪正啊既不用，清净啊自无疑，这个两边啊邪正呢我们全部都不用，把它呢这个抛开，邪也消失了，正也消失了，全部都不用了，就回到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所以呢能够清净。我们先从呢那个心念清净开始。一清净了以后啊，到无余涅槃，没有剩余啊，全部都修光光了，所有烦恼枝叶不见了，已经呢进入无余涅槃。菩提本自性啊，起心啊即是妄，我们菩提啊本来就是自性，菩提就是觉啦，我们自性啊时时刻刻啊都能够觉，菩提啊本自性。起心，我们起心动念啊，即是妄。那可见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啊，时时刻刻都在起心动念，我们都不知道它是妄，以为呢是正确的，所以呢才会让它毫无忌惮的起心动念。那现在知道啊，起心啊是妄，就不要让它起心动念，要起心动念呢，马上觉。这样呢，我们那个觉，时时刻刻都在，所以严照啊清净觉相，这样就可以永断无明方成佛道。静心呢在妄中，但正无三障，所以我们呢清净的那个心在妄之中。所以各位贤贤，我们要了解说呢，这个起心动念那个念头啊，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它不是敌人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差别在我们把功能作用当成本体，差在这里啦。那我们只要知道它是功能作用就好了，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静心呢在妄中，我们呢清净的那个真心就在呢虚幻不实的这一些妄的现象之中，所以才有那个普愿禅师若人见妄本来真，知道这个意思吗？不知道，或者在解说，因为我们修持了解到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是因为有佛性佛性它这个虚空无相，不拒绝知相发挥，它没有形象，可是所有的相要发挥出来，它都不会支持不会阻挡，所以我们了解所有虚幻这一些相，是不是从佛性生发？对不对？从佛性生发这一些相，甚至连山河大地也是我们佛性生发。那这一些相都是从佛性生发，那我们就是把它认识到，它是佛性生发的，不是外物，是我们的真心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已经认识了若人见幻本来真，本来就是真心佛性。
是则名为见佛人，你已经见到佛了，这样懂意思了吗？有没有一点懂的？一点点就好了，不苛求，一点点就好，所以呢，我们呢，只要认识真理，知道呢说真理的世界这么宽广，它虚空没有形象，可是不拒绝所有的形象发挥，所有形象呢都是因缘际会，缘聚则生缘散就灭，所以万象是从无而来，从无有，从有又归于无，对不对？都是这样自然的构成它呢，佛性不会拒绝，你要呈现现象的时候佛性不会拒绝，不让你呈现，你呈现这个不会长久，只要落入形象，它使以本身就使以生住异灭，一定生灭，所以有相有生一定有灭，所以归到后来又归入佛性本体回来，从佛性本体生发，又归到佛性本体回来，叫做摄用归体，收摄所有功能作用又回到本体。你听有无？一点点啦现在要求一点点就好，等到一点点懂了它就会慢慢扩充了，慢慢了解就会很多很大，这个不容易啦，真理很深色的，我们要接近它呢，要有一点恒心毅力。但正无三障，我们只要保守正知正见正确的真理的但正就没有三障，所以这个三障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它是使以烦恼，然后业报烦恼障，然后业障报障。我们只要呢心正了以后就没有了没有烦恼，也没有业，也没有果报，所以只要我们是从佛性本体是发的，那个呢都使以正了以后没有烦恼，然后也没有业障，也没有报障，果报都没有，这样了解吗？世人若修道，一切呢尽不妨。我们凡人呢要修道世人呢要修道，不管什么样的行业不管是什么样身份地位叫一切尽不妨，在家也可以，出家也可以做什么行业呢都可以。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有一些行业会增加我们的业障，那一些行业就不要去做。赚了100块要还1000块的，那划得来吗？一定划不来，对不对？所以凡人很多呢在做出一种事业，他赚100块要还1000块，甚至更多了，好像那个银行的付息一样，复利那个利息借了40万还80万时候竟然还没还清很吓人的嘞，到尾规间厝拢就要过，那个划不来，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人一切都可以修道，就是呢不要这个极限呢在一个形象我们有时候修道呢都会极限呢在一个形象，比如说。这个以往我们说出道这个修道就是要出家，出家才是修道在家呢就不算了。那现在呢这个一切尽不妨，不是现在，是在六祖那个时代呢就一样的。常自见己过以道即相当，所以呢这个常呢自己见自己的过错了。
那假如说能够常自己呀、见到自己的过错啊，就跟道啊已经相复合了。那个相当啊，就是相复合的意思啊。哦，我们呢常自见己过，各位有常自见己过吗？我们自己都没有看到自己过错，别人的过错倒是看得很明显，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会检讨别人哦，不会检讨自己啦。所以这个六祖是最摇头的地方呢，就是在这里。那我们假如说呢，回过头来常自见己过，不检讨别人，因为呢，别人有功德不会分给我们，别人有过错我们也不用去承担，所以别人对与不对哦，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呀。不要去检讨别人，这样了解吗？多多少少做一点。色类啊，自有道，各部呢，相仿闹，就是色类啊，有形有相的。这个呢就讲到连那个畜生道也在里面的，畜生道也是有道的，猫狗也是有道的，这些呢都有道。不要呢相仿，妨碍啊，懊恼。我们把它杀了，怎么样？这个弱强食啊，伊袂，迄个畜生袂害咱人，咱人会害畜生对不？咱较强啊，伊就倒霉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吃一定要还命，该食一命爱害一命，所以才有那个有德操我身，无德呢要还我命。有没有人说我给你杀，我给你吃？有没有？没有的啦，一定我们都很爱惜生命的啊，所以都要伤害生命的气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呢就不要去杀生。所以佛呢在那个大圣经经论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失人身，万劫难复。失掉人的身体呀，万劫恢复不回来，要恢复人的身体呀，恢复不回来。各位先生，那吃一半迄个迄母拉鱼呀，迄内底偌侪生命，要还多久？一命还一命啊，要还多久？很久那么小小的千千万万。离道别密道啊，终身不见道。这个离道别密道，就是我们离开自己啊本身，已经离开道了，要你到外面去找道，那终身呢都不会见到道了。所以佛就在我们自身呐，自己本身呢就是佛，要向外面求佛求不到了。所以我们都到外面去拜佛，所以以后呢就要拜自性佛，所以要求自己，自己啊本身就已经是了，所以不要离道呢别密道，不要离开道啊再找道，这样呢终身呢都不会见到的。泼泼呢度一生，这个泼泼就是浪费光阴呐，就是这个所做事啊，都无所谓事啊，无营养的做一大堆啊。我们在凡尘呢，很多那个事啊，都是不需要去做的，很多呢也不要应对的。可是我们呢都投入啊，心神啊去应对，那个都叫泼泼度一生，一生很快呢就过去了。结果呢都浪费啊，光阴生命都浪费掉了，到头呢还自傲，到头来自己啊很懊悔，没有这个把不生不灭的佛性修正出来。欲得见真道呢，行正即是道。我们呢要见这个真道，行正的我们的行持行为啊，是属于这个正确的。那这样就已经是了，就已经在道之中。自若无道心呐，
这个暗行不见道。假如说自己没有道心，这个最重要就是自己要有道心，要见道心就是人心要死掉，人心不死道心就不生。所以我们要先让人心死掉了，道心就生了。那么人心就是生灭了，道心都不生不灭。自己没有道心的话暗行已经在暗中在行走，不见道，没看到路。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我们假如说真的在修道的话，不看见世间的过错了，这个很重要。我们都没有真在修道，所以看到世间很多过错。若见他人非自非就是切走。假如说我们看到他人不对，他自己的不对呢，就是已经走到旁门了。所以我们不要看到别人不对，要时时刻刻反省自己。他非我不非，看到他不对我们当一个借鉴，就是不要犯跟他同样的事，这样我们就会有进步。我非自有过，我不对自己有过错，过错罪业要自己承担，但知却非心，自己把自己那个不对的心、不正的心把它去掉，知却就是自己去掉，那个非心全部去掉，打此烦恼破，把那个烦恼都可以打掉了，破除了。生爱不关心，常生两脚窝，就是喜欢讨厌都不落入我们心坎。只要我们不喜欢讨厌就没有取舍，不取舍就不造业了。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把这两个生爱，不要讨厌，不要喜欢，没有喜欢讨厌就是平常心。平常心就是道，我们用正确的那个态度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这样不造业，不受苦，解脱了。所以我们就这个勉励自己那个真爱不关心，不落入喜欢讨厌。我们假如说在这个喜欢讨厌的圈子里面很浓厚，我们老得很快了。经过没多久，你会假如听到亲朋好友跟你讲，哎呦，你那老在这，那表示你这一段期间那个得失的心真爱的心很浓厚，就会老得很快。那假如说我都过了，你没看到你那都没变，表示他这个真的可以脱离那个真爱，没有喜欢讨厌那个很理想。所以那个修就自己内心知道。那长生两脚卧，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很安然，很舒服就是这个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那个就长生两脚卧。易迷化他人知悉有方便。就是我们要度化他人，要救度他人，自己一定要有方便法门，就是要认识他的根器，要知道他需要用什么法来修，所以那个就是要有般若妙智慧，有般若妙智慧的才能够有方便的法门，可以度化众生使用。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就是要培养我们那个般若妙智慧能够呈现。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现。假如说你在疏通及心通部分一直讲能够疏通的，让他了解真理的，没有起怀疑了，那个就已经自性显现了。不管是说的人，不管是听的人自性都显现了。那假如说说不通都要再努力，努力说。
跟先人去渡人要不要收啊？用手比比的，搞我来安尼，那个要心通，心通呢要有根基呀，有根基呢，他才能够心通。所以呢，我们了解呢，这个让对方没有怀疑呀，已经呢自信显现，说的人听的人啊，自信呢都显现。佛法呢在世间不离呢世间觉，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佛法，就是在我们凡尘，不离开呢这个凡尘啊，要了解说度化众生呢，就是需要这个佛法，那佛法呢就在凡尘，不能自己呀躲入呢深山修，那个呢修成道的，不能成佛菩萨。可以成阿罗汉，可是那个独了汉佛会骂，那个骄牙败种，只有自己好就好，不照顾到别人。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这个佛法呢都是在世间，不离开呢这个世间觉。所以我们呢，这个求这个正法一定呢在凡尘，就在我们烦恼的身体里面，有正确的佛法。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可以把它呢表现出来。只要在生活之中，我们呢不住我相，不住法相，不住非法相，这样呢呈现都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只要我们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没有三心呢，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又是真心佛性呈现。所以时时刻刻呢都可以让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呈现，不会很困难，只怕我们没有心去做，最困难就是在这里，没有心去做就没办法。离世呢目的恰如呢求兔角，我们离开凡尘要来这菩提的话呢，就好像呢那个求兔角。这个小白兔它没有脚啦，头有壳，没有脚啦，所以救不回啦，这个兔脚没有，再怎么找也找不到。正见明出世，正确的见解，就是从佛性出来那个正确的见解，就已经呢离开苦海了，所以叫明出世，离开苦海的邪见呢明世间。那只要说我们的见解不正确就会在凡尘六道轮回啦。所以呢，邪见明世间，我们呢就是要从呢佛性本体发挥出来，那个呢直心，直心呢就是正见，正确的知见就是佛知佛见。那么学正俊达确，菩提性宛然。我们邪正两边都全部呢把它去掉，没有邪也没有正，恢复到一体，全部整体整体圆满湛然的佛性都呈现，那个叫做宛然，菩提性宛然，整个呢这个原始状态呢都呈现出来。那么此颂呢是顿教，这个无相颂这个是顿教。马上由凡夫地直达如来地，很快的就直达如来。译名大法船，乘着这个大华，这个船呢可以到达清净的彼岸，可以脱离苦海。迷闻呢经累劫，假如说我们迷昧了，没有了解到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稳性这就是冲晒整个宇宙虚空，我们迷昧了这个稳性要经过累劫，就是非常久的时间千生万世非常久，要经过这么久还没有办法成佛。悟者刹那间，一领悟了刹那就从凡夫到佛地了，很快。所以我们就是要追求自己要有心追求。假如说呢这个经典拿来的时候一看眼睛就很酸涩马上都想睡觉，
表示说我们业障很重。哦，要怎么样来处理呢？赶快了障，欢喜心甘愿受，不管什么样的景象呈现，都欢喜心甘愿受。去处理，处理以后抛开，这样呢很快那个障就了却了。一了障以后你再来看经典，精神很饱满。会不会啊？会不会经典拿来看就想睡觉啊？都还会啊？那还真的是蛮多的障。或许现在时常坐车看到有一些人都很努力那个坐在车上那个车在摇晃，他也一直在看他看什么？看什么？看小说啊！小说比较迷人要看经典哇，那个是没有人那么努力在车上看经典，看小说有，那个不管是捷运啊、公车啊、高铁啊、台铁啊，很多人都很努力在看，学生也一样很努力在看。那或许一看他的那个诗面那个封面就是小说那么吸引人经典假如说这么吸引人就好了。我们大部分呢都是对经典一看都不懂，不懂我就看不下去了，看不下去就把它合上。所以我们呢自己努力悟的刹那之间，这个要了解要领悟刹那之间那个之前的功夫要都够，之前已经呢有行持非常多善，让这个善能够生根，善根又成熟这样子才能够领悟刹那间就到佛地了。之前假如说都没有累积没有行善，善也没有生根，善根也没有成熟，你说要悟那真的是很难很困难不能够领悟所以那个领悟都是有时候都是要有契机那个契机就在我们累积善的那个里面，累积善的时候契机就培养成功了。有契机一有因缘上天会告诉我们答案那个答案来的时候有时候是陌生人的一个动作，有时候是陌生人的一句话，就让我们领悟了那个高兴不得了。那假如说我们都没有培养不可能上天按那个跟你讲，跟你讲，摆在头前你看，你嘛个看无，还看不懂所以要自己培养培养那个契机。那师父曰六祖呢又讲，说经仪大万事收持顿教，普愿呢法界的众生言下见性成佛所以这个六祖的那个愿望那个愿力就是呢普愿法界我们呢都是法界这个法里面法界的众生全部呢都是法界的众生，言下在言语的底下马上就见性成佛都可以见性成佛。所以这个三教圣人都是从心性修成，见性才能够成没有从事从相事情跟形象不会成，这样了解吗？事情跟形象都是帮助我们了业，跟众生呢结缘结善缘一个是了业，一个是结善缘这样呢我们努力去做，也不是说全部不做了，做
我们要了解啊，我们众生在凡尘啊，做才是幸福啦。假如说整天都无所事事啊，那个才是苦恼。有工课做吼，上欢喜啦。没有工作做是最烦恼。假如说没有工作做，各位同学，不要多久的时间那个忧郁症啊就会上升。所以要找事做。这个无事要找事。做义工嘛就没有这个收取呀那个金钱的免费承受，自己高兴呢，别人也高兴。这样过生活就不一样，不会有忧郁症。忧郁症的话很麻烦这个周遭的亲朋好友也会连累啊。在北部呢，时常会听到人家在讲手机的时候还讲得很大声，怕旁边的人听不到。我得了忧郁症啊！拜托你啦，拜托你来帮帮我啊！自己关在那个牢笼里面都不愿意出来，还拉了一大堆人把它塞进去啊。所以我们就是要自己能够了解自己呢，解开自己的问题。不但呢自己解开自己的问题，还要帮助别人解开他的问题。这样才是我们在凡尘的价值所在。不然要创啥？来凡尘要创啥？老钱时常讲说你到凡尘来，生了2个孩子就走了。你只有来凡尘做这个事吗？到凡尘来结婚生囝生嘞甲饲了大汉那就回去啊。这个时为始经啊，以观了道属啊，闻思所说无不醒悟啊。大家呢都能够反省领悟，一时呢坐离皆叹善哉，何其岭南呢？有佛出世。这边的何其啊，跟那个前面啊，那个五祖传道给六祖的那个何其六祖讲的何其自性啊，完全不一样的意思。那个呢六祖讲那个何其自性本自清净那个是说我们众生为什么向外去求佛啦，本来就记住。那么这边的何其啊，他就讲说想不到。想不到那个岭南啊有佛出世啊，所以你看文字是一样的，意思竟然不同，有很大的差别。那我们这个般若品啊，第2品啊，就已经这个讲完了，还讲蛮久的对不对？听详细不详细啊？这个有机缘的话还要反复的听或许问北部的学贤他说大概要反复听个1年有没有耐心啊？有。好，1年啊。不过或许导致因为这个心深深浸在内底20-30年啊，现在你看这拢白化所以各位都不懂。我说这家欠那也不懂，这个就是认知的差异啊。只要假如说会得在想，各位假如说像后学一样有那么久的时间呐，30年的领悟，20年的经解，还能多久啊？50年啊！各位假如说投入50年的时间那不只有或许现在这样的成就了。现在也没成就啊，还了一个。所以只要投入50年绝对呢绝对让透彻知道佛性呢不生不灭就是这样要这样修才会成，不是不度人的啦，而是要使他成佛究竟，度人呢度到究竟这样才算是很负责任的。
渡人啊很负责任的。各位负不负责任啊？我啊，无人敢回答，讲唔通讲，即马讲落去吼，我即马呢屈指一算吼，啊，拢都有遐济人啊。哦，我一日一日要互因成分吼，啊，唔知要偌久，还没有做吼，这个力就不足啊。所以我们要有那个冲天之志。在凡尘啊，一切都是假，就只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是真。那我们呢，就求真，跟六祖一样，唯作佛，不求一物。因为我们求一物啊，别的东西我们追求别的东西啊，有名有利有财产，一口气不来。全部都不是我的，没有一样东西啊带得走。那个时候一定后悔啊！一口气不来的时候，要知我嘛卖安呢，要知就上慢，难的就很容易的。好，我们呢这个接着讲，还有10分钟了还要再讲10分钟，才剩下10分钟了。我们讲疑问品啊，第3。有一天呢，这个韦刺史啊，魏师呢大会斋，就是呢韦刺史那个省长，魏呢六子大会斋在一起啊，刺史呢请师啊升奏，那么同官僚士士交融来拜。同这一些要听讲的人呢，一起这个拜六祖。那么问曰：弟子闻和尚呢说法实啊不可思议，这个都称为这个弟子。所以修道人不怕没有后代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三炷香一拿起来就会讲弟子某某某，对不对？你坐在上面下面就是你的弟，就是你的子，所以不要怕没有后代。后代很多只要你坐在供桌上，后代很多，弟子某某某。然后呢，闻和尚呢说法，实在呢不可思议啊！就是不能用我们的头脑来思，不能用嘴巴来论议。那么今有少仪啊，业大慈悲特为解说。那么现在呢，有一点点那个不了解、怀疑的地方，那么希望六祖呢能够大慈悲啊，特为解说，解说呢这个怀疑。六祖呢就回答说：有疑啊即问，所以我们有疑啊就要问，武当呢为说，那个六祖呢就讲说为你讲。那么韦公曰：和尚所说啊，可不是达摩大师的宗旨乎？就是六祖所讲的就是呢达摩祖师的宗旨，他的那一个去向，要往那个方向目标，那个宗旨。六祖呢就回答说是，就是祖师的传承，历代祖师传承。那么韦公呢就问说：弟子闻达摩吃法呢，梁武帝梁武帝呢问说：一生呢造世度生，布施呢摄灾，有何功德？所以这个梁武帝呢，他以为他在有形有相的那个现象界之中鼓励人家呢出家，度生呢就是鼓励人家出家呢当僧人，然后呢又当皇帝有钱造了很多寺庙，然后又呢布施摄灾，供养这一些修道人，有何功德？他以为他功德很大，那么达摩祖师就讲说15功德，甲破冷水讲实在拢无功德，然后呢这个韦刺史韦公就讲弟子未达此理愿呢和尚为说，
就是呢弟子啊不知道这个里面的那个真理所在了，所以希望那个六祖能够讲，所以我们从这一个现象界来了解，他呢那个这个造世度生布施那个呢那个慧斋那个都是有形有相的，那个叫人天的小果，就是天道跟人道的那个福报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呢不能称为功德，是福报是做了以后有福报，所以只要是呢在形象用心那个都是福报。那我们呢假如说要修持在形象也帮助众生，那我们做了以后把它抛开，不要记在脑海，那个就进入性分，就不是享受福报了，就已经是生殖得本在种植我们的那个道德的根本生殖得本所以最重要就是不记在心上。我们布施的行善的记在心上那个一定有果报，果报就是福报了。那福报一享用完了就没了，那我们都不要记在心上就是把它抛入虚空。那么这个呢福报就变进入性分，在我们佛性的80田中所以这个是最重要。那我们80田中有这么多的这一个功德所在我们那个德性就建立了所以以后就可以坐在供桌上。假如说我们都没有行善帮助人那个供桌上坐不住了人家一朝拜那个转想了坐不住了所以一定要有德要有实际的那个善我们那个工作才做得住这个呢就是实际的这一个情形。所以呢这个梁武帝呢跟他讲说15功德啦然后呢梁武帝说为什么没有功德？他说这个是人天小果，有肉之因虽有非实，虽然有它不是实在的。然后梁武帝说如何是真功德？什么才叫真功德？达摩只是说这个净智妙圆，3点水一个生那个净，清净的净，智慧的智，妙一个你字边在一个少女妙，圆满的圆，净智妙圆。真正的功德就是净智妙圆，懂意思吗？就是我们那个般若妙智慧那个才叫做真正的功德。有般若妙智慧我们可以帮助众生成佛，帮助众生成佛那个实际的就是有功德啦。所以净智妙圆，如此的功德不以事求，不是在凡尘这个事项上来追求，而是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就在我们本性中所以呢这个梁武帝一问达摩祖师呢就讲说如是的功德不以事求。然后呢这个梁武帝又问如何是圣地的第一义圣地就是呢最上圣的那个那个第一义然后达摩祖师就讲阔然无圣，阔很广阔阔然无圣，没有圣凡之分那个是第一义然后梁武帝他想我就是圣上呢就是皇帝皇帝不是称为圣上吗？竟然你说无圣，就是等于没有啦没有皇帝你就看我不起然后呢梁武帝说对正者是谁？达摩只是说不是，不认识
对症他得了五蕴啊，他的色受想行识啊，我哪知道这想？了解意思吗？所以达摩祖师说，这个根器呀，还差得太远了，所以他就到那个嵩山少林寺啊去面壁9年。各位先生，达摩祖师为什么要面壁？面壁做什么？是在等待有缘人啦。他的无缘呢，无缘的都不行，了解意思吗？所以都是要机缘成熟啦。我们渡人也是一样，也是要机缘成熟就渡得动的。假如说没有机缘那渡不来的啦。我们尽了心，所以我们佛老师也讲啊，说呢，自若有成，乐其事。假如说我们要度化众生，渡来的，我们乐其事。自若无成，志不凡。渡不来了，我们那个志向不平凡，这样就可以了。好了，剩下10分钟，再不把握的话都要剪掉了哦。这个问题呢，就是讲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没有喇叭啦，就是没有我们那个扩音器没有喇叭，那1、2千人要怎么样来听经啊？所以各位先生，这个叫做用我们的头脑来思啦，用我们嘴巴来论议不是进入不可思议。佛的音声释迦牟尼佛的那个讲出来的音声不用喇叭，它可以传到无量无边的佛世界。所以的目犍连不是有神通嘛，对不对？他有一次就是要这个了解说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那个声音可以到达多远？他就一直用他的神通一直飞，非常远的远了非常远，到一个佛世界那一个佛世界的人有6、7丈的高。我们不是只有5、6尺嘛咱5尺外对不？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5尺多，对不对？他到那个佛世界竟然是5、6灯啊！然后那个目犍连去到那边才变一尾糖，才剩一尾糖尔然后就吊到那个人的那个身躯然后那一个人想要去打他了，那一个佛主讲的那个佛不要打。那个是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叫做目犍连，你不要打他。还说那这是怎么这么小？一共娑婆世界众生的苦很薄，所以显现的形象就是那么小。然后那个佛就问目犍连：你来这要创啥？目犍连说：我要试一试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音声可以到达多远？他说你用你的那个意识要来了解佛的境界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了解说没有喇叭啦，没，不像我们现在这个人5、6尺呢无喇叭就无声。想了解吗？所以那个人年100万，这1、2千个也伤少了。人天100万都听得清清楚楚，甲别个佛世界也都听得清清楚楚。所以那个不可思议好吗？好，我多一个提麦克。陈讲师好。好。能不能请刘讲师简单把6道讲述
述一下，因为后学曾经在佛教他们里面的录音带，他把王爷马祖归到鬼道里面去，所以想说是不是请刘请分享一下，谢谢。把什么归到王爷跟马祖？王爷马祖哦。是哦。因为我们要了解到哦，他那个出发点啦，王爷马祖哦，就是我们所说的7天神仙呐。他是哦在凡尘啊有利益众生，然后呢他的福报，让他哦去当那个王爷马祖，也是要帮助众生啊，所以哦把他归入啊在鬼道哦，有一点哦那个归入的人啊，他的眼睛太高，所以6道呢我们了解哦就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释迦牟尼佛有时候把那个阿修罗道，他不归入这个三善道，因为阿修罗它可以所有的都可以到，不管是天道、人道、畜生道、地道、恶鬼道，都有阿修罗，所以佛不讲，只有5道。那我们呢，一般在称呢，就三善道、三恶道了。三善道呢，就是天道、人道跟阿修罗道；三恶道呢，就是畜生道、地道跟恶鬼道。3个善，3个恶。那我们了解我们一般的认知啊，那个阿修罗啊，就是要跟那个欲界第2天，就是忉利天，我们所讲的那个33天啊，那个就是忉利天。那33天是东西南北各8天，中间有一个第4天，皇帝的帝解释的是第4。那个天地呢，就是四体还一，有时候我们称呼它呢叫乔斯甲，乔斯甲跟那个四体还一，它都属于那个33天中间那一天的天主，忉利天呢都以它为主了，以这主人。那个阿修罗就是要争这个位置，要争这个位啊，争这个天地那个第4那个位置，会当领导这个忉利天，所以这个时常阿修罗呢就跟那个天地4乔斯甲在战斗，乔斯甲呢不会用般若战胜那个阿修罗。大部分的记载都是这个样子。那佛不把阿修罗归入在三善道了，因为他都有，因为他有福报了。阿修罗是有福报，可是没有德，有福没有德，所以他才当了这个阿修罗。那呢，我们要了解说在凡尘这个德很重要，我们培养有福报，那个福报会用完用就没了。那个德可以使你能够常住，所以我们培养德才是重要，这个是4与6道。那我们在讲的那个7天神仙就是这些王爷马祖这个日有神、夜有神这一些它都是在凡尘有利益众生、帮助众生，然后呢去到这个天道以后有一个位阶去讲。像个山西土地、王爷马祖，都有期限啦。这个比较少的500，比较多呢，它有这个84000年，有那么长。看看它在凡尘的程度啦，是这个样子的。对他人好是一种义务以责任，这个有何功德？这写的人心地好，就是对人好，这个对呢这个他人好呢是一种义务以责任。可是很多人都不认为啦，各位会认为说对别人家好是一种义务跟责任吗？会不会？会不会？会会那真的才奇怪呢，因为这个不符合真理。不符合真理为什么？因为在真理里面它没有两边，
你对别人好，那一定有坏啊。对别人好是责任义务，那对别人坏呢是应该。所以这个不符合真理。我们要了解的，讲出来的就是要符合真理。平常心呢才是道了。平平常常，没有说我对别人好，就是我的义务责任，那你就很骄傲了。那骄傲以后准备天上飞了，还1分钟，要有卖股的才可以哦。好。那因为后学是才疏学习，但是来上这个心理心法班之后，才知道说自己真的是佛性那在今天有讲师大讲说我们不能用生灭心来说实相但是在后学的在度人成全人的经验里面，却常常用生灭善恶喜怒这样子，都是用一种对待，也是一种，比如说离苦得乐，这也都是一种对待，但是用什么智慧来想？好，请坐，因为时间已经到，所以呢，或许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了解，我们说若以化他人，自悉有方便，有没有？我们刚讲过你要度化他人，你就是要有方便法门。那个方便法门叫做潜移之计，懂不懂意思？潜移之计不可以的，可是你在度化他，可以用，这样懂意思吗？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都是活泼玲珑。可是呢，我们就是要了解真理的本身不是不可以把活泼玲珑拉进来当真理。而那个是方法手段，目的就是要他能够进入修道，能够成佛，是那个样子的。你用什么方法？你可以自己用我的妙智慧，去呈现。你跟他熟识了以后知道他喜欢什么，你就讲他喜欢的，然后度他。度他来了以后，慢慢了解真理，了解真理以后，他就会去掉那一些生灭的。下课。谢谢各位点来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德，老天天大德，去感谢各位先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在讲之前先向各位说，悟的道经呢要送我们那个 DVD 跟 MP3， 已经送过来了。DVD 呢有100套，从9月26号第一次到11月28号第9次，总共有10篇，有来100套来。那 MP3 就是没有影像。就可以听的，也是一样9次，18个小时，收录在1片里面，有200份。等一下呢，下课的时候各位可以拿，而且可以多拿，要拿给那个亲朋好友也可以。不够的话呢，别部要再送下来。这个无限量要送给大家。谢谢各位北部的浅显。那我们呢，这个讲六祖坛经，我们讲到哪边呢？几页？我们讲到几页？35页。疑问品。35页。前面后面34页讲完。这个六祖呢就讲说呢15功德因为梁武帝以为他说度生呢出家出家呢这个修道，还有盖了很多的寺庙，他以为说功德很大，
那达摩只是跟他讲说，这个呢是人天小果，人到天道那个福报不算呢这个功德所以跟他讲说，虽有非实，不是实在的功德。那梁武帝问说，什么是实在的功德？他就讲说，净智妙圆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能够呢去领悟到它，那个才是真正的功德。因为我们领悟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可以成就成佛，佛了以后可以这个永远都在度众生，那个才是这个功德。而且又不只有佛世界那个佛世界都可以去所以我们要努力的修正这么好的机缘，上天呢大开普度我们都已经求到了要呢好好借着这个时候把它呢修成。那只要呢我们肯用心只要有空的时候假如说没有那个DVD 的那个机器放映，可以拿那个 MP3， 就是听的没有影像一直听，反复听。那有 DVD 的可以拿 DVD 回去看，有影像可以从那个影像里面的肢体语言帮助我们领悟有一些都很细腻可以从肢体语言领悟出来。那么六祖就讲说实无功德勿以先圣之言，不要怀疑这个先生讲的话。武帝梁武帝心不正不知这个正法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正法正知正见这个正确的佛法可以成仙做佛的。造世度生布施摄灾名为求福我们呢这个做一些这一些有形有相的这一些事那个呢是跟众生结缘就是呢求福福报就是有福报，不可呢将福变为功德，不能够呢把那个福报讲成呢是功德。功德呢在法身中，不在呢修福。所以功德在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体之中法身以法为身就是我们那个觉那个觉就是法身。那么师又曰六祖又讲说，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只要我们见性了，见到呢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那个就是功就已经有功了。那我们能够平等人跟人之间呢平等，然后人跟物平等，物跟物平等，全部呢都是平等，这样呢就有德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人之所以没有办法建立德性，就是因为心里面分别心很浓厚，没有平等。那只要我们平等了就可以有那个德呈现。那我们要了解说，以德服人，那个是心服口服以大道来服人那个口服心不服所以要以德来服人。念念无智常见本性真实的妙用。所以六祖就讲说，念念无智。六祖的念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念。念就是不要有阻塞我们呢这个念我们都会阻塞。住相住相呢就是阻塞的。那我们都不住相，因为知道呢这个所有的相都虚幻不实在，一直无常变化所以呢我们不要住在形象。不要住在形象呢，我们的心就自由自在。这个时候念念无智不会呢这个阻塞。那么常见自性真实的妙用，可以看到我们那个本性那个真实的妙用，就是呢佛性的功能作用。
就是我们生发念头，念头呢，这个生发也是我们本性的那个真实妙用，功能作用，所以我们这个一体会了回光返照体会了以后就可以这个很欢喜充满，能够呢这个见到自己的本性呢，名为功德。那么底下又讲另外的角度说内心谦下是功，外形仪礼是德，就是我们内心能够谦卑，然后呢能够呢这个放下这个身段，所以谦下这个很不容易做，我们都会有一种不知不觉的骄傲，就是我相在，我相在你就会骄傲。那我们呢能够这个谦卑，能够呢低心下气这样就是已经功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都是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内心呢能够谦下，然后外形仪礼，就是诚以中，然后行以外。我们心里面很诚，然后表现在外面就很有那个礼貌，所以呢内心谦下是功。外形仪礼是德，行持出来呢，都跟这个礼相符合，那个就是德了。那么自性建立万法是功，从我们的自性然后建立万法，我们就可以想这个地很脏了，然后我来扫，就是建立一法了。然后呢看到人需要帮忙，我去帮助他，这个也是建立，从我们自性建立的法，然后有这个小孩子过马路，车子很多，我们牵他过马路，这个也是从自性建立一个法，这样了解吗？所以就在生活之中我们自性可以建立万法，然后看到什么需要整理，什么需要迁徙，我们都动手去做，这个就叫建立万法。这样懂了吗？并不是说这个经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生活之中在生活里面我们自性可以建立万法一定要行持这个善不要做那个负面的。心体离念是德，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心体离念，离开就是呢所有的一切这个念它是包含所有万象，就是我们心里都能够离开念，因为我们有念我们就会有行为动作那我们离开念了以后那些行为动作就已经不会说不知不觉去行持，那我们的行为都在我们的指挥之下，都在佛性的指挥之下来做，没有业。那假如说我们不知不觉自相的然后再去做，那个都有业。那么不离自性是功时时刻刻都不要离开自性，就是时时刻刻呢都保持这个觉性有觉了就不会造业，而且都一直强调只要我们这个保持那个觉绝对呢不会这个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出来。那么应用无染德，我们呢用佛性呢那个功能作用来应用无染，不要染到呢五颜六色，尘垢呢都不要去染上，那个就是德功德。若密功德法身呢，但依此做，我们要找我们功德那个法身，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就是功德法身我们呢要找的话，就按照这样做就可以找到，是真功德，这个才叫做真的功德那个造世度生呢，那个是人天小果。若修功德之人心急不轻，我们修功德呢，就是心不会轻视别人，不会把别人看轻都会呢尊重，所以我们尊重所有的人就叫供养之佛。
我们尊敬所有的众生，尊重他，就叫供养之佛。因为众生都是佛，那我们呢在供养，供养非常多的佛啊，我们就可以生死得本。只要我们都尊重尊重所有的众生，不管他什么身份地位，不管他什么年龄，我们都尊重。这个呢需要内心做，从内心做出来，不是一个表面的。那么常行呢普净，就是我们行持出来，都普遍的，我们都尊敬，这个常行普净。这样呢，我们自己就不会骄傲，不骄傲就不造业了。我们骄傲就是在酝酿五蕴要落入现象做人。那么心常亲人呢，无我不断极致无功，心常常呢都轻视别人，这个是我们众生的习惯性，都看轻别人，看重自己。我们的习惯都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呢不要这个常常呢看轻别人，要呢尊重所有的这个众生。无我不断就是分别心就是你有他那个分别心很强烈，这样的话呢就没有功。自信呢虚妄不实，极致无德。我们这个心里面自己最早我们呢有没有真实的心？是呢这个应对的那个表面的那个都不是真的心，那个是虚妄。所以我们自己只要说虚的话，我们都知道那个虚妄不实就已经呢没有德。为呢无我自大，就是把自己看成是最大所以这个是最大的毛病所在。那么常亲一切故为什么会把自己看得很大，自以为是就是呢常常呢都看清看重自己外面所有一切都看清了。但是念念无间是功就是我们念念不要使它间断，就是那个觉我们那个觉性要使它间断，这样呢就是功了。所以我们呢一天24个小时回光返照大概都没有很长的时间所以都是念念有间断，所以功就没有。那我们呢就是努力使自己这个回光返照照到自己的本性它没有间断，这样呢就是功。那么心行平直是德，我们心力行使出来都是平，都是直直心呢就是道场那个平平常平凡平实平淡就已经呢跟真理都相应，所以呢就是德。那么自修性是功，我们自己呢修自己的那个佛性是功。那么自修身呢是德我们自己把身体就是呢很端庄这个人看起来都很舒服的那个呢就是已经在修德。三之是功德悉自性内见，所以功德要在自己的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里面见到，不是呢布施供养之所求也不是呢这个布施供养所能够求得来的。我们呢这个布施供养那个呢是跟众生呢结缘，是以福德与功德别。福德呢跟功德有分别。五谛不识真理梁武帝呢不认识真理，非我子师有过不是呢达摩祖师有过错。那么此时呢又问曰：弟子常见生熟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那么请和尚说得生彼火愿为破疑。这个念的阿弥陀佛，刚我们那个心通的部分有讲，各位都还记得吗？记不记得？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翻成中文呢，叫做无量寿。那无量寿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真心佛性就是无量寿。然后旁边不是有观世音菩萨吗？跟那个大势至菩萨有没有？那个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就是般若妙智慧啦。大势至菩萨呢，大势至啊，就是要完成我们的愿，我们立的愿要去完成，那个需要大势来做。所以三佛一体啊，我们不是讲过吗？有没有印象？因为很少推广这个了，没有说把三佛融成一体。阿弥陀佛呢，就是我们的佛性，那个上座啊，观世音菩萨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那个下座大势至菩萨是我们的行为，所以佛法僧，三佛一体，是一体的，在我们身上，就在我们身上，所以那个讲心通的部分啊，我们有讲过。有没有印象？有印象有听过就有印象。所以这边呢，次时要再问，说呢常见到生属，这个出家人跟在家人啊，念阿弥陀佛，然后呢愿生西方，就是呢要到西方，因为这个西啊就代表白，东方代表青色的，西呢代表白。南方呢代表红，北方代表黑，然后中间呢就是黄色那个黄中通一样，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那个中间那个黄啊，就是信，信居中，然后统四端，四端呢就是东西南北兼万善，我们要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因为这个信它可以统四端，它可以兼万善。只要我们相信自己的佛性，已经彻底的发挥出来的力量很大，就可以利益众生，不但利益自己而已，还可以利益众生。所以我们一定呢要相信自己。那么西方呢，就是代表白色，所以皈依白，皈依到我们本性的原来很纯白。那六祖呢就讲，说史经呢善听，慧能语说，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六祖一代祖师在讲他自己的时候他都称呼他自己的名字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时常也会这个不知不觉那个误用。比如说这个说小姐不能自己讲自己那个是别人称呼的。叫先生也是一样，那个是别人在称呼的，自己不能称呼自己先生。不捌咧，不知道理。所以不能呢六祖他就讲慧主已说，慧能已说。六祖要跟我们讲，他还讲他自己的名字。那么世尊呢，在社会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引导然后教化那个经文分明弃此不远，就是讲得很透彻呢，就是离开呢这个地方不远，那个西方要到西方就在我们生活之中，离我们生活呢不远。若论呢相说理数，假如说要讲这个形象，要讲它有多远，有108000108000里，有那么远。那么即身中呢12八邪，六祖就讲这个10万呢就是12，8000里就是八邪。八正道的反面他那个12就是我们身口意，身三道淫，口四恶口妄言绮语两舌，意贪嗔痴，这叫12
那我们呢加一个不，不杀不盗不淫，这样呢就叫十善。那我们呢行十善呢，就有天道的福分，可以享天道的福了。所以只要行十善就可以出生呢去天道了，可以当呢去天神仙。那我们欠人家也自己行，欠人家也行，也做十善，那就有转人圣王。转人圣王，我们这个名称啊比较少用就是四大部洲的一个统治者。那我们是南赡部洲一州了。各位贤贤，南赡部洲现在谁在统治啊？谁在统治1/4呀？不是转人圣王，转人圣王呢，他是管理四大部洲。那我们现在就是了解说我们南赡部洲这个1/4，那管理我们这个南赡部洲是谁啊？存疑留着不要有答案。身中的12八邪便是收圆，收圆为其下根，收尽为其上智，就是有般若妙智慧就是很近。收很远呢，就是根基就是他累生累世都没有修，他不累积这个善，不行善，所以变成下根。那么人呢有2种，华无2般。人呢有智，然后有语，有功的有巧的，2般，有2种。那华呢都是一样的，迷雾有疏，疏呢都是不一样，就是迷雾不一样，有的迷，有的领悟了，悟了呢就可以到家，迷了呢就在呢流浪六道。见呢有迟举，那个迟就是很慢，急就是很快，这个见见解有的很慢，有的很快。迷人念佛求生于彼，说迷昧的人念佛念阿弥陀佛要求生呢在西方。那么悟人呢自净其心所以我们领悟的人自己精进自己的心就已经呢在西方极乐世界了。这样了解吗？我们心一静了我们就在极乐世界，在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本身呢就是阿弥陀佛。所以我们都是已经阿弥陀佛了，不能做那个凡人做的事，都要做我做的事，会吗？会不会做？会了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我们的心一清了，我们的佛土就已经是清净了，已经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史今呢，东方人六祖讲的为次始是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只要我们心净了，都没有罪。那么虽西方人呢心不净亦有愆，那个愆就是有罪的意思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果？西方的人假如说他造罪的话，那要求生到哪里去所以凡愚不了自信我们凡人愚昧，然后不了解自己的不生不灭的佛性，不是呢心中的净土，不认识我们身中有净土。厌东厌西所以呢厌东厌西都是迷昧的。那么悟人在处一般，这个领悟的人在处就是地方所在不管在什么地方所在都一样不是厌东厌西的不一样因为呢什么地方所在都是清净，什么地方所在都是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在处一般。
所以佛言啊，随手住次呢，恒安乐。不管我们住在什么地方所在都是永恒的安乐所以了解到，只要心静了，全部呢都可以在很理想的那个极乐世界。那么使今心地但无不善没有不好的。西方呢去此不遥西方呢离这个地方不很遥远。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我们呢只要心没有那个不善，没有负面的，那我们就可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已经在了。那假如说呢有不善之心我们有生那个不好的负面的那个心，念佛往生难到念佛要往生念阿弥陀佛要往生的西方极乐世界很难到。所以我们现在呢那个一归空以后我们写那个白布条都写引，就是引，就把它引嘛，接引西方嘛，对不对？假如说他在凡尘都不做好事一口气不来就接引西方，可不可以？按照单细的话今呢劝善知识，先持12，即行呢10万。我们把12那个杀盗淫恶口妄言绮语两舌贪嗔痴这个12先把它除掉，就已经行10万里了。后除8邪，把那个8正道的8邪又除掉，乃够8000已经又经过8000里了。念念的尽性，常行平止时时刻刻呢都见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是呢回光返照我们把注意力呢收回来，都照见了自己本性，这样就已经非常理想的状态。那在行持的时候又是平等，又是直心。那么道如弹指，那个弹指就是刹那之间各位会弹指吗？比比看。对就是这样，这样叫弹指很快，一下呢就到了。遍睹弥陀就已经睹就是看见了，就已经呢看见弥陀了。所以我们看见自己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就是看见弥陀看见阿弥陀佛。此今呢但行10善，何须呢更愿往生只要行10善就可以了。不断的12之心合佛即来迎请。假如说不断的那个12的心，那哪一位佛会来请就是没有。若悟无生顿法领悟无生无灭的那个顿法，就是从凡夫地马上到佛地了，叫顿法。见西方呢只在刹那很快就见到了。那么不悟念佛求生呢路遥如何得达？路途很遥远不会到所以我们只要呢就自己领悟了就已经呢在西方极乐世界。慧能与知人呢于西方如刹那间目前便见各位见否？这个六祖呢跟大家讲说要把西方呢移到呢这个眼前来，各位愿不愿意见？那众皆顶礼云若此自见何须呢更愿往生？这个地方可以看见，那当然最理想了不要呢再往生呢西方极乐世界。愿和尚慈悲呢变现西方，把西方呢移到眼前来普令得见，让大家呢都能够看见。那么六祖就讲说，大众世人呢自色身呢是尘，我们这个身体肉身就是尘，眼耳鼻舌是门眼睛耳朵鼻子舌头
嘴巴哦是门，外呢有五门，内有一门哦义呀，那个一门。那么心呢是地，性是王，哦我们的心呢就是地，所以我们了解哦心地是地，心地好不好哦决定我们的一生。那么性啊是王。哦，我们的性啊，这个王各位填写，不是说当一个统治者啦，而是说这个啊一贯三，一贯三界，叫做王啊，一贯三界，了解意思吗？那个三横啊，就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然后一啊，那个一就是道。一贯三界就是王，这样知道吗？不是在讲国王啦，不是在讲那个王，而是说道啊贯穿三界啦。我们这个性啊，就是贯穿三界，这样了解吗？所以性啊是王，就是性贯穿三界，我们的性啊全部包含三界，不管欲界、色界、无色界，全部都包含。所以性就是王，贯，那个一啊，就是道，知得一啊，万事毕，有没有听过？我们知道这个一万事啊，这个万象都毕业了，知道这个道啊，万象万事啊，都在道之中，所以你全部都知道了，就是万事毕，都已经呢，可以知道怎么处理了。王居呢心地上，我们这个性啊，都居在呢心地上面。性在啊，王在，性去王无。性在呢，身心存，性在的时候呢，我们身心呢，都存。性去呀，身心坏。这个性去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身心就坏了，所以一口气不来啊，那个就性去了。然后身心啊坏掉了，烂了，很快就腐烂了。那么佛像呢，性中做，这个佛，我们要求佛啊，就是要我们性中来做，努力的从性中来做就可以啊，成佛。莫向啊身外求，所以求佛呢，要向我们性分之中来求，不向身外。自性迷啊，即是众生。我们自性迷昧了，就是众生；自性觉了，即是佛。所以啊，很容易啊，很简单。只要我们觉，念念无间觉，就是佛了。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啊，都可以当佛了。时时刻刻呢，都可以成佛。只要我们呢，自己呀，回光返照，不要呢不觉。不觉就是无明啦，无明就造业，造业就受苦，就呢轮回六道。那我们呢，只要回光返照，照见自己的本性啊，时时刻刻啊，都是佛。慈悲呢，即是观音，我们慈悲，慈就是以乐，给人家快乐啊，叫做慈。悲就是拔苦，把众生的苦啊，把它拿掉，也叫做悲。所谓慈悲，我们性分之中啊都有，慈悲喜舍数量心，性分之中全部都具备，所以我们要把它发挥。所以慈悲啊，就是观音，观世间的因生啊，行生救苦，所以观音。喜舍呢，名为世智，我们很喜欢，不嫉妒。各位先生，我们的嫉妒啊。那个啊，很内心深处的嫉妒啊，很深、很多、很大。各位有没有嫉妒心啊？看见了吗？最糟糕就是都没看见，都不知道自己骄傲。我们有没有羡慕过别人？羡慕的背后是什么？对，就是嫉妒了。所以当我们在羡慕的时候啊，那个内心深处啊，就已经在嫉妒，看不见的。
很厉害哦。所以或许在斗南离我们这边不远那个斗南有一个前贤他讲得很坦白，他说只要比我漂亮，我就嫉妒。因为本身也长得很漂亮，当护士长得也很漂亮，说只要比她漂亮，他就嫉妒。我说有这么厉害吗？他说你不知道啊，那个大家都不讲出来而已啊。大家都不讲出来而已，都有都嫉妒。所以或许才了解说原来是嫉妒这么厉害，看不见了在内心深处的。所以我们把它转变，随喜功德是无边。随喜看到别人好，我们随着他的那个遭遇喜欢，就好像我们自己本身的遭遇一样，很不容易这真的很不容易做了。别人有才能，就好像我们有；别人有钱了，有社会地位了，就好像我们有，那样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做。所以要随喜我才会讲说随喜的功德是无边要随喜，不要嫉妒。然后舍喜舍，那个舍就是不偏贪什么都可以舍布施。所以我们学佛就学这个字就好，舍就是什么都可以不要了。各位浅显，我们人生在世可以说什么都带不走的，可以什么都舍，什么都布施，把我相也布施了，把法相也布施了把钱财也布施了，把能力也布施了，都利益众生，成不成就？是不是很高兴？所以我们把这一个字我们人生大概最重要就是这个字舍。我们要跟人家字的时候你就马上脑海里面马上浮现舍舍掉，这样的话就不争了啦。好啦，导游底要教你稳规个拢胖去嘛，无要紧。这样，你看心都宽广，对不对？这样的话人生就过得非常欢喜高兴的，就在天堂了。所以舍从头到尾我们修佛呢，从头到尾都是舍，都是布施。我相舍掉了，快乐舍掉了，痛苦也舍掉了，都全部舍了。我们都是不舍，才烦恼很多都是不舍。一舍了以后烦恼也没有，连烦恼也舍掉了也把它舍掉了。所以呢，喜舍名为事智，大事来做大事的来做这个喜舍，能净呢即这个释迦释迦牟尼佛就是能净，能够清净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能净那个释迦呢就是能忍，仁慈的忍牟尼就是寂寞，寂就是如如不动，默呢就是静默所以能够呢这个仁慈又呢如如不动又进入那个利益众生的阶段没有言说的真正的利益众生呢，那个默拢无讲话啦认真的做众生看。平直即是呢弥陀，我们能够平等，能够直心就是阿弥陀佛。所以那个阿那个时候我们讲心通，不是说阿就是本不生嘛，密就是充塞天理，陀就是如如不动，对不对？都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它的功能它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人我是息密，就是分别心分别你，分别我，那已经呢就好像息密山那么高就已经隔绝了不亲了，不和了。邪心呢是海水我们心不正了，就变成海水。烦恼呢是波浪那个烦恼就是波浪
那个呢波浪的形成啊，就是有风，风呢就是无名风啦，无名风吹起啊海水，形成的波浪，烦恼呢就来，很自然而然。毒害呢，是恶龙，那个龙有善龙啊，有恶龙，那毒害呢就是恶龙，要害人的。虚妄呢，是鬼神，就是呢不真实的虚妄，就是鬼神，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鬼神啊也有负面的啦，有正面的好的福德正神啊，山神土地啊，那个都是正的。那个虚妄是鬼神，这鬼神呢，就是那个牛头马面啊，那个就是虚妄的，不正的。尘劳呢是疑悲啊，我们在凡尘劳劳碌碌啊，就是疑悲。贪嗔呢是地狱，所以我们呢只要进入贪，进入嗔，嗔呢就是生气啊。为什么生气？我的利益被人家损害了，所以我生气，就嗔。贪嗔呢就是地狱，愚痴呢是畜生，畜生呢就是愚痴啦，没有用智慧。善知识常行十善，我们呢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啊，行十善，不杀不盗不淫，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不两舌，不贪不嗔不痴，就已经善了，行这个十善。这样会做吗？会不会？都唔敢引的这引来爱做的，若无引后你要做人唔对啊，无要紧，所以常行十善啊，天堂呢变质，已经到天堂了。持人我，除掉呢那个分别心，你我的分别心把它除掉。西密山已经倒了。气邪心，海水绝，邪心气掉，那个海水都干了。烦恼无啊，波浪灭，这个没有无明风就没有波浪，波浪不吹呢，不起浪，烦恼就没有。毒害妄啊，与龙结，毒害一妄以后，那个恶龙都没有了，自心地上呢，觉性如来。从我们自己的心地啊，建立啊那个觉性如来，所以我们每一位都是如来，如如不动而来，我们呢都是如如不动，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就是如如不动，我们都如如不动而来。或许以前不是讲嘛我们那个真心佛性啊，是不是如不动？用那个照相机来比喻啊我们都有大概大部分都有玩过那个照相机我们知道呢，在按快门的那一刹那，绝对不能晃动，一晃动了以后洗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所以就可以知道假如说佛性是极限在身体的话，那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动？那我们看到的影像一定都模糊不清，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不管你动得怎么快影像都很清晰，对不对？就是因为本性是如如不动，动是身体本性没有动，所以我们看到的影像这个景象都非常清晰。我们从这个真理就了解到原来我们佛性是如如不动，动的是身体跟佛性没有关系他没有研究就不知道了没有研究不了解。像呢我们时常会讲说色空不二，色跟空色就是形象，空呢就是空间，所以色相跟空间是不是两个差别很大？为什么说不二？不二就是一那就是合在一起，合在一起知道吗？色空不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真理，就是我们空中我们这个看到的这个空中里面它有色。我们看到的这个空里面有色，就是呢水火风土凡尘这所有的元素都是水火风土，
包括我们的身体啊，也是水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啊。我们是借天地的物质啊，水有风土借来用的，不过100年而已啊，都要还给天地啊。那天地的万象形成也是水有风土，那么这个水有风土啊，就在空中。我们呢就可以分析了了解说，确实啊，空中有水有风土。这个水，我们现在用冷气、用除湿机啊，可以把水收集，就可以看到，对不对？从空气之中，从空间啊收到水，有没有？各位都有用过嘛除湿机或是冷气，它把空气呢都集中来，然后收成就变水。所以水。佛呢就是热度啦，说今天天气热的那个就是佛，包括我们身体也有热，身体假如说没有热度的话，翘翘的，所以佛我们也看到了。那个风呢更容易，只要你一手不动，然后一手动，风就有了，对不对？所以有风土就是灰尘啦。所以现在那个荧光啊从这个我们那个天窗照进来，然后我们从那个阳光的那个光线可以看到灰尘，就是我们眼睛啊看到最细的就是灰尘灰尘一集中啊就变土所以水火风土啊是不是就在空中所以这个空中的水火风土啊这个水火风土是色，空中是空空跟色啊，是不是合在一起？是不是不二？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色空不二，就已经合在一起呀。那我们假如说把佛性启发了之前我们讲耳根圆通了，大家都一直去给老师导听我。或许是要大家能够把佛性启发。跟整个宇宙虚空合成一体，要借着那个法门来修才快所以各位可以从经过那一次没有讲完，我们下一次就讲纲要，有没有印象？所以各位假如说没有印象的话，可以再看，因为有带100套的 DVD 给我们看你就可以看，然后把那个纲要拿来用。用了以后你可以把佛性启发，跟整个虚空合成一体。这样的话我们一口气不来满满都是路了，没有说没有路可以走了。我们凡人社会上一口气不来，他没有求道，没有修持，一口气不来，没有路来，无路通行，规个黑暗茫茫，要行一道无路，很紧张。所以家属要赶快请那个诵经团来诵经那个经就是径，就是路径，告诉他怎么走。你经个上伊就路行。那我们为什么不自己事先求呢？所以那个就是要我们事先把它启发出来，跟整个宇宙虚空都合成一体了，真正的到达如如不动。这个本体跟功能作用全部都已经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就成就了，以后一口气不来就不怕了。身体还给天地所有风土，那个不是我可以拥有的，身体都不是我们可以占据的。身体跟我们最亲对不对？可是我们不能拥有它。假如说可以的话在我们最年轻、最有活力、最漂亮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命令他停止，不要动了，我这样就好，可不可能？1分1秒一直过去1年一直过去，他就给你捞落来那自然就一直很老了。到一天呢，真的是100年以后各位先生，我们哪有还在完成？都不在了，对不对？去哪里了？100年以后，我们都到理天了啦，最好，大家都修正了，都成了，
都到离天。所以呢，这个就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自己要了解这个真理，真的需要一段时间呐。所以那个长期抗战，真的不是讲假的。要像六祖这样他不用听，他就可以受，就可以了解，就可以成佛。那个毕竟很少了，听2个小时可以了解也不多了，要听了大概1年，那个差不多。1年比较熟悉呀，可以进入，当你能够进入佛系之后一定是欢喜充满，很高兴的啦。这个千载难逢。要遇到上天大概普渡就我们这么幸运刚好遇上，不然没有的话像以往都要踏破铁鞋无觅处。我们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是都不知道宝贵知不知道知道真的哪个地方宝贵？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这个才是宝贵啦。身体这个天地的物质这红土没有宝贵的地方啦。最重要就是佛性，佛性最真，最值我们追求的，就是这个没有形象的，切实存在的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我们呢，这个能够自心地上呢觉性如来，我们如来能够都觉了放大光明，又可以呢把它的功能作用全部发挥，放大光明，外照6门清净，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6门呢都清净，能破6欲知天。这个6欲天呢就是4天王天。最低的啦，6欲天最低就是4天王天。第二呢就是忉利天，忉利天呢也就是我们凡所讲33天啦。忉利天是东西南北各8天，中间有一个第4天，皇帝的帝，解释的是第4。那个统领者就是四体还阴有时候就讲乔是讲，那个就是天主。忉利天的天主就是第2天，他在西密山的山点，4天王天呢在西密山的半腰，然后再上去就是夜摩天，夜摩天已经依空而主已经在空间了，然后再上去多帅天，我们老祖师还没有掌天坛的时候要管理多帅天，再上去呢乐变化天。最高的第6呢，就是他化自在天。那个摩西那个不行摩西所罗天就是第6天所管辖。那个魔王在住的地方也是第6天在管辖。6欲呢知天。那么自性内照三毒即此，我们自性来内照，回光返照三毒。各位学姐，三毒是什么？对，正确，就是凡尘最毒的就是贪嗔痴，所以这个有人要害释迦牟尼佛，用毒药给他吃。释迦牟尼佛他讲说世间最毒的贪嗔痴我都已经去掉了，没有比这个更毒了，所以毒他不死，他就把它吃下去。那个要害他的人看他都吃了都没事，那安内。他说最毒就是贪嗔痴，你这个现象毒这小事都不放在眼里。所以我们了解说贪嗔痴就是我们最厉害造业的因贪嗔痴。地狱等罪一时消灭因为呢能够回光返照没有贪嗔痴，没有贪嗔痴呢不会造地狱的罪。所以一时都消灭，内外呢明者不异西方，就已经呢在西方的当下就是已经极乐世界
不做此修呢，如何到彼？不按照这样做的话，怎么可以到？那么大众闻说呢，了然啊，见性，悉皆礼拜，这个具叹善哉，畅言普愿法界的众生啊，闻则一时啊误解，这个这个愿也是很大普愿，我们法界啊，就是所有凡尘之中的众生啊，叫法界众生，所以这个法界非常宽广，整个呢都是，全部呢都称为法界，能够呢听到啊，这个上乘法顿教的法门，一时啊都能够悟解，就是很短的时间啊，都能够领悟啊了解。那么六祖又讲说，善知识，若欲修行呢，在家易得，不由在世啊。所以这个六祖他就这个把那个修道的环境啊推广得很宽广，不一定呢要出家，说在家呢易得，在家也可以修，在家能行啊，如东方人心善，在家能够呢这个修道的话，好像呢东方人心善。那么在世不修，出家了以后呢，又呢被那个现象啊卡住了，所以现在很多的出家人啊，都被一些这个事跟相虚办，所以没有真正的努力的在修道。假如说真正努力的修啊，那个要按照佛定的戒律啊，就是不能除了三衣一钵以外，不能有东西，不能持续啊，没在添。我们看一看现在的出家人啊，身边很多东西，对不对？有的甚至都有轿车嘞，那个不可以啊，不可以，而且又不能自己煮来吃，因为戒律有严哦，没使家己去煮来吃嘞，家己煮来吃犯戒，要托钵，严不严格？为什么那么严格？就是要你成佛。所以佛制定这个戒律啊，你自己有办法煮来吃，你骄傲。我们都想到这个细腻的地方。你家己法度煮食，你就是骄傲。所以佛制定呢要起食，就是要降服你那个骄傲的心，这样知道吗？大行你拢会样做，你就骄傲。所以伊不是袂样做，是不要你做。为什么不要你做？没有你降服骄傲的心，骄傲的心你降服了，我相都没有，很不容易做了。所以我们偶像都很强，偶像强不强啊？都自我为中心，对不对？这个就是我相很强，所以真正的这个修道者，三衣一钵以外都不能有，连吃的东西啊留着下一餐吃，不可以。严不严格？很严格，就是要你成佛。在那一种现象之下，一无所有，要不要努力成佛？一无所有，才真正的是修道。所以我们就是体会佛制定戒律，为什么要制定了那么严格？就是要你成佛。那既然出家了，就是要追求成佛啊，对不对？那为什么还要再贪物质的享受？不可以。所以我们是爱之深呢，责之切。就希望他们出家人也能够努力的修成，然后呢，众生有榜样，可以看可以学，对不对？他假如说不争气的话，我们就瞧不起他，结果就害了很多众生，没有法可以修，不知道怎么修。
所以在世不修啊，如西方人的心恶，但心清净啊，即是自性的西方都已经死了，就已经自性西方。那么伟公呢又问，在家如何修行？这个导师问的比较贴切，实在的在家怎么修？愿为教授希望能够教导授予。那么六祖就讲，吾以大众说无相颂啊，但依此修，常以五同处无北。这个六祖讲出来都是无相颂，前面也是无相颂，后面也是无相颂，全部都是无相，没有形象，歌颂没有形象。那么按照这样来做啊，就常常跟六祖相处在一起啊，没有分别。若不做此修啊，剃发出家，一道何意？不按照这样修的话，纵然是已经剃发出家了，那跟道也没有利益。颂曰：心平何劳持戒？心都已经平了，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心不平。各位心平不平啊？平不平啊？这个倒是蛮难回答的问题说平嘛，佮敢若无平说不平嘛，佮对道咧不平所以这个平不平就看我们自己个人的认定。那六祖这边讲的那个平是跟真理相呼应，心跟真理相呼应心就真理，真理就是心，所以那个平是有一个规范，就是跟真理相等齐的，所以心平。那么心平何劳持戒？就说不用再持戒了，就已经到达了。持戒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到达目的地。目的地还没有到达之前，我们要用持戒来规范，才容易到达目的地。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持戒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我们因为持戒，把一些不应该做的都去掉，不应该做的都去掉以后，我们应该做的自然而然去做。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有持戒，所以有定力产生。因为定力产生了，我们有智慧。因为有智慧了，我们又增加定力，互相帮助，定力越大，智慧越高。这样就可以进入佛的智慧。那有佛的智慧，绝对不会造业的。不造业就不受苦，不受苦就解脱。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持戒是规范我们自己的行为。那我们可以自己看看哪个习性很强，不合真理，用持戒的来修。所以我不可以做那个。比如讲晚上睡觉之前吃宵夜，我说不行这个人要休息，肚子让他休息所以睡觉之前2个小时不能吃东西，把这个当成戒律。这样我们就可以由这个戒律去做到。以后习惯了宵夜都不吃了，也很自然而然。各位有没有吃宵夜还有有的有，有的没有了我们自己定就是了解到有3餐就已经够。你看那个这个出家人过午不食。那释迦牟尼佛讲他为什么要制定过午不食？因为那个外道在讲，人巴肚枵要死过袂使吃，你这有够受苦刑啊！那佛说不是，受苦刑，它有真理在。因为
制定啊那个曲池以后啊，哦，遐地主安尼真久来取食啦，迄唔是人咧煮饭的时间嘛去取食啦。啊，这样的话哦，引起人家困扰。啊，你无煮饭啊，要提啥互你吃？对不对？啊，所以我就制定戒律，说过午不食。经过那个下午1点以后啊，就不吃了。他的理由呢，就是讲我们吃东西呀，进去身体里面，它会产生能量。量产生以后啊，有生理的需求，心理跟生理不一样。生理就是我们身体本身的生出异昧，那个生理会产生需求，就是会有那一种欲望，就是男女之间的做爱，你吃的多了，养分多，心就在动在尿啊。就会有那一种那个想那个欲望，男女做啊。那假如说过午不食，那个摄取的养分营养没有那么多，生理需求就已经降低了，没有那个强烈的那个欲望想做啊，这样呢就可以减少造业的机会。所以就制定过午不食。因为我们人一吃饱了，所以佛才讲，我们吃多了有5罪。各位有没有听过？有没有？我们吃多了，第一个呢就是想睡，吃饱饭了就想睡。第二个吃多了就是多病。第三个吃多了就是有男女做爱那个欲望。第4个吃多了就是因为有病又想睡又有欲望所以不能不诵经典。第5个吃多了所吃的东西都是地生长，我们跟地结的缘很深，脱离不了这个凡尘，所以吃多有5罪。所以佛才制定制定过午不食。经过午时了就不吃，要到明天早上5点以后才可以再吃，很久所以那一段时间肚子一饿了精神很好，精神好就是修道，努力的去回光返照，照见自己兴奋之中有什么污垢。要赶快把它去掉，努力修就容易成就。所以我们肚子饿时候精神是最好的时候。所以那个佛就讲说弟子们都贪吃贪食过饱，这样会有病不要贪吃。各位先生，吃得太饱会怎么样？吃得太饱了以后，第一个很难受就是肚子了，肚子就很难受吃得太饱胀咧有哦，各位有没有那个经验？腹肚安尼胀咧，有感觉无？爱安尼直直行，行咧超1万步才会舒啊。各位知道走1万步要多久吗？我们这个以平常的速度1个小时可以走3000步，1万步你看3个小时才9000步就要3点外钟到4点钟，才有法度行1万步。每天都走1万步的话，健康有保护。所以要学就是觉得没事的话就走路走1万步，这个好多毛病都去掉了，一些病都不见了。那平单行吃饱了想要多一层，那个毛病会很多啦。
所以现在我们社会人士很多都是那个胖的超过厉害。所以慧姐在讲，他们为什么胖的那么厉害，就是喜欢吃那个炸鸡排。那个美国直接进口，从那个冷冻柜直接进口。那他为了要养那一些的畜生就是用生长激素使它长得快一点，才可以卖钱。然后那个生长激素都在那一些肉的里面，然后我们把它吃进去在我们身体里面产生生长激素，所以就一直生长，一个人就变成2个人了，不是很多嘛南部好像比较少，可以前你去北部看看，好厉害那个胖的真的是超过，看了都负担。那个心脏，我们要了解那个太胖的话，心脏的负担很重，还是不要那么胖不要贪吃。行止何用呢？修禅，就是我们行为都是止，是从慈心从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出来。行止何用修禅？就已经不用修禅，所以我们那个禅修那个禅就已经到那个佛性的边缘，不生不灭我们那个正心佛性那个边缘，就是修禅，已经快到了。恩则孝养父母，我们这个感恩所以我们能够少欲知足，欲望比较少。然后时时刻刻都知足，知道满足，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容易造业了。他能够感恩的人能够照顾到根源，照顾到不生不灭佛性，能够时刻刻都回到根源回来。所以恩则孝养父母，我们感恩。然后我们能够有今天父母把我们生下来养育长大，我们就是要回报所以孝养父母。那么义则上下相邻，这个义就是同胞手足，兄弟姐妹大家互相照顾，这个兄弟姐妹就是不要吵架要互相照顾。让则尊卑和睦，能够这个礼让，这个身份地位高的人可以让那个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尊敬上面的人，这样尊卑珍贵跟那个卑微的都能够和睦。仁则众恶无宣，我们能够忍，这个人就是安住不动。安住不动叫忍，我们安住在真理上都不动心的，那个叫忍。那我们一般把忍都是变成忍耐、忍辱，受了别人侮辱我们忍下来，这是别义不是总义。总义是安住，因为佛教它是无我，没有我了。既然没有我，就没有受侮辱的人，也没有这个侮辱别人的人，没有所以那个人它重要的意思都在安住不动。我们能够安住不动的众恶叫无宣，那个恶它不会宣扬、喧闹、喧哗，不会呈现出来。若能专目其否，这个就是教我们要很专心，自制古时候没有打火机，没有火柴，所以要取火的时候都是要钻木取火，就是取那个就是一个木头，然后我们用一个那个尖的东西一直把它一直抽到后来它出烟了，出烟以后火就生了，那个就是很专注了。所以我们就是时时刻刻要使自己的心都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工作的时候专心工作，
游玩的时候专心游玩，就是道了。道就是这样，很专的，所以呢，我们都能够呢专目其佛，就是很专注。淤女呢，定生啊红莲，淤女啊，花梅一定呢可以产生红莲。所以我们了解那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那我们以后各位想不想做那个莲花座？想不想做？那个莲花座是从污泥出来所以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凡尘这整个众生啊这么污浊的环境社会社会这么污浊的现象下，我们能够深入其中，然后温暖众生，这样呢就是淤女啊，定生红莲，一定呢以后有那个莲花的果味啊，让我们种。可以浅浅这一条位，莲花座。苦口的是良药，那个喝下去很难喝，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会听来安尼足无舒服的逆耳。一定是忠言，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改过啊，必生智慧。我们有过错啊，就要改，不要呢护恶不迁，改过啊，必生智慧。护短呢，心内啊危险，我们护短自己呢，那个不好的地方啊，不要去保护它，我们护短了。那个内心呐，心内啊，一定不是贤，贤能不是，一定不是，所以不要护短，不对就不对，承认，那我们呢，这个带领下一代也是一样，不要护短，他错了就要他向人这个说对不起，要向人道歉，不能去保护他，保护他是害他了，所以不保护他呢，是让他能够。跟人呢在社会啊立足，这样才是正确的。日用常行劳逸啊，我们在日用之间呢，时时刻刻啊，都能够劳逸，就是呢无条件的给人利益啊，那个叫劳逸，无条件的给人家利益。成道呢归有之前，我们这个成道啊，不是说呢不施钱财就可以成道。不是那样，是要从我们心性去修。菩提呢，指向心密。菩提是向我们内心里面来找。而劳呢，向外求玄。不要向外去求那个玄奥的。道呢，都在日常生活之中平平淡淡的。那个就是道。听说依此修行我们按照这样来修行。天堂只在目前，天堂呢就在我们眼前，所以只要我们心里改变了，整个我们的环境也改变了，周遭的人也改变了。那么师父曰，六祖又讲，三之事总需呢依据修行，要按照呢这个句语来修行，见取自性。最重要呢，还是要有自己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发挥出来，我们要见取，要见到，要取它来用，直成呢佛道，一直到成就为止，法不相待。这个法不相待就是佛法它不会等待我们，法它没有互相对待，一不一样？两个角度法不相待有两个角度。一个呢，就是佛法不等待我们修呢，它也不会产生忧屈的。我们努力修它也不会高兴的，它不相等待的。那法它没有对待，两个意思
有没有提出来？一个它是不等我们，一个是没有对待，所以呢这个法不相待。那么众人解散，这个六祖呢赶他们回去了，五归呢曹溪，我也要呢回去曹溪。众若有余却来相问，有疑问呢就到曹溪，然后来找六祖。那么此时官僚再会善男信女，各得开悟，信受奉行。这个是呢把那个说大概大家的情形呢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呢是疑问品第3。那我们还没到了，因为上次我们留10分钟说不够，这一次多5分钟，15分钟，好不好？都是现在呢大概还有20分钟，我们讲的这个定慧品。定慧品第4，师众语六祖呢开示跟大家讲说，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这个顿教法门就是用呢这个定跟慧为根本，所以最重要我们就是要追求定慧。我们佛性本身呢它就有这个定跟慧，只是我们都没有启发应用，差别只在这里而已。那我们能够认识了、启发应用的，就可以回到根本。大众呢勿迷言，定慧别。所以这边呢或许就是要讲六祖已经呢回到佛性本体了，所以定慧一体，定慧没有分别这样知道吗？那我们在修持我们凡夫地我们都还没有到达就是很深的程度我们要有那个构成，要有修持的构成。那修持的构成呢，就是需要戒、定、慧。刚才我有讲，我们因戒律因为守戒，使自己能够降服那一些妄想心，因为有戒律降服我们不合真理的行为，因为有戒律我们规范我们那个思想都是在正面光明。因为有戒律，我们走路不一样的人生道路，所以呢都是由戒来。我们没有戒胡作非为，那一定是六道轮回，一定呢在三恶道，所以这个戒就很重要。那我们自己内心自己去建立戒律，自己行持，自己做。那么之后，因为我们守着戒，一些呢不合真理的行为去掉，不合真理的念头没有，不合真理的言行我们都已经呢不在我们这个脑海之中。这样我们呢就会慢慢产生定力，就有定。而这个定是我们佛性本体所有。本体所有，我们因为有戒律以后，已经把它启发出来，所以那个定是从佛性本体出来，不像我们凡尘所学的去打坐那个定，那个定呢那个强制身体的定不合真理因为强制身体坐着不能动，那个是百物不施等于是佛性也不要。所以六祖很排斥说这个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副臭骨头何为立功课？所以拼除那个我们凡人那个打坐。那我们要了解，我们那个定力的培养是从我们内心拼除所有不合理的一切而呈现的。那呈现的时候有定力所以由戒生定。由定就生慧，智慧就产生了。那智慧产生以后，我们又会回过来帮助定力增加。定力增加以后，又会帮助智慧升高。所以这样两个互相帮助，
就呢定慧一直进入，恢复到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回来，所以叫定慧一体。这样了解吗？所以六祖就讲说呢，定慧是一体呀，没有分别，不是二。定呢，是慧体，慧呢是定用。我们就是了解呀，定呢就是慧的体，慧呢是定的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所以这个定慧已经融成一体。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呢这个用这个慧的时候有智慧，就可以把我们那个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因为有慧就会转成把意识转成智慧。那个意识我们要了解是因缘机会有的，智慧是本性有的。这样有没有差别？我们要用本性有的，不要用那个因缘机会产生的，因为因缘机会产生呢，那个千差万别，而且外面的形象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们不追求呢那个外面所有的那个意识，我们追求呢智慧。那我们可以把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我们不是开始就先讲吗？还记不记得？妙观察智后面还有3个字，叫什么？叫什么？对，就见辉功。妙观察智见辉功，就是见到非有为功用。那非有为功用就是无为。无为就是佛性本体了，所以妙观察智已经见到佛性本体，能够呢用这个慧来观佛性本体，那个智跟理就合成一起，理智一如，这个很理想，所以妙观察智见辉功，然后再把第七第七呢。那个莫那识我们呢就把它转成平等性智后面4个字呢？对，心无变，平等性智心无变。假如说我们能够进入平等性，人与人之中平等，人与物之中平等，物与物平等，这样的全部都平等，心没有变了，就已经回到我们那个本体回来了，所以心不变。然后呢，等到第六、第七已经转了，我们呢用第六、第七的妙观察智、平等性智来指挥前面眼、耳、鼻、舌、身5个，变成成手咒智。后面3个字呢？对，成手咒智同圆镜。跟阿耶识那个同圆镜圆镜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呢，第六、第七先转了以后呢，才前面的5跟后面的8，5就是眼、耳、鼻、舌、身5个，8就是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那个大圆镜智。后面3个字呢？性清净的，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性已经性清净的，他可见都很用心才会知道，才会记得，能够了解里面的意思我们可以去做，去做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走入正确的修道行列，已经修道的轨道进入了，你看那个火车从基隆它一顺着轨道走，就可以走到屏东了，对不对？还可以让钱从台东花莲又可以回到宜兰基隆，绕了一圈，就是因为有轨道。
哦，我们修道有轨道可以走，就走得很顺畅的，哦，就是这个样子。若是此意啊，哦，即是定慧啊等学，哦，定跟慧啊平等的来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定跟慧在修持的过程啊，假如说是定太多的话，哦，我们人啊会昏昏沉沉；假如说哦慧太多啊，定不够，我们人会轻佻、轻狂，这样知道吗？要等平等，跟慧啊平等，哦，这样呢才行得很稳啊，哦，好像那个铁轨哈，就两个，一个定一个慧，哦，这样呢很平稳。诸学道人莫也哦，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哦，个别，哦，各个分别。那么作此见者呢，华有二相，就是哦。回到呢佛性本体以后啊，就不要有再有心思了，再有心思就变成了那个法执啊。我们在凡尘就有两个，一个是我执，一个是法执，然后我执呢要努力去掉，不要执着我，完成了没有这个身体的我了，这个我就是如来，就是佛，所以我们进入啊大我，不在小我里面。当然，所有的法已经都去掉了，没有执了，才可以成就。那我们有法执啊，一样成就不了。所以法没有二相，只有一。那么口说善语啊，心中不善。我们凡人呢，最差别最大就在这里。口呢说善，嘴巴讲的都是好话，可是心中啊那样在想的都不善。空有定慧啊，定慧不等，有这个定慧啊，可是定慧呢都不平等。若心口俱善啊，内外一如，心跟口啊全部都是善，内跟外啊一如，都是一样的。定慧啊即等，那个定跟慧啊就平等了。自悟啊修行，不在于争，我们要自己领悟啊，然后来做。就是不再争了。你看那个一个战争的争旁边在一个言啊，就是在语言上在跟人家争论。我们凡人大概就是这样啦，把行无搞，要回来争这种搞。语言啊跟人家争论，争啊无赢，无来修书这个功夫，就是这样嘛。这个修书。唔捌输，修也唔捌赢，甲人相济唔捌输啊。若争先后啊，争这个先定先慧啊，争先后，即同迷人啊，跟迷昧的人一样，不断胜负啊。这个有胜有负啊，不断胜负啊，切争我跟法，这个我执跟法执啦，增加不离啊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四相就是两个字啊，能守，能守就有四相。各位有印象吗？或许有讲过啊，比喻啊，我们眼睛啊。能看的就是我相，那所看的就是人相，有能看的，有所看的，能守那就四相。能看的我相，所看的人相，所看的差别重生啊，是不是看的很多？差别重生，众生相。然后我们连续不断的看，叫受者相，四相。然后我能听，能听的就是我相，所听的就是人相。我们所听的不只有一个声音啊，非常多，叫众生相。我们连续不断的听，叫受者相，四相。
然后我能闻，我能吃，我能做，我能想，只要落入能手思想，这样知道吗？很微细所以我们要到达没有能手，就是从佛性发挥出来，没有能也没有手，直接直心没有能手。像我们扫地扫地的时候要人家称赞，有没有能手？就是有。你要爱我们鹅肉鹅肉讲那真骨力，他有期待了，有没有能手？就是有能手。那假如说我们是分内的事，应该要做的，他要不要做？那个时候做的时候有没有能手？没有。还觉得应该我做啊，你讲儿子我嘛爱做，你讲妈我嘛爱做。就是已经没有能手了。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也很微细的。你若爱红儿子那都唔应该我扫，我来甲扫，就是要红儿子啊，那就有能手就有了。善知识定慧呢，犹如何等？六祖呢又解说，犹如呢灯跟光。这个定慧呢，犹如灯跟光。有灯呢即光，无灯呢即暗。有灯呢就光，无灯呢就暗。那么灯呢是光之体，光呢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体是相同的。那么此定慧法亦复如是。定慧也是这样。有灯呢就有光，有光呢就有灯。灯跟光合在一起。师事众语，六祖呢又开示大众说：善知识，一行三昧者，以一切处行自作恶，常行一直心是也。这个呢，一行三昧，就是我们呢，这个所有的，这个心行也是三昧是正定，心行也是正定，然后我们做什么事也都是在正定。之中一行三昧，以一切呢处，不管在什么地方所在，行住坐卧，就是我们的思维仪常行一直心，就是呢从直心发挥出来。净明经引那个维摩诘经呢，里面呢就讲，说直心呢是道场，直心呢是净土，所以直心就是从佛性本体发挥出来，那个就是直心。然后直心再深入叫做身心，再深入叫做大悲心。大悲心也是菩提心也就是大圣心。所以我们了解从直心，我们最接近的直心出发，然后身心，然后大悲心，这样呢三心合在一起。那直心呢就是净土，就是呢我们到呢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净土。默呢就是不要，心行禅语，口淡呢收止。心里面弯弯曲曲，心在想的很多那个意念已经呢残取。那个残呢就是红颜献媚都迎合别人。希望讨到别人的欢心，那个呢就叫禅。取就是弯弯曲曲，口淡收止可是心都不止。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只有嘴巴讲，不从呢直心出来。但行直心一切法勿有执着。我们呢从直心出来，然后呢在一切法。所有万法里面不要有那个执着，不要执着了。迷人呢着法相，着了这个法相，执一行三昧，执以呢常坐不动，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所以六祖呢对这个这个常坐不动的这个凡人的这个打坐方法
是最这个排斥的最呢把它呢摒除在外，说不是那个样子，那样不对，对那个呢百物不施啊，就是连佛性本体也不要所以那样呢不可以。做此抉择啊，即同无情做这样呢来这个了解那个人啊，就跟无情呢，树木啊、石头这个都是无情啊。迄个石头啊甲树啊拢同款，六祖说你若坐咧百物拢不施啊，变做甲石头啊、甲树啊同款。树啊甲石头有法度度化众生？不可能，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不正确，那个法不正确。切是障道因缘就是呢障碍我们修道的因缘。三之是道须通流，何以且至？道呢得爱通流都呢没有阻塞的为什么呢阻塞了？教我们呢心不住法，道呢即通流。我们呢不住法呢，道就可以通流。心若住法，名为是福啊。假如说我们住在那个法，这个法包罗万象，所有一切呢都称为法。只要心有所住了，就是已经呢自己绑住自己了自福。若言常坐不动事又如呢舍利佛这个愿作临终呢，却被呢维摩诘喝这边呢我们就是了解舍利佛在临终呢在打坐，那维摩诘来就骂他了，说非是咒语，讲你安尼咧坐唔对唔对然后他跟他讲，不宜三界现身意，是为愿咒。不在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显现我们的身，显现我们的意，不宜三界现身意，是为愿咒。这个就是已经你在打坐了。然后呢，不起昧定而现之威仪。你在昧定之中那个昧定就是昧受想定，就是我们凡尘最高的昧受想定。然后在不起昧定要个底嘞但是我们显现知威仪，在凡尘显现威仪弄出来，可是内心呢不起昧定。然后呢，不舍道华而现凡夫事。道华呢你都不舍掉，可显现呢都是凡夫的事情，显现呢跟你内心都不同。心不住内意不住外，这个就是业咒。然后呢宜知见不动，修行37这个四道品。因为刚好剩下15分钟了，再把后面一个讲，说呢不断烦恼而入内盘。那我们后面这2个下个礼拜再解说，现在给各位呢问问题。有没有人要问好，请说，拿麦克让大家听到，问题也让大家听到。我想要请问一下，心通和我执怎么分别？一个一个问嘛。过去心不可有你问的等下就过去这个心通跟我执，心通就是心已经到达真理世界，心已经可以进入了真理世界，已经相应了。那我执就是执着一个身体的我，执着这个身体的我就是对真理不认识那个心就是没有通。所以我执我们了解就是看重自己的身体。不知道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是假的，不真。那心通了以后，已经看到
这个是假的，已经可以进入真理，所以是很大的不同。这样有没有听出来？可以好，你再问。就是说，了解事情的始末啊，这样放在心头。那还目前有3个问题。好啊，你再说。那后学之前有做一个梦啊，就是一个过往的前景，给后学三种颜色的光谱的球形光谱。那有一种颜色，就是有3种颜色嘛，有青的、橘的、白的。那个其实以后学的是那个橘的，那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啊？后学问别人别人不懂，那想说问看就想试。耍流氓啊！不要管他就好了。不要管他。对，那个不关紧要。那个对事情的了解，那个是一环心头一环，只是对事情的了解范围不大，就是比较狭隘。可是我们是从我们身边最容易入手的地方去做，那对事情都很了解了，那个就是心通的一环，已经在心通的范围里面是可以用的，只是那个要到达那个通达真理还有一段很长的路。那因为或许这个前面已经有还有好多这个问题来了，先把这个回答，不然这个我要带回去这个吃多五罪请再说一次是吗？再复习一次吃多有5罪，我们吃多了第一个就是想睡觉因为吃多了把那个血液循环阻塞了，都血液都集中在胃部帮助消化，头脑血液就少了所以我们就没有精神就想睡觉所以第一个是想睡多睡。第二个，因为吃多了会阻塞我们那个血管，所以多病会加。第三个，因为吃多了，身体产生那个养分，生理需求你就是想做爱，就是多欲望那个做爱。第三个想做爱，第4个就是有前面的3个，就是不能歌颂经典。你要投入要来歌颂经典，因为有多睡，有多病，有多云，所以歌颂经典就没有虔诚的心，已经不能歌颂经典。第4个，第5个就是你所吃的东西都是地所生长，你跟地结的缘很深，所以离不开地，就脱离不了苦海。所以第5个。六祖不鼓励打坐，为何留下肉身菩萨？所以各位先生，这个就是内涵那个外表形象行自作一做是最有威仪，而且又可以持久。那六祖不希望我们凡人打坐，因为我们没有抓到那个重点所在。你只要说已经启发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不管行住坐卧都可以，他不会反对的。他的反对就是我们凡人的打坐，把所有的念头都要打死。那六祖说不行。那个念头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你把它打死了，就等于打死佛性所以他才反对。是这个意思的，不是说他反对做，这样的意思吗？那个行住坐卧那个坐是持久，而且又有威力，所以还是以打坐来给人看。
释迦牟尼佛也不鼓励我们打坐啊，可是我们看到形象，出来都是打坐，就是这个意思啦，就是重点没有抓到，不可以，要抓到重点，你要用什么形象来实现完成，那个都没有关系呀，都不关紧要，只要是在一定要了解说发挥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才可以，不能说你百物不施啊，然后做了就跟无情石头树木一样，那没有利益啊，对你没有利益，对众生也没有利益。你已经了解到佛性，你可以度化众生，然后你可以现威仪啊，让众生来学，那有什么不可以？这样了解意思吗？好。在法会之中呢，向恩师请示啊，因为耳根圆通呢，很多浅显呢听不懂，是不是呢？能请刘讲师不要讲太深，后呢这个改变的方式，其实因为各位就是要了解为什么或许对那一张那个耳根圆通的讲义啊非常欣赏，就是累积很久的智慧才完成的啦，所以讲得很圆满。那或许后来在想，那个都是长时间的心虚才有办法接受了。所以后来我会想说这样也好，先把那个入门的那个方法先跟各位讲，所以才在隔一个礼拜来的时候直接就讲观世音菩萨讲的经文。那我们从他的经文进入，以后呢有机会我们再来讲那一章耳根圆通的讲义不是说不讲，而是说呢放在后面，我们从浅入深嘛。那个因为或许看起来真的是很浅。是白话，可是各位就是听不懂那台北的先贤也是反映说你讲的白话真的是白话，那个话不是很深可是不懂就是不懂啦。那以后听了很久以后懂了，还是知一些话。那知一些话懂了以后，再拿以前的那个录音带来听还是一样。讲的话还是一样一样的话，可是不一样的心境，心境不一样，然后结果就不一样。所以就是我们缺少那个熏习一直熏习的话，很多先贤呢北部的先贤都跟或学讲说在研究那个《道德经》2年前才听过他现在讲听得很清楚，都了得分明。拿2年前的录音带出来听2年前已经有 MP3 了，他又放出来听，竟然讲都一样。我在讲没有改变都一样。他在想说怎么我的变化那么大？那个时候2年前完全不懂，他现在了得分明，怎么会差别那么大？他自己也在讲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我们的心习够了而且在行止方面有累积这个善那个呢听懂的那一个成分也就增加了，一懂了以后就很高兴了所以这个真的有时候也强求不来，不懂就是不懂，不知就不知。像或许以前不是有10年的摸索吗？那个时候不是不努力是非常努力全省跑到所有的地方可以问的都去问可是问出来的答案我就是不满意都不是安呢，会不会不是安呢？就是不是那后来还是自己摸索出来，就经过30年。我想真的够笨了，这么简单要30年，不是讲吗？有没有？
就这个样，不懂这个就是不懂，很简单就是不懂。要懂的时候啊，要单单哦，就会这样了。以后各位了解也是会这样。所以或许不是说有200片的那个从我们9月26号第一次上课，到上一次的11月28号，录成一片MP3，你可以一直听18个小时，那还可以再录多一点因为我们只有讲到只有9次18个小时，所以各位呢就可以没有时间看的话，可以反复听一定够的啦。我们这边还没有到200位，各位还可以多拿。你有亲朋好友他很想研究，也可以多拿。那 DVD 有100套，一套有10片一套20片，一样也可以多拿。北部呢，前些北部的道心无限量供应，我们要多少他就要多少给我们，所以鼓励大家拿，摕回去看，摕回去听。会不会啊？会所以这个呢，我们呢过一段时间呢会再讲。这个照这样讲，1个月听不懂呢3个月听不懂，没关系，要继续听，经过呢半年1年以后就会这个听懂。那么现今呢？修内德很重要，大家呢要出来听，请向呢这个各位点老师这个转达，谢谢你。还有1分钟，还有问题要问吗？这边都没有了。好，请说，拿麦克风，让问题大家听到。后学看了不少遍很多次，经典都不敢拿到厕所去小便。有的在火车站，学生这个书包就放在椅子上就去小便，万一被人拿了怎么办？我要去火车站等我，你讲我讲了你在狗两包狗嘛，没放给，万一丢掉了怎么办？对不对？诗是这样子执着，大家都说这孔子讲的这别人写的，甚至有后者也看到，一个手环都放在家，那是佛书，没使去放掉，这样子怎么样？谢谢。这个个人的那个修养，我们尊重这个古时候这个字得来不易，就是很尊重这一些字，所以不敢毁伤，那个是他内心的一个维护这个字来也不容易。那我们呢，就是要用很多的角度来看，比如说报纸呢，它有很多文字的。那我们假如说以会物利用的话，报纸不是可以包很多东西嘛，对不对？那个是以会物利用的角度来看报纸。那以文字的角度来看报纸，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大家都尊重文字。可是，在某一些现实的现象之下，我们可以活泼应用。不然我们脑筋缺少那个灵活度该活泼应用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活泼玲珑已经不符合真理了。可是我们要用就是要能够让我们那个很宽广的那个世界呈现。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人用的，给我们人用。怎么用看我们的心你能够用到最善、最好、最让人舒服，最让人方便，那就对了。你做出来让人感到很卑扭，以后人家就敬而远之那你成功还是失败？看到你这样紧走，那就失败了。所以我们就是要活泼应用，不局限、不固定的啦，法无定法。
哦，大家都欢欢喜喜就对了。下课。谢谢各位同学。讲到那个舍利佛愿作林中，却被呢维摩诘喝，对不对？我们讲到这边呢，就把那个维摩诘经里面有关于那个舍利佛呢被维摩诘在念的那一段，就是呢。维摩诘跟舍利佛讲说，不必是咒为愿咒就是他的咒不正确这个呢不是真正的我们呢这个追求的那个目标所以维摩诘呢就跟舍利佛讲说，要怎么样才叫做愿咒？就是静坐的意思，安然而坐。他说：“不以三界现身意，是为愿咒也。”就是我们先在凡尘，不要显现我们的身，不要显现我们的意，不要在三界意界、色界、无色界现身意，听懂意思吗？就是我们私人的这一些情绪，私人的这一些。这个在凡尘所表现的这一些都把它去掉。没有在三界显现我们私人的那个意念、私人的情绪都没有，都没有了。这个是静坐的那个目标。我们要静坐的时候就是呢，不要在三界显现我们的身，显现我们的意，因为身的显现就是业力，业力也把我们推到凡尘来，才有身的显现。那个意就是我们的私心所以不要在三界现身意，就融入整个不生不灭那个真虚佛性本体，这个才叫做安然而坐。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他说讲不起昧殿而现之威仪，之威仪就是行至作恶。我们在很的所有一切要显现。那我们呢显现之威仪的时候不起昧殿，就是内心在昧殿之中。那个昧殿就是昧受想殿，把凡尘所有受完成的所有想都把它灭掉，没有完成的受，没有完成的想都没有。然后我们进入那个定，就是我们修最高在凡尘能够做最高的定力，昧受想定。现在呢，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那个大迦叶就是进入昧受想定。在云南的鸡足山中，在等待弥勒祖师下生。那进入昧受想定不用呼吸，也不用吃饭，可以很久，那个都不可思议。所以要我们的内心到达那一种状态，不起昧定，然后呢显现知威仪，就是从我们的知威仪行至作恶显现的时候观念的所有行仪是我们自然而然从佛性本体发挥，那内心呢全部呢都在本体之中，这样了解意思吗？比较深这个都不可想象。那第三个呢，就是不舍大法，不把道舍掉，也不把佛法舍掉，而现凡夫事。显现就是凡夫的事情，可是呢，内心呢都守在那个道，守在那个佛法，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是为愿咒。所以这个全部
都走入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第4个呢，就是以知见不动而修行37品，就是我们呢，对凡尘的所有一切知见，我们的见解，我们呢都不起心动念，知见呢不动，然后修行呢37知道品。各位先生有没有听过37知道品？可能有的有看过呢，有的都没有看过。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那个37知道品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凡尘讲经说法49年的最重要目标。所讲的49年离不开37品。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四念处。四念处有印象没有？我们有讲过有没有？就是观身不净，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有没有？这个就是第一个四念处。那么第2个呢，就是四正勤，很正确的努力这个精进正勤，就是呢这个以生善令增长，为生善令生，以生恶令断，为生恶令不生，4个就是四正勤，有听过吗？那么第3个四神足，神足就是神通的基本功夫了。神通，我们要神通的基本功夫。那么这个4个第1个就是欲望，就是要有强烈的欲望，欲神足。第2个呢就是勤就是精进，勤神足。第3个就是心呢就是专一不能散乱，心神足。第4个呢就是观神足，所以这个呢四神足是我们这个6神通的基本功夫。它的第1个呢就是欲望，要有强烈的欲望，就是我们要走入强烈的走入不生不灭真心佛性，这个四神足。然后呢再接下来就是5根：信、记、念、定、慧。信根、念根、精进根，然后念定慧，信记念定慧，5根。然后从5根呢产生5力，久了以后有力道，5根5力。再来呢就是7觉支，我们也讲七菩提分，7觉支。那7觉支呢，它分成这个慧跟定，慧一半，定一半，然后用念来调节，那个7觉支这个安定舍，安定舍是实智慧，那个我们要了解说呢，这个智慧太多了，人会欺骗，所以呢需要修定，那个呢安定舍，然后这样说，竟然突然忘记了。有人知道吗？有没有人知道七菩提分里面的内容？都没有人知道。这个倒是蛮好的一个学习一个状态。从这个0开始，进入比较容易，一定会出来的。
哦，想出来了，则静喜安定神，则就是选择，哦，则静啊就是渐进，哦，则静喜，喜就是呢非常欢喜，哦，则静喜呢是使以会，安定神呢是使以定。那或许有讲过呢，这个会太多了，人会呢轻佻，然后呢定太多了，人会昏昏沉沉。那用呢中间用一个念来调节，念菩提分七节支里面的一个念菩提分来调节那个定呢跟会，使他们呢平均。所以或许都记了一个字则静喜安定舍念，这样容不容易记？就是因为太容易记了，所以就容易忘了。那八正道呢？各位有没有听过？有的话念念看。我们是有接触的，可是不熟悉所以第一个它最重要，八正道第一个最重要就是正见，正确的见解那个最重要。那么从正见产生正思维，从正思维产生正念，从正念产生我们正语讲话，正语语言，然后呢从正语产生我们正业，业就是三业，身口意正业，然后从正业产生正命，正确的生活，然后从正命产生正精进，最后一个正定，八正道，这个都属于正确的。所以在正见正思维、正念正语这个呢我们有连贯性，从正确的见解开始，然后我们去思维，那个思维不是妄想是要我们进入道的，所以就是从正见以后正思维，正思维以后正念，正念就是没有念头。我们不起心动念就叫正念，我们有起心动念的那个叫妄念、邪念都不正，所以不要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无明我们不要起心动念，就没有无明。那我们由正这个正语的正念了以后有正确的语言讲出来呢，符合真理不符合真理就不要讲因为我们要了解说现代的人为什么都没有这个德性，就是被我们嘴巴破坏掉了，都没有口德乱讲话，把那个德都用掉了，消失了。所以讲话就要跟真理相应正语。那正业就是身口意正确我们所有的身口意出来的都是正确，跟道相应，不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所以那个正业，那正命就是正确的生活，就是赚钱的来源都是很正当所以那个正面就是我们正确的职业正确的那个赚钱的方法那个呢就叫正面。那么正精进是呢要朝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去努力，那个才正精进。那正定就是我们已经呢可以从呢我们佛性本体化为出来那个正定
所以呢，这个37支道品啊，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啊，都能够去修持啊，从4念处、4正勤、4神足、5根、5力、7觉支、8正道，加起来37，对不对？我们一般都会嫌他说那个小乘佛法，小不小乘？因为佛在讲经说法是没有定法，所以当教导所有一些刚开始修道的一些弟子啊，那个时候的说法确实都是小乘佛法，因为很容易去做，很容易接受。可是修到后来，能够要进入菩萨的时候，一样也是这些37支道品，它可以到达最上乘。最上乘一样呢，都是37支道品。像说我们讲的那个4念处，或许不是有讲过最上乘吗？有没有印象？我们呢开始修的时候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可是呢修到最上乘的时候那个文殊菩萨问释迦牟尼佛说呢，在大乘这个佛法里面4念处是怎么样解释？那我就讲，观身现象犹如虚空，就跟那个观身不净不一样了。观我们身的现，观我们身的相，犹如虚空，跟虚空一样。然后第二个是观受是苦，可是呢到最上乘的时候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各位先生，这样受在哪里？没有内外，没有中间，在哪里就是没有没有受了。可是我们现在在凡尘受得很厉害，我们对凡尘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去接受都很强烈，对不对？不管是景象给我们接受，不管是事情给我们接受，我们遇到的时候都当成那个天塌下来，有没有有没有？都是很大，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就是要了解不管是形象也好，不管是事情也好，它呢都是因缘际会才呈现的。因缘际会呈现，让我们去接受。所以那个因缘呈现本身就已经虚幻不实在。那我们去接受，我们都把它当成是实在，差别就在这里不知道它是虚幻不实在。所以虚幻不实在的事情我们不要那么的以实在的来对待它。所以我们能够做到一切不受，完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都不受不接受。那既然不接受完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不会产生喜欢讨厌。既然不曾产生喜欢讨厌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我们就不造业。不造业呢就不会受苦。这样了解吧？所以我们从这里识别也就可以解脱了。因为我们都把凡尘的现象当成是真的，不知道它是假的。我们研究了以后知道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幻不实在，都是假的。它是眼即则生眼善就美。包括我们的身也是一样，我们的身体也是父母把我们生下来的，借着天地的所有宏图重眼借我们用，所以存在。可是呢，100年后都不在了，眼善就昧，所以不要把它当成是实在的，都要还给天地把身体当成实在的我们着重在身体，不会着重在佛性。
那假如说已经透彻知道身体是假的，是借我们用的，我们就会借假修真，借着这个假的身体把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整个都呈现。那整个佛性呈现我们已经着重注重它，把所有的权柄都付给它。这样的话，由它来指挥我们生活，就在真世界，跟佛没有两样。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我们本身本来就是佛。我们之所以没有成佛是我们自己障碍我们自己，我们被我们自己的知见障碍。各位的知见都正确吗？只要是从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那个都虚幻不实在。我们要放掉，放掉我们内六根、外六尘、中间的六识，全部都放掉。放掉以后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就呈现，那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而且它也没有1秒钟离开我们，只是我们都不认识它。各位认识了吗？差不多了10个礼拜了。要认识了。这个我们呢以前有讲，说这个真人不讲理，处处随着你，睡时半如眠醒时随如其。你不认识他，他却认识你，有朝看透他，知佛皆欢喜。有没有？还记得吗？记不记得？不记得是没有说过呢，还是不说过没有记得？没有说过是没有说过吗？对那再详细说一次。说真人不讲理，因为一讲理不落入对待我们的真人他是绝对没有对待。讲理了以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说各有理所以那个真人他不讲理，不落入对待的，所以不讲理。那么处处随着你，不管我们这个行事作恶我们的佛性都随着我们，处处随着你。睡时半如眠，我们睡觉的时候陪伴着我们睡觉；醒时随如其，你醒过来，他陪你起来。你不认识他，不认识真心佛性他却认识你。佛性认识你都给你用认识你。有朝一天我们看透他，知佛就欢喜，又多一个佛出来了你看透他，你就成佛了。很亲切，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佛性并没有1秒钟离开我们，只是我们都不让它出来。当家，我们现在谁在当家都不知道谁在当家。谁在当家？不是都有一个主人吗？那我们这个身体的家，哪一个在当家？是眼睛在当家呢，还是耳朵家，还是鼻子在当家？大部分都嘴巴嘴巴在当家，对不对？嘴巴要吃要说嘴巴在当家。所以我们都是因为被六根占据在当家，使人不生不灭佛性都出不来，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呢被这个感官已经占据了，所以造了很多业。感官一旦一口气不来，他不负责任的。不负责任一口气不来这个所有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意念拍拍屁股走人了啦。佛性要出来收拾善后。所以我们就要
把佛性呢显出来当家，由佛性做主，这样容不容易？容不容易？显佛性出来当家容不容易？眼睛看到的喜欢看假如说不符合真理呢，就不要让他看。耳朵听到呢喜欢听的不合真理，不要让他去听，这样可以吗？鼻子闻到香味，嘴巴喜欢吃，不合理的不要让他吃，可以吗？真的吗？真的可以吗？这可以就会省掉很多那个不必要的那个结恶缘啊。你看我们吃吃鱼吃肉那个他都很不甘愿那我们吃了它以后要还债划不来所以武道虽然说蛮香味那个炸鸡排，现在很多人胖得不得了，都是吃那个胖起来的都是那个炸鸡排，鼻子闻到，嘴巴都想吃，脚都在走去买谁在当家？有没有发现谁在当家？有要不要再让他当？不要了对，就是要请我们主人吃来当家，不可以那个会跟他结恶缘这个假人半心得了，害人背逆，是不是这样？要不要还要还，所以我们不要跟他结恶缘就不要吃了。他也是众生那我们这个弱强食我们比较聪明，把它杀来吃他就倒霉了现在那个台北那个中正纪念堂在展览那个世界最大的恐龙，那恐龙要吃谁它吃谁？是不是我们人类可以给它这个塞一个药，对不对？我们愿不愿意不愿意我们一定记得你赶快吃你就搞记，有一生我一定要讨回来的。所以就不要跟众生结恶缘我们就是了解到了，在凡尘的时间是很短暂的不过100年而已，一转眼也就过去了。那我们在这个短短的100年之中造了好多的罪业，造不造罪业怎么知道？怎么知道自己在造业因为我们在生活之中很多都没有符合真理，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就知道符合真理，可是哪个地方不符合还没有研究出来，知其然还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呢，就是要了解我们在研究的心理心法，全部呢让我们能够明心见性心明因果就不昧，见性成佛都无疑或者都一再讲绝对是这样。那么刚才讲到第几个了？第5个那个以知见不动而修行37品，对不对？对不对？那现在讲最后一个叫做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是为厌咒。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是为厌咒安然而坐。所以各位先生，为什么维摩诘会讲说不断烦恼？就是烦恼是我们的佛性生发的功能作用。我们不要把
佛性的功能作用，把它呢这个止断，就也让它去发挥。那我们不断烦恼，可是可以进入涅槃，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啦。我们呢可以不断烦恼，进入不生不灭，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日常我们在做观照的功夫就是要了解，说观照是观照佛性本体，不要观照我们生发的念头。假如说观照生发的念头会越观念头越多，就变成心越乱。那假如说我们观照佛性本体因为那一些念头是从本体所生发，只要你把本体照顾好，那个生发的念头你不要管它呢，它自然而然就一直会不见的。为什么？因为你回到本体回来了，这样的意思吗？那什么时候需要关照念头呢？有没有印象？或许有讲过，这个倒是蛮肯定的。就是我们的杂念，杂念就是我没有去想，可是它会跑来，那一个就要关。那个是我们六道轮回太久，一种习惯性，变成我们不想它就来，不想就来。那我们想来的那个叫妄念，妄念呢，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切除掉。可是这个杂念不想它来不想它会跑来那个就要观，用观照的功夫。那观照呢，就是要好像在看家一样。各位有没有看过家？各位厝的卖有柴蜡来头田物件，捌无？他会不会看各位会不会看家连看家都没有自信唔知影呢，我若咧顾菜啊，你若来唔知要互你来唔知互你来。所以那个杂念就好像我们看家，那个杂念就好像小偷小偷他要进来了，要不要让他进来？对，就是不要让他进来。你看着那个小偷看到主人在看家了，他看一看以后就离开了，说这个偷不成然后因为太强了，没有一下下又来了那小偷又来，又在看主人在不在。主人又坐得好好在看，他又走了。然后第三次又来了，他看一看，主人还在，又走了。第四次的时候呢，主人有没有疲惫会不会？疲惫的话，他就要进来了；不疲惫的话，他又走了。只要你这样一直看，一直看，看到小偷免提一定提不行所以他慢慢的那个力道越来就越弱，无力。他那个次数就越来越稀稀疏疏。你一直坚持这样子看，它就没了，没了，杂念就被你清掉，就这样清了，会了吗？知道妄念跟杂念的分别吗？知道妄念是我们用意去想，妄念；杂念是不想，它自己来，还一样那以后呢就知道怎么做了。所以不断烦恼而入涅槃。这个是维摩诘跟舍利佛讲。说呢，你的愿做错了，不对，不是这样。所以从他只有在临终打坐，维摩诘就可以看出到他的内心了。你看多厉害！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的修持就是要走入真理，那个真理世界是相通连的，相通。所以维摩诘进入那个舍利佛的心里
他就不是在真理里面，所以他就知道他做错了，不对，不是这样。所以就跟他讲，阿伯呢，这个六祖拿来引用，说呢，舍利佛，这个呢，燕作林中啊，切被维摩诘喝，就是这一段。善知识又有人呢，教咒看心观戒，有人呢叫人家这个打坐静坐，要看心呢，要观戒，不动呢不起。那么从此自功，就是这样一努力一直去做，那么迷人不，就是迷昧的人不知道真理，不知道里面错在哪里，变执成颠，就会一直执着他那样做是正确，结果后来就有毛病产生了。所以我们有打坐产生的毛病，那个医生都没办法治疗。从打坐产生的病要自己从打坐把它救回来。那个方法释迦牟尼佛有教，记载在《大藏经》里面。就是你打坐以后有毛病要怎么样来治疗？那么如此者众，就这样的人非常的多。如是呢，相较故知呢大错。这教人都是大错。所以自己错了没关系不要拉了一大堆人一起到地狱里面去。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做的话有行之作都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就是在真理里面全部呢都是正确没有错的。那么师是众语柚子呢又呢开示给大家呢这个听。善知识本来正教无有顿戒，我们呢这个正教没有这个顿法跟渐修没有。人性呢自有力顿，我们人是一种这个性，我们的那个性的里面有力有顿。所以呢这个力顿就是我们累生累世的修持。假如呢每一生每一世都在修，他的根基很利。假如说呢每一生每一世他只有追求凡尘的快乐，追求形象，那这样呢他的根就很钝。说力钝就是这样来。那我们不要管，我们以往的已经过去了三际心不可有，不管它以后怎么样，我们现在把握我们当下，我们当下佛性都记住。迷人呢渐修，悟人顿气。假如说我们觉得说孩子自己不是很清醒的时候那我们渐修，渐渐的修，往善的方向渐渐的修。那么悟人顿气，领悟的话呢，马上就契合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当下呢即是圆满记住。那么自是本心，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本心。不是向外的，是向我们自己内心的自见本性。我们要自己见到自己的本性，极无差别。能够呢这个自是本心，自见本性，不管呢是迷人悟人呢都没有差别，都一样的。只要进入佛性呢，成功都是一业全部都一样。那么所以力顿见是假名。那个顿戒是假名，名是假的啦，是给我们呢，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这个调试自己，符合自己的修持方法，怎么样来调试？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这个六祖就讲说，这个顿教法门从上。就是有传承一代一代的祖师传承。从上以来呢，先无念为宗，没有念为宗旨，
所以我们了解说是无念，没有念，有念的念成邪，无念呢就是正，无念才是正。那么无相为体，没有形象不生不灭的佛性没有形象，无相为体，然后无住为本。我们呢不能住，我们呢假如说心一住了，我们觉性就没有了。心住了就把心缩小，住在哪个相，就变在那个相范围里面很小。所以无住为本，无所住。我们只要心都无所住就是正确的。只要心有所住就已经错了，会住在不对的地方。像说我们心呢住在想要有一个房子，那我们整个心思就是在房子，就是在房子的范围里面非常的狭小。那我们呢都无所住，房子只不过是我们安身立命、遮风避雨。我们呢佛性是非常宽广，那只要我们都不住我们佛性自然跟无限的宽广合在一起。所以呢无住为本，都无住。所以在生活之中这个要无所住真的要在日常时时刻刻体会我们很容易住相一住了就知道离开了，都取相，所以烦恼就跟在后面，烦恼就来了。所以我们能够抓到这个六祖讲的这个重点，无念为宗，无念为宗主，无相为体，没有形象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无住为本，一切呢都无所住，所有都无所住就是正住了，这样了解吗？正住，正确的住是无所住，全部都无所住了就对那有所住都唔对就大了唔对去这样了解吗？本来我们是很宽广的整个宇宙虚空都是我，都是如来，都是佛。可是我们一住了以后，就变小小的一个众生，这样懂意思吗？不住的话呢，就整个都是真如本体，一真都一切真所以呢，无住为本。那么无相则一相而一相，无相就是我们一相在形象，而可以离开形象，懂这个意思吗？就是形象不住，不取相，形象有，就像我们身体是有，可是身体是假的，是所有宏图众缘际会借我们用，它是假的，所以我们可以离开身体。我们呢，这个真心一离开身体以后，可以跟虚空合在一起。所以或许才那个时候教各位修耳根圆通。各位都有修吗？有没有不是我们讲那个讲义的隔周，讲那个观世音菩萨那个直接讲的经文吗？有没有？按照的经文去做，那就正确的耳根圆通。然后我们做的熟了以后我们再来讲那一讲义，那个更透彻，更能够完整的呈现。所以或者为什么一直想这个烧歌给各位那个DVD， 就是因为可以反复看、反复听。那一片大概第几？第8还是第7？第8片把它反复看，看看那个耳根圆通怎么走。有印象吗？有没有？有没有印象？看了就有了这个晚上回去把它放出来看，就是我们讲那个讲义的隔周那一周那一片，
的就有详细讲说我们怎么修，按照那个最基本的方法，然后进去。不是有讲那个达赖喇嘛跟我们台湾一个高僧对谈嘛，就是那一片啦，那一片里面讲的啊。因为现在那个科技产品很便宜，那个 DVD 的新的一部机器才900多块而已啊。还有所以去买一部来看，放映接到电视用那个两端一接的电视马上就可以看，很便宜的。你可以学这样成仙做佛。我们详细有说啊，有没有？只是还没有听详细而已啊。有详细说还没有听详细。以往我们看电视都是吸收我们整个那个身体的精华，我们把全部的那个注意力都是投入在那个荧幕，然后呢，那个剧情演出来让我们笑，让我们哭，对不对？演得那个很投入，看的人也很专注所以那个时候你在旁边吵他说有事情要跟你讲，他说不要。正好看的时候，跟我们现在看的教我们怎么样呈现咒是不一样的。那个是在教我们放心这个是在教我们收心，怎么样把心收回来。那个很细腻很关键地方要去抓到。抓到了就会做就做了以后我们做就可以就可以成仙做佛想不想没有强烈的意愿完成这么好玩不好玩这个有没有看1012有的看有的还没你看那个很恐怖整个地以前有一个明天过后，有没有看明天过后变什么样？那个很短的时间1秒钟温度下降10度，我们人人体受不了，1秒下降10度。现在我们一天下降5度的哀叫对吧？各位先生，我们南部天气真好，北部下大雨，或者是撑了雨伞，穿了夹克下来的，然后一直拖到回去的时候还要一层一层加回去，然后还要再撑着雨伞回去，都在下雨下得很大，还很冷，不像我们这边这么好命出门都不用撑伞。在基隆，你家里没有10几把伞不是基隆人。出门好天气回来下雨再买1把吧，就一把，随便一拿，家里都好几把伞，都这样。南部真好，出门都不用烦恼，天气也都很夏天是有点热啦，不过这个时候还好人在湖中要洗服不给各位说还不知道说基隆下大雨
哦，很冷的。那个下个3个月哦，很多人都脸都绿了，很多哦那个啊，小孩子都哭了。为什么？没法度去佚佗啊。所以呢，我们了解说，环境很理想，很适合我们修道。就呢要时时刻刻都把我们的心缩在腔子里面，反照自己的本性，这样子呢，般若妙智慧才会升华。有般若妙智慧我们就会处理呢所有事情处理得很完善，不会造业下来。所以一定呢要努力。所以呢，无相呢，一相一相；无念一念而无念。我们这个念时时刻刻呢就了解到，一念在我们的念头里面它不要起心动念。在念里面没有起心动念就是觉。那我们佛性本体就是觉。时时刻刻呢都觉。无住者人之本性。无住无所住，所以很重要的无住就是我们人的本性。那么以世间的善恶好仇乃至焉之以今，言以次次七增之时，并将为空，不思仇害。这个就是无住无住的时候这个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来就是无所住，无所住的那个原始状态。那现在落入完成在世界的善恶以及呢好仇、真水的真歹，乃至呢冤之以亲不管是冤家亲家，或是呢言以次次七增之时，这个讲话拢安尼不是拢要讲。说明改得批就是讲话都不讲好听话都是让人难过的话。那么对那一些我们呢都并将为空，都是空的啦。各位这语言是不是空的？了会到的，了会到所以将它当作是空，无听。有听无该放入去心肝内底所以呢，这个是最理想的处理方式。不然，假如说我们把那一些别人骂我们的话弄个倒在心肝内，各位先生难不难过？很难过骂的一定没有好听的那个内容一定很难听，那个记的真难过所以并将为空。它是空的不要呢放在心上，不思呢仇害，就是不去想怎么样报复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之所以为人头顶天脚立地就是有很清高的人格所以呢不要像那个那个小孩子打架一样，你一拳我一拳你一颗石头我一颗石头。这样在打架。念念之中不失前进。这个六祖很喜欢呢用那个念来讲我们佛性的那个本体，就是呢在我们佛性本体之中呢，我们呢不失前进。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福。所以我们就不要去想以前的景象，不思前进过去已经过去了，再怎么想它都不会再这个回来。不管呢这个如意不如意我们都不要在意都是空的，很快就过了。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这个念头一个接一个。名为系福就被三世摄受，就过去世摄受现在是摄受，未来是摄受，变成能够细细白条条
那么以知法上啊，念念不住，所有的万法，我们呢，念念的都不住啊，即无福也。念念不住啊，就没有是福。那么此事以无住为本，所以都很重要。无念呢为宗，宗旨；无相呢为体，认识到呢佛性呢没有形象，无相为体。然后无住为本，无住为我们的根本，所以一切都无所住。当我们呢这个心里面呢有烦恼，当心里面呢有这个事情到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想说无所住。那无所住的时候这一些烦恼，这一些事情它就会呢这个被我们的那一种理解真理而消除掉，就没有了没有烦恼了也没有事情了，那个就进入真理世界。善知识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所以外面能够呢离开一切的相，所以离相名佛。只要我们离开相，就叫佛了。我们住相的就叫众生了。所以讲得很详细。能离以相，则法体清净。离开相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法体就清净。那么此事以无相为体，没有相为体。善知识以知境心不染，耶无念。在呢所有的景象上面，我们心不染，就是心不进入，相都是假的，因缘际会呢才呈现。所以在知境呢，所有环境形象的上面我们心都不敢染，不染这个五颜六色，耶无念，就没有念头产生，不起心动念。于字面上常离知境，在我们的字面上，就是我们那个知觉上面，在佛性本体上面常离知境，离开呢所有的景象。只要落入景象呢，我们就离开，离开景象，不以境上生心，不在呢这个看得见的那个环境上面我们呢生心。生心的就有喜欢讨厌就有取舍，就有造业的那个业因在。所以境上呢不生心，不起心动念，不落入喜欢讨厌，没有取舍，不造业。若持百物不失念尽辞却，一念觉即死。所以这个就是六指不要我们凡人打坐的最重要地方，就呢百物不失念尽辞却，所有的念都把它呢除掉，不要它，这样叫做一念觉。这个念觉了就是讲佛性的功能作用拢无爱，全部不要这个叫做死了。然后已经到别的地方去受生了，所以不能我们不能呢这个走这一个路线百物不失就是让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都发挥不出来，它发挥出来就要把它打死，就等于打死我们那个真心佛性。所以这样六祖就讲一念觉已经死掉了，已经到别的地方去受生了。是为大错，这我们呢追求的方向，最明显的错误。学道者思之，我们要学到一定要想到的问题。若不思法义自错有可。假如说呢不认识这个成佛那个佛法的里面的义理我们自己错了还可以，更欠他人哇，那就不行了。自己错没关系欠他人也这样做呢，就是拉他人下地狱了。自迷不见又谤佛经，所以立无念为宗。
所以呢，我们不要这个自己迷昧的又欠很多人迷昧，然后呢又诽谤了佛经，所以立这个无念为宗，没有念为宗旨，没有念就是正念正念呢就是没有念。我们可以时时刻刻呢保持无念，就是呢已经在修道了。保持都无念的话，那个久一段时间多的妙智慧就会产生。一定要一段时间要时时刻刻呢保持不要起心动念。有空闲只要在日常生活有空闲的时候就可以做。就全部念头都不要，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这样保持一段时间，我们那个灵敏度就增加。灵敏度一增加以后第六感特别灵敏，所以那个未来的事会有那一种征兆呈现。我们当然不是追求这个可是它会自然而然一灵敏了以后第六感就特别的强烈。所以有一些呢这个老朋友老亲戚或是很久没有见的一些呢亲属会出现的时候他会让你先知道。而且有时候也很奇怪你要出门的时候你的佛性会告诉你今天不要出门，出去会有灾难。你不听的话真的就遇到那个都是般若妙智慧的呈现。我们当然不希望走入那些追求不属于正道方面的，我们追求都是正道那一些都是佛性的正确功作用我们还没有认识它所以慢慢的启发认识它。善知识允和利为念无念为宗，直言口中见性迷人以境上有念。所以六祖又特别说，为什么立这个无念为宗旨？因为就是我们人嘴巴在讲，说已经见性了，可是心中还没有还是迷昧的人因为在境在有形有相的那一些环境上面有念有念头，那么念上便起邪见，那个起心动念都算是邪见都是无明。那么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所有的尘劳凡尘劳劳碌碌那一些妄想都从此而生。那么自性本无一法可得在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个自性本来就无一法可得都没有。若有所得妄说祸福，即是尘劳邪见假如说我们有所得，然后妄说祸福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当我们般若妙智慧呈现的时候也不要到处去宣扬。因为或许有讲过虚空之间非常多的无形有这个魑魅魍魉有幽冥鬼魂，有凶神恶煞，有日夜游神都有这一些无形的。还有一些是实力比较正的像山神土地王爷妈祖这个都是比较实于正派方面的都有，全部都在虚空之间。那假如说我们炫耀说自己有一些神通，那这一些虚空的幽冥鬼魂或是这一些凶神恶煞，他会来找我们要求帮忙。他有困难我们要了解到所有的那些无形的一样他也会遇到困难。那佛菩萨都没有去直接参与这一些幽冥界的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有能力去帮助他吗？是不是没有能力？可是我们显现啊，说你有神通，你有大的能耐，那个他就要找你帮忙。那被他找上了会怎么样？各位先生会怎么样？这个叫做吃不完就搂着走，来丢掉掉，看你要安怎，也没有解决，他就不放过你啊。所以一下子糟糕了，本来是要炫耀而已啊，怎么会知道惹来这么多毛？所以当我们有某一些佛性的功能呈现的时候啊，不要炫耀，给我信心啊，知道有就好了，两讲的后，会吗？故此法门立呢，无念为宗，没有念呢为宗旨。善知识无则无何事，念则念何物？无则无恶相。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无啊，就是没有恶相。我们呢不生不灭的那个自心佛性啊，没有对待，没有恶相都是一，绝对是一。那么无知呢，尘劳之心啊，没有尘劳的那个心。那么念则念真如啊本性。所以那个念啊，就是真如本性，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真如呢，即是念之体；念呢，即是真如之用。所以我们念的就是真如。要了解说，是很亲切，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真如自性起念能够起心动念都是我们佛性本体呀。非眼耳鼻舌能念，我们眼耳鼻舌它没有办法起心动念，所以起心动念能够起心动念都是佛性本体。所以那个起心动念我们就不要把它看成是大仇人那个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所以起心动念是已经漏入不绝。但是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并不是仇人。我们只要知道它是功能作用，这样就可以了。这样了解吗？这个比较细的地方呢，我们就是要去找，所以呢，知道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所以不要跟它比对。这样呢，烦恼就减掉了，就没有烦恼。真如有性所以起念。我们的真如呢有性，可以起心动念。真如若无眼耳色身呢，当时即坏。眼耳色身呢就当时就坏掉了。所以没有真如的话，我们没有本性呢在身上，眼耳鼻舌就没有用了。所以知道呢眼耳鼻舌呢，这个都是我们那个佛性呈现出来的功能作用。它没有本体就没有作用了，所以本体重要。我们追求本体。善知识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见，而真性呢常自在。所以我们了解说呢，真如的自性能够起念，可以呢起心动念。那么六根呢虽然有见闻觉知，我们只要让呢六根不染万见。这个最困难就是这里我们都是六根会染染那个万见，对万见产生喜欢讨厌产生喜欢讨厌就有行为动作了，就造业了所以只要呢虽然有六根，可是呢我们不要让六根当家，不要让它做主。所以不染万见，不要让它当家呢，它就不会染万见。这样了解吗？我们呢这个在生活之中都是当给六根当家，没有
把佛性呢启发出来，所以就造了很多业。那现在呢，我们知道说有主人啊佛性在，所以啊不要让六根当家，不要让他呢懒啊那个成见完成的减相，不要让他这个进入。而真性常自在啊，只要呢不染这个万见，我们的自性呢就可以啊逍遥自在。故经云啊，能善分别之法相，以第一义而不动。能善分别之法相，就是我们生活昧的真心佛性啊，可以分别所有的那个所有凡尘的一切。那个法包罗万象，不管是有形无形啊，只要我们心能够想到，都称为法了。所以那个呢知法，那么知法相啊，我们都能够了了分明，那叫善能分别啊。这样懂意思吗？善能够分别啊，知法相，是呢要在第一义而不动，就是究竟了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上面，那个就是究竟了义，然后不动，那个呢可以呀，透彻的已经了解凡尘的万象，全部都是虚幻不实，都是空的，所以就可以在第一义不动。那假如说我们不了解的话，心都会这个起心动念一起心动念的就落入尘垢，一落入尘垢呢，我们就六道轮回忙不完了。这个呢是第四品，叫第四品叫什么？定慧品。那我们呢，接着讲这个咒禅品，咒禅品第五。师众云，六祖呢开始是呢给众人知道，此门咒禅言不看心亦不看见，而亦不是呢不动，所以这个咒禅要怎么样呢才算是咒禅？六祖就讲说呢，言就是本来，本呢不看心，禅不是看心，也不是呢看见，也不是不动，所以就有一点要我们去体会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各位贤贤，不看心不看见也不动。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有一点不可思议不能用头脑来想，不能用嘴巴来讲，是不是不可思议？就是有一点让我们进入这个有一点不可思议。若言看心假如说我们要看心，心呢言是妄。所以这个地方六祖讲的心就是我们日常用的啦，不是在讲那个真心，真心呢是拼除凡尘所有的妄的。那这边呢心言是妄，那个就是讲我们日常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我们把六识当成心，就是那个心心是妄。那么知心如幻，知道我们日常用的心好像幻，都不真实，故呢无所看，是幻的话呢，再怎么看还是幻。肉眼看见人性见，要看见的话，我们人的那个佛性本来呢就是清净，由妄念故这个覆盖真如，就是因为我们的妄念，所以呢盖覆真如。没有妄念那个真如就会呈现所以我们呢把那个真如盖覆，就把它这个盖起来了让它呢呈现不出来。
但无妄想呢，性是清净。只要我们把妄想去掉，我们的那个自信啊，它就恢复清净，就可以回到呢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那么起心看见啊，却生呢见妄。我们起心要来看见，却产生呢那个见妄，是实也已经呢不真了，已经有起心动念，然后呢有所看，然后已经呢不清净了。妄呢无处守，所以这个妄呢无有处守。我们以前呢有讲说呢，这个真心有体呀，妄心无体，各位都还记得吗？记不记得？真心呢不落入思维，妄心呢本无处守。三际求心心不有，心不有处妄言空，妄言空处即菩提，无相呢光中常自在。我们有没有讲过？没有。或许是记得有比喻那个茶杯说我们的那个妄心再拿一次来比喻说这个茶杯长得还蛮漂亮的，喜不喜欢？喜欢就是心嘛，对不对？可是这个心就叫妄心为什么？因为这个茶杯会变化。我们假如说不小心把它摔破了，那我们喜不喜欢？刚才喜欢的心跑哪里？不见了，对不对？怎么找都找不回来，对不对？所以这一种心就叫妄心。我们在日常生活是不是都用这个心？我们都用个心来面对所有的万象万事万象万事会不会变化？会变化。我们的心会不会跟着变化？会。所以妄心本无处守，妄心没有地方所在。这样了解吗？真心有体，真心它有一个体现在。你用它呢，它给你用；你不用它的话，它还在它没有离开，1秒钟也没有离开。所以真心有体，妄心无体。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修法用的就是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这样能够分别了吗？可以了就是会随着外面的环境变化，那个心那个不是真心，那个是妄心。因为它一直在变化。那我们要修道就是要用真心，不会变化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真心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才会成就所以这个观念自己一定要知道，也要自己找到不生不灭的真心了没？有没有真心跟妄心它是同体它两面。我们只有认识那个妄心那一面，真的都不认识。那现在我们了解说，只要我们都把你放下了，一念不生，真心就出现了。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用这心来修道，就可以修成。所以这个妄心没有体真心有体。妄无处守，看者是妄。要看这一个心已经就是妄了。那个妄心没有地方所在。那么见无形象，确立见相。这个清净没有形象。我们要立一个那见相，起心要来看见。这个已经就是偏了。言是功夫说这个就是功夫。
那么作此见者啊，障至本性。有这一种见解的话，障碍自己的本性，即被呢见福啊，被这个牵线挡住了，已经呢偏了。但之是若修不动者啊，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三恶过犯。我们要呢这个修不动，就是如如不动呢，我们要修持如如不动。但见一切人时看到别人，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犯，没有看到人的是非过犯。别人是有啦，有是非，有善恶，有过犯，可是我们不进入内心，或者都一再讲，别人修得好的，功德很多不会分给我们；别人做得不好的，造了很多罪，我们不用去承担，对不对？那要不要去检讨别人？不要可是我们都时常这个坐着就会检讨别人，站着就给别人检讨了所以六祖就讲，我们要修如如不动就是不要看到人的那个两面就是要记得人的好，不要看到人家那个不好的那一面。那么即是呢自性不动，没有看到人家的不好。善知识迷人呢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这个身虽然都不动，可是呢一开口就讲人的是非善恶，这样就不好了。这个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所以不要呢去讲人家好坏。以道为背，跟道相违背。若看心看境即障道也，就会障碍我们修道。师是众名，善知识何名坐禅？此法门中呢，无障无碍。要怎么样来坐禅呢？在这个坐禅的法门之中呢，就是没有障碍只要没有障碍，我们就在坐禅了。那只要我们内心有障碍那就没有在坐禅了。所以不一定说身体在那边坐才算，只要心里面都没有障碍，都是通达，道都是流通通达的。外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外面呢对所有一切善恶的境界我们心念起，名为重。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看到自性如如不动，就是禅。所以这个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做功夫。甚至是何名禅定？那什么叫禅定呢？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可以离相，所有的相都可以离的，然后内不乱，就是定。外露着相内心即乱。我们外面假如说已经着相了，内心就会乱。外露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所以我们就是要这个本性自己清净，自己进入那个定力。只为见境失境即乱。我们看到这个景象，然后去想那个景象，内心就会乱。若见之相心不乱者，是真定也。若看到所有的境有形有心都不乱，那个就是真定。了解真理的，说诸相所有的相都虚幻不实在，心为什么要动？就不动了，所以那个是真定。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所以我们就是要学离相，外离相，内不乱。外禅内定是为禅定。所以我们就是要从自己内心做功夫。菩萨戒经语，我本性言自清净。在这个菩萨的戒经里面戒律里面说我本这个本就是原来我本来本性就是言自清净，
缘跟本是相同的就是本来就是清净，本性呢本来就是清净。善知识一念念中呢，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所以六祖呢跟所有的这个会场之中讲说呢，一念念之中所有的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之中，自见呢本性清净，自己看见然后呢自修，自己呢修持让它呢清净，自己行持让呢本性清净，这样呢可以自成佛道。全部呢都是往内做功夫啦，没有说往外。这个呢是这个做产品第5最短的。那么底下呢就讲这个忏悔品第6。10大师见广韶济四方世事呢，遍及三宗听法。六祖呢看到呢这个广州、邵州至四方一些呢读书人跟平百姓都呢集中呢在山中呢听法，于是呢声奏告众曰：都来之善之事，此事呢须从自性中起。这个忏悔呢要从呢自性中起，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一切的时我们念念呢自己来清净自己本心，自修其行，见自己的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使得呢不假到此。所以要自度自戒，才不会说那么远的地方到这里来了都无收获。既从远来，一会一此皆共有缘。所以这个缘很重要要因缘成熟才会有这个上圣佛法这个传达。那么今可各个胡跪，这个胡跪就是跪一只脚一脚跪一脚没有跪，那个叫胡跪。那么先为传自性呢五分法身香。次受呢无相忏悔，那么众不贵。这个自性呢五分的法身香，那个戒定慧，然后解脱知见，五分呢这个法身。那么师曰一戒香，即呢自心中无非无恶无嫉妒无贪嗔无结害。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自己在心里面就要有这个戒香。这个戒是五分法身香里面的第一个。自心中无非没有是非，然后无恶没有那个呢恶念，无嫉妒。各位听见，这个虽然看起来说我拢无我们都会讲我都没有这个其实我们内心里没有看见而已所以或许先讲一个那个这个有关于那个忏悔的那个小故事，就是寺庙的这个主持一直在跟徒弟们讲说我们每天呢就是要忏悔要能够感恩他那个徒弟他心里面就一直很不愿意，我把不做不对我又没有做错，为什么一定要忏悔然后有一天这个外面来了一个妇人，他就要求这个寺庙的主持说我要求这个能够给我忏悔，因为我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这个时候这个师父们就想说利用这个机会来教导他的弟子。他就跟那个妇人说，好，我让你能够忏悔，然后你现在在那个寺庙的前面那个
庙庭向前走20步，然后向右转又走20步。你拿一块大石头来我这里，然后呢跟他那个徒弟讲，说你也这个从庙庭里面向前走20步，然后你向左转，然后再走20步，然后呢弯下去找一颗小石头来我这里。然后当他们都把这个事情这个办到的时候做到了那个师父就跟他们讲，说你们现在把那个石头回归原位。那个妇人大石头一拿，马上原位在哪里很快就复回，就放回去了。他这个弟子拿那一块小石头放了老半天，放不到原位了，不知道原位在哪里。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我们每天大的错事自己知道，小错事不知不觉，然后到师父面前，师父，我不知道他原来在哪里。师父就跟他讲，说我们的都是这个样子大的错我们大概会很明显知道，可是小错误不断，小错不断我们都不知不觉。所以都不甘愿忏悔。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以后各位愿不愿意忏悔因为忏悔了以后那些污垢才能够去掉，不然它都在，它都会常在。所以这边说心中无悔、无恶、无嫉妒、无贪嗔、无结害，这个都不容易要真正的心里面深处都切实做到，名叫做戒香。那第二个定香。即睹知善恶境界自心不乱。睹呢就看见，看见呢知善恶的境界自心不乱，名叫做定香。那么第三个慧香，就是呢自心无碍，常以智慧呢观照自性，不造呢知恶，虽修众善呢心呢不执着。境上内向，精续孤品，名慧香。所以这个慧香就是自心都没有障碍，自心无碍。那么常以智慧来关照自性。所以这个智慧就是般若，用般若来关照本体，我们佛性本体，不造知恶。恶都不会造，在这种状态之下，绝对不会造知恶。那么虽修众善，心呢不执着。虽然在修众善，所有善呢都在修，可是心呢不执着。境上呢内向，这个长上这个长辈都能够尊敬，然后晚辈呢都能够体恤都能够教导。精续孤品，就是对那一些这个比较贫弱的、孤苦的，都能够去体这个呢能够呢体悟他们，能够呢这个帮助他们，名呢叫做慧香，这个戒定慧。那么第四个解脱，解脱香，即自心呢无所攀岩。所以我们这个在生活之中这个攀岩最不容易去掉。要人家好，要人家坏，那个都是攀越。那我们要学着随缘，随缘呢，就是随顺着现象，不喜欢它坏，不喜欢它好，随顺的现象。
那我们喜欢它好，喜欢它坏，那个叫攀缘。那攀缘没完没了了。随缘的话，我们就了解没有挂碍。各位还记得那个张轴那个句语吗？有没有人能够背出来？光明极照遍河沙，有没有？环胜寒林共一家，一念生前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一除烦恼重增变，趋向真如意识显。随胜四缘无挂碍，生死涅盘等空华。这是张轴的悟道记。这个很好，里面的意思我们有解说过了。它很好，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我们呢在凡尘的生活就是不要攀缘。我们攀缘会很多那个因果都染上身来。那随缘不会，随缘不会把因果都染到我们身上来。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呢，记得要随缘，不要攀缘。自心无所攀缘，不思善不思恶，就是不要落入两边。这两边我们要了解到，住在两边都不是正确的，要中道。自在呢无碍，我们呢到达自在无碍，名解脱相。所以个解脱自己要解脱。那么第五个解脱知见相，最难就是这个了，解脱知见。我们把我们的知见解脱了，因为都被知见障碍了，我们都被这个知见障碍，所以呢都没有办法让我们回归佛的本位。自心呢既无所攀缘善恶，不可呢成空守己呀。我们自心既然无所攀缘，没有攀缘善恶，也不可以呢成空守己。那个成空守己都是那个灰身昧智，就是阿罗汉的那一种这个追求。那么即须呢广学多闻，视自本心呢达知佛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要呢广学多闻，就是要学多一点，了解呢多一点，是了解真理的，对真理要了解多一点，认识自己不生不灭的那个本心，通达知佛的妙理，都能够通达，和光呢皆悟，就是在凡尘就是和光同尘，跟凡尘一样，能够呢皆悟那个应对进退中都不失真理，和光呢皆悟，无我无人，没有那个分别心，所以这个不容易做，就是我们分别心不容易去掉。那这边呢就跟我们讲说无我无人，直至菩提。一直呢到达菩提都是呢这个现象。真性呢不异，我们的真性就是呢不改变，名解脱呢知见性。所以这个解脱知见是最难做的。善知识，此相呢各自内熏，莫向外觅。觅就是寻找，所以呢我们这个相呢各自要内熏。我们呢这个内心自己那个自己心里面去熏习，这个就讲五分的法身相。那么底下呢又于汝等呢受无相忏悔，灭呢三世罪。我们呢就是了解说三世罪过去世现在是未来世。令得呢三业清净，就是我们的身口意，身口意三业都清净。善知识各随我语一时到，这个六祖呢就要呢这个在位的随着六祖念，
说弟子人从前念、今念啊及后念，念念呢不被啊愚迷染。这个前念、后念、今念啊都不被啊愚迷染。从前所有的恶业愚迷等罪啊，悉皆忏悔，愿呢一时消灭。所有的恶业呢愚迷这些罪啊，我都承认，我都忏悔。愿呢一时啊消灭，永不复起。那么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呢及后念，念念呢不被啊骄狂染。从前所有的恶业、骄狂等罪啊，悉皆忏悔。愿呢一时消灭，永不复起。所以那个重点呢，都是在永不复起，不会再去犯，不再做了。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啊，念念呢不被啊嫉妒染。从前所有恶业、嫉妒等罪啊，悉皆忏悔，愿呢一时消灭，而不复起。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最重要就是愚迷、骄狂跟嫉妒。这个我们众生呢最严重的就是这三个，愚迷，然后呢骄狂、嫉妒。三之四以上是为呢无相忏。那么引何名忏？这个六祖呢就加以解说，什么呢叫忏？那么引何名悔？什么叫悔？忏则忏其前天，就是以前的不对啊，我都呢承认，以后呢不再犯了，所以呢忏其前天呢，就是忏。从前所有的恶业啊，愚迷、骄狂、嫉妒等罪啊，悉皆呢尽忏，永不复起，永远呢都呢不再起，是名为忏。那么悔者呢，悔其后过，就是往后绝对不再做了。从今以后啊，所有的恶业、愚迷、骄狂、嫉妒等罪啊，今已觉悟，悉皆永断。现在已经觉悟了，绝对呢让它永远都断掉，更不复做。所以这个才是重要。假如说有忏没有悔啊，那个往后啊，所有的以往的那个忏都没用，那个全部都来，要本身去接受。那假如说以后都不会再犯了，那之前所忏的是一些罪啊，他呢因为没有缘来配合，所以不现象，就不用接受果报。悉皆永断呢，永不复做，是名为悔。故称呢忏悔。凡夫愚迷啊，只知呢忏其前愆，知悔其后过。所以我们差别都是在这里。承认以前错了，可是以后呢不敢决定自己不会再犯，就是那个心都不够坚定。那么以不回顾啊，前罪不灭啊，后过又生。因为后面呢没有坚定自己的立场，遇到现象呢结果又重蹈覆辙，又呢犯了。所以前罪不灭，后过又生。前罪呢既不灭，后过复又生，何名忏悔？所以那个不算了，这个不忏悔。那我们呢，今天的这个上课的地方呢，就到这个地方。接下来呢，就是还剩下15分钟给各位这个问问题啊，可以要问的吗？好，请说。拿麦克风，让那个问题给大家听到。请问一下，你讲的是心和我通达理天？可以。谢谢你。所以我们在平常之中是要有慈心，慈心就是道场，那个道就是性佛性，所以慈心就是我们佛性的场所，非常宽广。
那我们有慈心，只要你时常用，它会进入身心，进入大悲心。你有了慈心、身心、大悲心一条路啊，就到菩提路。所以慈心就可以到达离天。还有吗？好，要再说。我们自己的知见跟心通的差别是很微小。好，请说。我们自己的知见这个跟我们的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从小一直所接触的所学的、所看到的、所经过的，都会一起融入成为我们的知见。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从这一些知见之中会形成我们的一些行事风格，它会慢慢的定型。它慢慢定型以后，假如说我们没有研究真理的话，不知道它跟真理差别的地方在哪里。既然不知道，我们呢会误用，就是我们的知见就是正确。到后来呢就会自以为是就会比较自大，也比较骄傲。那假如说我们的环境是比较富有的话，那个会程度更严重。那假如说我们能够研究真理，了解说凡尘的所有一切形成都是因缘际会，有因有缘，因缘际会才呈现。那因缘际会这个东西都虚幻不实在，不是真。那所以我们把不是真的东西就不要那种固定的一直呢呈现在自己心中。因为呈现在这个心中呢，那个叫我见。那我见很强的话不容易听别人的那个谏言，人家别人怎么样劝我们都不听。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自己会迷失，还不知道。那假如说我们能够时时刻刻都接近真理，接近真理的话，我们自己会调整说真的地方在哪里，让他呢都走入真理世界，这样就很理想。还有吗？好，请说。刘讲师好。好。那或许听过有些人他研究佛经，他会说弥勒祖师来的时候是可能是很久56亿年后。那我们现在说弥勒祖已经来到人间。那刚刚刘讲师也提到说，迦叶尊者现在入定久了以后，弥勒祖师出者都他在来。所以在这些有些情况下不理解，那我们道场的讲法，然后跟佛经里面的讲法有没有一些冲突的地方，还是说我们有需要跟他们解释的地方？好，请说。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现象跟是一种真理它是有某些地方的隔阂，有某些地方的不一样。那我们为什么会讲说有迷跟有智跟领悟？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现在是弥勒祖师掌天盘，虽然说还没有这个以形象来现给众生看，可是现在已经呢，就是弥勒天，就是整个我们这个天盘弥勒祖师在掌管。那么在掌管之下因为佛菩萨他呢就是以各种方式、各种形象、各种事情来让我们这个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去了解、领悟、到达那个弥勒的
那一个真理世界是什么样的状态，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就已经呈现了，不是说要等到56亿年以后了，因为我们不可能有那么我们的身体100年就不见了，能够留下来呢，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佛性本体我们弥勒祖师的佛性本体并没有两样，是一样的。佛跟众生佛性是一样的。那既然是一样的，我们就要去领悟到在我们这个身上就有弥勒祖师的影子。我们就是要去发挥弥勒祖师他首要办的事。我们呢当弥勒祖师的徒孙，就是要你要去做不是说叫你在那边等56亿年以后再来做不是那个样子是我们呢要了解到这个佛他用各种不同的形式不同现象不同事情来启发我们，让我们呢能够呢当下就了解当下就已经是不是在等那个56亿年因为我们要了解说凡人尤其科学家都是以眼见为凭，要呢已经看到才算那我们就想以现在人的身体可以不用呼吸不用吃饭，可以经过56亿年，那已经是什么？就是常住。那我们呢要了解说我们当下都已经是常住，因为常住的意思就是没有来也没有去了。我们来从哪里来？各位姐姐，我们从哪里来？从哪里来？我们从里天来要回到天去，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来没有来的地方所在，去也没有去的地方所在，就已经是常住了。所以我们在讲说时事古今不离当年。时事就是过去式、现在式跟未来式。那过去式又有3世，现在式又有3世，未来式又有3世，那合起来9世，加我们当下一念一世，这样叫10世。古跟今，古时候跟现在不离开我们当下这一个念头，这样知道吗？过去式它有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我们现在式有过去式、有现在式、有未来式；未来式有过去式、有现在式、有未来式，9世。然后加我们一念，就叫10世。10世呢，古今，古时候跟现在就在我们当下一念，一念之中具备万年。所以56亿年以后，也就是现在还有吗？还有5分钟，太短了，你没有说太短了，给你们太长了又不问。好，请说。电视可以看到，他们叫我们也都在研究六祖坛经，那您以前也是在教门出来的。他们不承认我们一贯到后来的18代祖师，因为后学曾经也认识一个教门的，他们是另外一套六祖坛经以后，不是我们现在的18代祖，你认为呢？因为我们在凡尘要了解到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见解啦我们也不要去强辩那六祖强调说这个道不在争不在语言方面去争
要在实际的你有那个作用，有那个功能，有那个本体呈现，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能够让大家公认的，上天的指派那个一代一代的祖师有传承，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考据追寻，这个都不可以骗人的啦。骗人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骗人的那个它不会很宏展，它宽广不起来。那现在我们了解说，我们佛老师呢最幕后一早，所有的知天仙佛都担当主导，所以才有办法办得很宏展。假如说不是呢，这个仙佛在打帮主导，我们人哪有那个能耐？要办得这个全世界都能够普遍的话，那个不可能的事啦。所以这个是上天办的事情，那我们呢是尽我们的能力去做。大家呢都把不生不灭的佛性修得很光明，恢复到本来。我们老师呢就是大济公我们都是小济公，能够呢度化众生呢，使众生呢离苦得乐，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些分门别派我们倒不用投入那个心思那个投入进去一肚子气不需要我们就点点的好，以为做大的我去大，都不用去辩论，那个都无关紧要。还有2分钟，还有问吗？好，请说。有讲师好。好。那个有讲师在讲那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跟我们这里百物不施，当令愿解，就是有什么差别？对。好，请说。对，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特别说明，因为百物不施那个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起心动念，刚才我们有讲到六祖说的，是我们真如真如能够起念。它百物不施，百物不施就是要把这一些念要把它遏止就是要遏止它。那我们的万缘放下是放下外面的所有万缘，并不是把佛性的那个功能作用要把它扼杀。这样能够分别吗？有没有能够分别？万缘放下跟百物不施是很不同的那个情景。我们那个是万缘不攀缘，不攀凡尘的万缘，可是我们保持那个以知法相都能够了了分明，可是我们不起心动念，是这个样子的，是很灵活的佛性都保持在。那个百物不施是要把它扼杀，把佛性的功能作用不让它发挥。这样有没有一样？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六祖为什么那么反对我们凡人去打坐，就是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呢，我们的真如本体非常的奥妙。那假如说我们能够了解那个真如本体非常奥妙，它起心动念，所以不要去把那个念扼杀，不用不断烦恼进入内盘。我们就是能够了解到本体本体了解以后我们从本体发挥，那个才是正确的。你本体都不要了，本体的功能作用都不要，当然连本体也不要了。不要的话，就是一念觉念觉这个已经不在了，就要到别的地方去受生了。就是你这个佛性已经把它扼杀了，你这个佛性要到别的地方去受生了。
就是那个意思啊。为什么六祖那么反对我们凡人打坐？就是不知道真理，打坐是错的啦，越做就越错。这样了解意思吗？下课。谢谢。就开始这个讲解六祖坛经。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哪边呢？50页这个是50页的最后第2行嘛。善知识，这个忏悔完了以后嘛，是不是？施弘愿以后，这个善知识呢，既忏悔语，就已经呢在这个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了解很多都是不知不觉的一些过错，我们呢不知道，所以要就是要时时刻刻呢都要能够有忏悔的心，有知足的心，这样呢我们才时时刻刻呢都会活在天堂一样。忏悔了以后那么以善知识发这个四弘誓愿，就是四弘愿我们的这个修道人都需要发这个四弘愿。那么各须用心正听，就是要正确的来了解它里面的这个含义。自心众生呢无边誓愿度。六祖呢又把那个四弘愿呢就加上呢我们这个自心它本来呢原来是只有众生无边呢誓愿度。本来它的原来四弘愿是这样。六祖又加上2个字自心，就是我们自心的众生度化外面的众生那个倒在其次我们自心的众生要先度。一个念头就是一个众生所以我们自心的众生无边非常多念头非常多。那我们自己自心的众生呢，要先把它度，都全部度到清净的彼岸的，这样我们呢佛性就清净了，就可以发挥它无边的那个利用。自心烦恼无边呢先断，这个烦恼无边事业断呢也是在自己的自心自心产生烦恼，我们的心的烦恼要呢先把它断除。自性法门呢无尽誓愿学，这个法门无尽无量的法门，我们呢要誓愿学。那在我们自性之中呢，我们要了解说所有的法门呢都是在自性之中，所以我们誓愿学。那自性呢无上佛道誓愿成，无上的佛道就是成佛的那种果位在我们自性之中，我们要誓愿成，一定呢要成就。所以只要我们对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能够透彻了解，那我们就有信心绝对可以成，可以成佛，时间早晚一定呢可以成。这个呢是四弘愿。善知识大家呢起不到众生无边的誓愿度，六祖就讲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众生无边的誓愿度四弘愿的第一个怎么到？六祖就讲怎么说呢？那个内容是怎么说呢？且不是呢慧能度，不是呢这个祖师一代的祖师来度化众生。善知识心中的众生呢所谓的邪迷心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自心的众生那个不正的那个观念全部呢都是心中的众生
邪迷心、狂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呢，尽是众生啊。所以只要我们呢这个起心动念啊，那个念头全部呢都是众生。所以我们了解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尽可能的不起心动念。我们呢不起心动念啊，都是在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当中，都是觉，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不觉，不觉就是无明啦。所以我们了解时时刻刻呢都是要觉。那么各悉自性啊自度，我们自己本性呢自己来度，自己的心呢自己来度。所以所有的那个负面的不好的心呐，我们前面都把它呢度化，让它呢都变成好的，是名啊真度。这个呢就真正的在度。所以修道呢就是要先呢能够修自己，自己修好了，自然呢我们周遭环境会变化。跟我们在一起的亲朋好友，看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表现呢，他就会学。所以有时候呢不用语言文字啊，人家呢就会笑话了。那么何名呢？自性自度。六祖又讲说什么呢？叫做自性自度，即自心中的邪见烦恼愚痴众生呢，将正见度。就是呢我们心中邪见，只要是呢六对六人产生六识啊，那全部呢都叫做邪见。所以这一个观念我们凡尘的人士都不容易接受。为什么这样是邪见呢？那佛有解说了，说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啊，那都是因缘际会，它会时时刻刻变化。那我们的心不是那个样子，不是时时刻刻会变化，时时刻刻会变化的是妄心。那我们那个妄心产生出来的见解当然就叫邪见。所以我们心中的邪见烦恼愚痴这一些呢，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产生可是我们都不承认、不认识、不知道，知道这个是不对的，都以为是正确的，所以认为说是正见。那正见呢，我们就要了解正知正见就在我们这个把心中的所有物跟事革除以后，所以那个呢就套用那个儒家讲的格物物已经革，把心中的事跟物革除，心中没有物，心中也没有事，这个时候心中就清净了。那心中清净以后那个从佛性本体产生的那个念头叫做正见。各位了解吗？正见的产生就是从佛性本体直接生发，那个才叫正见。那我们不是，是从根尘相对产生，那个是邪见。这样了解吗？那我们日常生活都是根尘相对。我们眼睛看到形象的产生念头，那个叫邪见我们耳朵听到外面声音，然后才产生念头，那个就叫邪见我们鼻子闻到气味，想到吃，那个都叫邪见，不正确。那正确的呢，就是心中没有事，心中没有物，已经没有。心中没有的时候心中清净，心中清净没有念头，没有念头，那个就是我们的正念。从正念而来的，那是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出来的就叫正见，也叫做佛知佛见，佛的知见那我们不是要开发佛的知见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就是要开发佛的知见，就是要这样子做把心中的事
跟心中的物啊，全部都去掉，没有了，心中没有事，也没有物，心中清净。那心中清净呢，我们佛性本体呀，发挥，那发挥出来，那个叫正见，正确的知见啊。所以我们在那个37知道品里面最后一个那个八正道的第一个正见，正确的见解就是这样来。那由正确的见解，我们呢进入思维，第二个叫正思维，然后第三个呢叫正念，正念都是没有念头了，没有念头叫正念，有念叫邪念了，还没有念头正念。然后我们从正见、正思维、正念来讲话，那个叫正语，正确的语言都是符合真理，所以那个八正道是要我们回归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回来，所以这样听懂吗？那我们接着从正语连带下来就正业，身口意我们身口意三业都清净。那身口意都清净就叫正业，正确的我们的行为。然后呢，从正业呢，我们再完成生活。生活呢，正当的职业赚的钱不是那一种不正的方式得到的金钱都是正确的，没有偷，没有拐，没有骗，没有用那一种观天文地理，然后呢替人算命，没有用那一种下九流职业，这个呢叫正命，就是正确的职业。然后呢，再接下来我们要正精进，最后一个是正定。所以那个正精进就是要进入到不生不灭了，才叫正了。那假如说我们有时候很努力，可是有时候就很懈怠，那个是相对的不算精进，所以要加一个正，正精进是已经走入不生不灭。所以这边呢这个六祖就讲说，我们呢要用那个正见来度我们心中的邪见、烦恼、愚痴众生。我们心中呢都有邪见，都有烦恼，都是愚痴就是无明。我们要把这一些都认识。我们认识以后就是等于去掉去掉这一些邪见、烦恼、愚痴。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呢就不会沾惹，那不沾惹就心中清净，心中清净就恢复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已经恢复回来。那么既有正见呢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惘的东生。我们既然有正见了，就要使般若智，因为从佛性本体生发的那个叫般若，般若妙智慧叫般若智。我们用这个般若智来打破愚痴迷惘的众生。只要我们从佛性启发出来的妙智慧，那个呢很好用从佛性本体发挥出来，是我们本性所具备的智。那我们佛性呢是理，理跟智它是合在一起，理智一如，是相同的。一个呢是本体，一个是妙智慧。那我们呢就是从佛性发挥那个妙智慧，来打破愚痴迷惘的众生。各个自度我们都是各自己度自己，邪来正度。我们有不正确的那一些见解来的时候我们用正用佛性本体把它度化。迷来悟度，迷昧一来了，我们用领悟把它度化。
鱼来自度，鱼吃一来了，不了解这个真理的，我们用般若妙智慧来度。二来善度，如是度者啊，名为真度。这样呢，就是真正正确的已经把它度化。那么又呢，烦恼无边啊，誓愿断。这个第二个，第一个呢是众生呢，这个无边呢，誓愿度。当自性呢，般若智啊，辞却，希望思想心是也。那个烦恼无边呐，我们呢誓愿呐，把它断掉，断掉呢我们那个烦恼，无边的烦恼，因为烦恼的产生啊，都是我们想，住在形象才会产生烦恼。那假如说我们知道形象呢都虚幻不实在，它呢无常变化，一直呢在无常变化，那我们就不住相了。那不住相了以后啊，心啊就可以啊自由自在，因为住相呢，心才不自由自在。那我们呢了解相假的，假的呢虽然相是有，可是我们心啊都已经可以离开相了，那这样呢就没有烦恼，等于我们能这样用啊，就是那个啊般若妙智慧的呈现。能够这样用呢，就是自性啊，般若妙智慧的呈现，可以呢辞却啊，虚妄的思想心。所以我们了解说，日常生活呢，我们所用的心啊，都是虚妄不实，不实在。这个呢，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又呢法门无尽啊，誓愿学。那么悉自见性啊。常行正法，是名啊真学。所以这个法门就是成佛的方法。从我们了解呢，这成佛的方法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法门无尽啊。我们呢这个誓愿学，那么呢一定要呢不离心性，要呢自己见自己的本性。见到我们本性，见到我们真心，真心本性呢都能够自己见到。那常行呢正法，所行持呢都是符合真理，那个呢常行正法，是名呢真学。这个呢学真啊，真的在学。所以我们时常也会用到这个你要认真哦，认真哦。各位有没有讲过？有没有听过？我们有没有认真？我们都认假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完成那个认真都没有，都是认假。在假的形象上面我们很用心。对真的佛性我们都因为没有形象都把它忽略所以都不认真，都认假。只是在讲的时候时时刻刻我们交代别人你要认真哦，尤其对自己的那个晚辈这个子女一定你读册要认真哦，有没有都是要叫他认真，对不对？他都是认假，所以差别就在于我们的认知不够。我们知道呢不正确都是认假，所以从这个幼年，然后呢慢慢的青年，我们都有经过那个学生的阶段，有没有？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学不学生啊？学不学？还是要学啥？我们是学生呢，还是学死？我们在完成就是要了解到就是两个，一个是学生一个是学死啦。这个学怎么样死比较这个复合价值。各位有没有想过怎么样死比较复合价值？都会死嘛对不对？那我们要学怎么样死会比较符合
那个真正的价值，这个石有时候呢，好像呢这个红毛很轻，可是有时候好像泰山很重，重如泰山呐，所以那个生死很关紧要，所以我们在这个了解说，为了要完成我们呢对真理的那一种透彻要贯彻真理，有时候会为真理而死，那个就重泰山了。那假如说我们看清自己的生命然后草草把它结束自杀掉了，那个就红毛很轻了，看清它了，那个一点价值也没有，白白的来凡尘一趟，很可惜呀。十方之佛呢都是人道修成，有人的身体竟然不修道，不脱离这个苦海，所以要了解说，到凡尘来都是有使命任务了，一方面呢我们被业力推来，一方面呢我们都有那个愿，像那个新年各位都会唱嘛也都有听过对不对？他不是有讲吗？这个在老母年前我们不是有立愿吗？有没有？要把个理想实现有没有？各位都忘了啦，有没有忘掉了会想说那我哪拢无印象，大家在老母年前立愿，有没有？有没有立愿各位现在我们要知道我们落入凡尘最开始那个佛的本位，每一个众生都是佛那个时候我们到凡尘来那个时候都有立愿，都是我来凡尘佚佗者就回来，都有立愿都要回去可是，一到凡尘来以后迷恋的凡尘就忘了，就不想回去了。那假如说我们努力来研究真理就会了解说真的需要我们需要回去，然后回去呢就是要带所有的一同下来的兄弟姐妹全部把它带回去所以有立这个愿。可是我们久了都忘了那已经千生万世了。各位在凡尘生了几千世了。你凡尘佚佗偌久老师不是有跟我们讲过吗？我们这个圆会是6万年了上个圆会呢多少？久了因为我们这个圆会在上期的圆会上期那个圆会也没有修成，在上期那个圆会我们也没有修成在上期那个圆会我们也没有修成所以已经不只有6万年了，6万年是一个圆会，所以要了解到南极老先生来的时候时常会讲说，自从我成道以来这个地球已经混沌几次了？那我们看到几次？我们都没有看到，对不对？所以就知道说，我们最起码也7次没有回去的这一次愿意回去所以要努力努力呢把心中的物跟事革除因为我们格物了以后就会自知那个自知就是使我们的知见正确，就是正确的知见那我们的知见正确格物自知，然后就成义，那个义就很沉，那义成了以后我们就身修心正了，义成以后心正，心正以后呢就身修，然后身修以后就家齐，家齐以后就国治，国治以后呢就天下太平，对不对？所以最开始第一个就是格物，格此物义把我们心中的物跟事全部都去掉，这样会不会？
我们心中有没有物？有没有事？都有啦。我们就是被这个事跟物放在心中，所以心才不清净啊。这样了解吗？那我们在日常生活时时刻刻啊，把心的物跟事把它隔除，让它呢不占据呢我们的心。既然都不占据啊，我们的心就清净。那心一清净啊，就可以回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回来。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自己的心啊被凡尘染得污垢了，五颜六色染得很多所以不清净。那现在呢，我们说原来要使自己的心清净。各位浅浅，什么叫清？一尘不染嘛，不是有讲过吗？可能各位都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什么叫净呢？对，就是一念不生啦。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啊，一尘不染，一念不生就清净了。心一清净那就回到本来。这样容不容易？竟然也不敢说了，很困难吗？重点就是在我们有没有心要做了。他说我们有心做的时候就不困难，只怕说不想不想成佛啊？这佛学讲课讲了20几年，从没有喝过开水。在我们这个地方很特别。所以从格物开始就可以平天下。那我们要了解那个平天下是我们性分之中的天下。性分之中全部呢都天下太平。全部呢都在我们呢这个性分之中。又无上佛道誓愿成。那么既常能下心行也真正。这个无上就是最高的了，没有比它更高的。无上的佛道誓愿成，一定呢要有那一种很大的决心意义一定呢要成。我们认识真理了，明心见性了，那个绝对会成佛了，时间早晚我们呢这个假如说业障比较多的话，那就会比较晚一点要去除掉这一些业障。那假如说我们呢都时时刻刻使自己的心都清净，那就会很快很快呢就到达佛地进入真理世界。所以这个无上的佛道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一定呢要成就。各位有信心了没啊？有了啦已经第12次了，已经有一点懂了对不对？有一点点懂了。那现在呢我们北部呢前又有DVD 又有 MP3 我们可以时时刻刻复习，这样会更快北部也前也都这样用了一直在反复的听就会懂了就会进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会进入。所以各位拿回去听，然后又都拿回去给亲朋好友很多啦一直无限量供应，就怕我们不拿。竟然上次说要个拿修怎么剩下那么多一箱有50套，3箱有150套然后这个礼拜又寄2箱，1箱就是单片的啦，
之前有拿他没有上礼拜的，所以你就拿单片的，单片也有300片，有拿的你就拿。那我们这个礼拜讲的，下个礼拜就有，下个礼拜你就又多拿，这样以后大家可以传播了，这个叫成全，成全所有我们兄弟姐妹。他们有的没有时间来听嘛，拿回去给他看，给他听啊，这样他也有机缘呐，又能够了解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袂使按多嘞，听得懂意思吗？按多什么意思？自己好就好了不管别人，那个叫按多。那我们这个好互相要通报，假贺道修报，不是这样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假贺道修报，各位呢都拿，因为我们北部的前贤他都是开始的时候先拿一套自己看自己听，然后过没多久要一套给朋友，然后过没多久要2套，要比较远的朋友。再没多久爱4套，这样一直增加。因为我们都会会想到谁然后就想拿给他，那个样子。他或许也是鼓励都拿。只要呢我们看到说没有了，又会记下来，不要怕不够了，只怕我们不看，不去成全呢我们兄弟姐妹。你肯的我们都会记下来，绝对够。那鼓励各位去买那个MP3的那个机器，就是那个手提的收录音机那个现在一部那个 MP3才500-600块而已很便宜。好一点的才1000多块。因为那个 CD 我们一片的 MP3最少要10片的 CD 10片的 CD 容量还达不到1片的 MP3， 所以我们1片就好。你要 CD 就要10片。以后我们讲的话讲到假如说到20次会又做第2片的 MP3，你 CD 呢你就要20片的。那往后我们一直讲到一两年下来你要多少的 CD 已经1拖拉库非常多了。你 MP3 不用，它一片可以容量到30个小时，30点钟啦。咱 CD 就有法度容纳1点钟，才1个小时而已所以我们要去买，现在很便宜500-600块就一台放了都会听那个影片放影片的那个 DVD 一台900块呢，900块你买一台等下就看那个袂记哩就可以看得很久了。一放进去那个尖端一插在电视就可以切出来看了。可以反复看，看到你懂为止。捌啦，我知影。这个捌啦就很亲切啦。就会知道说原来是这么简单像或许那个时候从13岁开始到43岁怎么这么简单？那安尼尔就在当下。上个礼拜我们那个郭讲师不是问说我们弥勒祖师不是要下生嘛等56亿万年，对不对？那我们呢从真理的角度来看14古今不离当念。我们不是有讲3世吗？3世之佛有没有？3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3世。然后3世它各有3世，过去世有3世，现在世有3世，未来世有3世，那个是真理里面具备，这样9世了，对不对？然后再加我们现前一念
就刚好14了。那14古时候跟现在14五经不离当念。我们当下的念头啊，它具备了万年，所以不管多久之前，不管多久之后，都在我们当下这一念啊。这样懂不懂？所以我们当下这一念啊，重不重要？所以我们活在当下，重不重要？所以56亿万年以后就是现在啊，就是当下这一刻。所以弥勒祖师已经下生了，这个是真理的，现象有了。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要走入真理世界，走入真理世界啊，没有形象，可是我们都了了分明，这样了解吗？我们要追求啊，就是追求这个了了分明，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了了分明。现在就具备啊，有没有啊？可能这个没有时常这个接受啊这个真理，所以听到以后呢，内心啊会很震撼啊！那呢，我们一念万年，万年一念，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过来看，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他没有念，他离开念头，这样我们在修持的过程要离念就很容易啊。佛性本体没有念，它是离开念的。那我们这个念啊，就是所有念都不齐，所有念都不齐，这一念具备了万年，万年前、万年后都是这一念，都是这一念。我们起心动念就已经离开这一念了。就已经不是了，这样懂意思吗？所以当你这个听了以后，你再反复看，又会反复听啦。听到你原来是这样，懂了。那只要我们现场一讲，过去啊，对不？过去的印象无深啦。你若搁伫听到足熟的时阵啦，你就会行入迄个真理的世界。你走入真理世界以后啊，我们万年一念，一念万年，所以可以把它记得一念万年，万年一念，万年就在我们一念之中。这样听懂意思吗？懂不懂？万年就在一念之中，我们都住相，所以走入身体。身体有生有死啊，对不对？所以那个一念万年，万年一念啊，就体会不出来。一定要走入不生不灭的我们那个真心佛性，才能够体会说一念万年，万年一念。那我们已经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这个身体的现象，身体的消失，就已经呢不关我们当下这一念。这样了解意思吗？反复看，反复听，既呢常能下心，就是呢我们既然能够常常都低心下气那个下心就是低心下气，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没有骄傲。可是我们人就是有我相，我相在都会不知不觉的骄傲。那我们呢，假如说能够这个下心低心下气就呢能够跟真理相应。那在生理来讲，我们的心始于火，我们的肾始于水，水是往下流。佛是往上延，往上烧所以心佛，我们不是时时刻刻看到心会加多，有没有啊？那就是生气的时候了心火呢往上延，然后我们的肾水就往下流，两个就一直
离开啊，心火往上，肾水往下，是不是容易死掉了？那我们能够低心下气呀，把那个心火往下压到肾脏之下来烹润我们那个肾水，那个水一接过火一烧啊，会怎么样？就变成气呀，对不对？或许有一次那个时候烧开水，那个时候没有那个饮水机啊，用那个茶锅加滚水，啊竟然甲踩咧瓦斯机下被记哩啦，袂记讲咧遐滚水啊，听到迄茶锅的水拢打去啊，都干了连那个茶锅嘛甲浮甲红红去看到那个茶锅时候，那边呢红红的，我紧瓦斯机去给点掉，内底什么水都无，就是被火烧光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我们那个心啊，能够低心下气啊，低心下气在我们生理来讲，就是你把那个心火下压，它呢会烹饪我们肾水，肾水受到心火的那个烹饪，它就转变成气，气呢会任转全身啦，所以在生理来讲，就是对身体有帮助啦。所以你看那个时常发脾气的人啊，他的寿命也不长，他的形象也不好看，是不是这样？就是因为心会真多，拢去反正倒打去，所以那个枯干了，孤单，听懂意思吗？一定是脸色黑，然后又瘦瘦的，时常生气呀。所以那个胖胖的人倒是没有时常生气才会发胖，时常生气都胖不起来。那么行以真正行的时候就真都是正确，都是正道离迷离觉，离开了迷昧，然后也离开我们那个妄觉。我们了解到觉呀我们讲觉的时候呢，大部分都会想到佛性啦。可是觉在我们身上是生灭的，我们觉得冷，觉得热觉得肚子饿，肚子饱那个觉它是属于生灭的。那么这个离觉就是离开我们那个生灭的觉。像现在那个外面都在卖那个那个炸鸡排啊，你假如说从旁边走过去你会闻到说很香，对不对？是不是觉？这个觉会引起怎么样？想去买来吃，对不对？我们就是要离这个觉要离，要不要离呀？就是不要去去迷那个味道。所以现在有很多很胖的就是很喜欢吃那个啦，炸鸡排。那个都是从那个美国直接用人工柜进口。那我们台湾就这个买来吃啊，那个味道都很香，小孩子也很喜欢吃。他吃了以后因为他们都用那个生长激素促成它生长，然后才赶快卖钱。那我们把它的肉吃进体内在我们身体里面它也在生长激素促成我们生长。结果一个人就变成2个人大，很胖。所以你叫他说不要吃了，你那么胖可以1-2年不吃，就会瘦下来。大概1-2年不吃就死掉了啦。要他不吃都那么胖了还一直在吃，那个就变成不知不觉的一种习惯性，不知不觉。没吃都动不掉，肚子还就饱。可是有没有那个经验？肚子已经很饱，嘴巴一直想吃，有没有？有没有那个经验啊？怎么办？是满足
满足这个口欲呢，还是填肚子的话，那能够讲怎么样？能够有理智那能够讲，那个很难得要有很大的那个恒心毅力，才做得到，不然拢会讲无够吃一块啊，再吃一点点，吃一粒嘴巴甘安就好，对不对？我们人呢都会有这一种情形出现，所以呢，我们要厘米理解唐僧呢般若。就是要有那个本性所具备的妙智慧要使它呢时时刻刻都能够生花。只要我们呢有那个般若妙智慧我们所有的那行为都在真理之中，不会偏离就怕我们没有般若，那没有般若妙智慧就会被现象诱惑，我们就造了业，结果呢就受了苦。那么持真呢持妄即见佛性。这边呢那个六祖就讲这个真，因为是对妄力的真所以这个真不真，有相对的都不真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它是离开两边，没有相对了，所以要持真持妄，真跟妄都把它持掉，没有真没有妄，这样了解意思吗？没有相对没有相对，那个才是我们要追求。即见的佛性，没有两边的就可以见到佛性。即言下呢，佛道成。那个言下就是当下，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十五经不离当念。那个言下，言下呢，就是我们当下，当下就是言下，所以呢，六祖都一直鼓励我们呢，就可以做到的言下呢，佛道成。那常念修行施愿力法，我们呢要时时刻刻都呢要想自己在修行，一定要啦，佛性本来有。可是我们不修就成佛，所以一定要修行。修行是辞掉我们累世以来的那一些我们这个习惯性，不合真理的习惯性要把它除掉。所以要常念修行是愿力法，是我们的那个愿力我们呢从这个理天下来的时候都有着愿力。善知识今发是逢愿的已经呢众生呢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呢誓愿断那个呢佛道无尽誓愿学，然后呢无上呢菩提现成是逢愿已经呢发了。那么更以善知识受无相三皈依戒没有形象的三皈依皈依就是我们心里面的依赖我们要依赖什么？就是皈依。善知识皈依觉那个觉就是佛啦，皈依佛就是皈依觉。六祖把它换一个名字皈依觉，两足真就是依卡上尊贵的这个两只脚呢最珍贵的。那么皈依正这个正就是法，皈依法离欲真，已经离开欲望没有那一种欲罪莫大于可欲，欲就是最大的罪过。那我们呢就是不要有的一种这个欲望，没有欲望呢时时刻刻呢都知足低就知足就常乐。那么皈依见，这个见就是生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是三皈依啦。那就主动把它转过来，转到我们身上来，皈依觉、皈依正皈依见三皈依也都到我们这个自身
自性来，众中尊，众的之中呢最珍贵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归觉，就是归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归依正，这个正啊，就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有般若妙智慧啊，我们就可以离欲，离开呢，那个欲望，离开呢凡尘的诱惑。那么归依见，这个见啊，我们就是了解是生，是我们的行为。那我们的行为啊是很清净，很清净的话，自然而然啊就可以啊，回到呢本位，都是佛，所以这个是三皈依。那么从今日去啊，称觉为师，从今以后，我们呢称觉为师为老师，更呢不皈依啊邪魔外道，不皈依啊那个不正的那个邪魔外道。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啊，正的那个诱惑力量呢不大，那个邪魔外道的力量大，所以我们都会被他诱惑。那我们呢不要，不要听呢那一些呢邪魔外道，那一种啊这个内容，我们要以真理啊为依归。那么以自性的三宝常自啊证明，我们用呢自性三宝，佛法僧呢都是自性三宝，我们呢常自己啊来证明，欠善之事呢皈依啊自性三宝，就是呢要这个皈依啊自性的三宝，佛法僧，佛则觉也，法则正也，僧则见也，所以六祖呢把呢这个名称啊，这个转到我们身上来，自心呢归依觉，邪迷啊不生。我们的自心呢，归依觉了以后啊，那个邪迷啊都不生。少欲啊知足，欲望呢很少，都能够知足。这个就是有般若妙智慧啦。有智慧呢，我们就少欲知足。了解说凡尘呢，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所以不要一直去追外面的物质，我们生活之中呢，都能够过得去，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地方可以遮风避雨，也就可以了。因为来凡尘的时间都不长，都不超过100年，很快呢，就跟呢凡尘说再见了。所以不要投入凡尘事。被凡尘染得五颜六色啊，不值得。我们呢要把本性呢修得清清净净，能离财色名两足真，能够呢离开这个财，离开色。所以我们在凡尘大概这2个字对我们的诱惑力最大。这个财跟色这2个字啊，最诱惑我们啊，所以我们最容易就陷入深坑啊，也就是这2个字。那我们要透彻认识它是假的，钱财我们带不走，生也没有带来。那色呢，那个是更是误会啊。所以为什么他们印度的一些修行人啊，能那么坚定的这个修道，就是因为他们有环境可以使他们能够去观察，他们有一个尸灵尸体死掉以后没有埋葬，然后拖到那个一个地方都堆积尸体的地方，就是要布施给那一些野兽吃他们这个修道者就到那个尸体的地方去观察那个尸体的变化。我们人死掉1个礼拜以后身体就会膨胀，2个礼拜以后它就裂开了，那个里面血水它都流出来了。3个礼拜以后我们那个肉它就生虫，虫吃肉，
4个礼拜以后啊，那个肉都被虫吃了啦，就剩下骷髅，剩下我们骷髅。然后呢，到几个月以后啊，因为是风化，那个骨头拢腐起啊。假如说我们把它埋葬起来啊，腐起都要2-3年呀，较慢。你放在野外啊，它是很快你就风化了。风化以后，风一吹啊，就变灰尘了。所以他们可以亲眼看见整个身体的变化。所以我们在说爱这个色，男女之间很相爱。你去那边看看以后再想他尸体的变化，爱不爱？爱不爱？那个很吓人的嘞。尤其那个血水崩开以后啊，整个都已经不认得了，整个形象都变了所以要了解那个真的是观身不见身体呀很肮脏，肮不肮脏？所以我们对先生，我们内心都有一种自体爱，自己很欣赏自己的身体，有没有？没有啊。那个是比较内心深处的一种思想，都会这个叫拢门户关关的，家己来照镜，欣赏自己呀，所以我们了解说，对身体都有某一种程度的依赖。那我们修道就是要了解说，身体呀，我们是要借它来修真，所以呢，用般若妙智慧来指挥身体的所有一切行为，这样呢就是借假在修真不要被这个假的身体拉去享受因为我们呢对色声香味触那个感官的刺激都很迷恋。所以男人他一赚钱了以后，他要去找那个花粉味，听懂意思吗？他可以一掷千金，很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一闻到那个花粉味，就好让后你很慷慨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耳闻所以那个叫感官的刺激要赚钱最好赚的就是这个钱最好赚尤其要赚我们坤道的钱就是化妆品。你看这不久不是都那什么百货公司在什么周年庆嘛，有没有？都是化妆品大家抢着要了。都是很贵的。我都讲这个等到大家拢叫你阿嬷，那个时候大家形象拢改换了，所以也不用什么化妆。那个时候你再怎么化妆也不会漂亮。大家变成阿嬷的，一定都是这样，很快的你看幼婴开始然后就叫小妹，然后真紧小姐，紧欧桑，真紧欧巴桑，过来阿伯快不快？很快哪一个也逃不了，都是这样嘛，看他透彻嘞，你免化妆啦，唔免。迄种假料你甲洗洗清气最漂亮的那个卖化妆品的骂死我了。
假的啦，身体都是假的，所以呢，不要呢，在身上用功夫，一定要在心性，在心性呢，用这个功夫才是正确。自心归一境，一切的尘劳爱欲境界呢自性皆不染着。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归一境了以后归一清净的我们的真心一切的尘劳，凡尘的劳劳碌碌爱欲，不管是爱还是欲那一种境界呢，我们自性都不染着，不会去染。所以我们凡尘要我们染真的是很快。我吃荤啉酒，假如说我们没有抽烟没有喝酒的人真的是也体会都不出来那个荤有什么好吃嘛，歹吃到死酒有什么好喝嘛啉了还蒙醉蒙蒙。可是你看一抽烟的要他戒好像要他的命。爱喝酒也是一样一染了以后就不容易去掉所以我们了解说为什么有的很好修，有的就很难修，就是假如说我们全部都不染污垢是不是很好修？修得很快，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染五颜六色好不好修？就很难修所以就不一定有的很好修，有的很难修，就看它累世之中的那个染尘的程度，染完成的程度很深就很难修像我们也没喝酒没抽烟，要我们来戒烟戒酒容不容易？容易，这个好这个我马上就做到了那假如说他们已经抽了几十年，喝了很久的时间，你要他们戒烟戒酒容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所以就是差别在这里。我们都时时刻刻都很清净，修起道来也就很快那假如说我们赶了很多没关系，只要你认真理了，只要你努力去做了，恒心毅力切力了，你可以成也不怕收不到，只怕没有心所以这个心很重要只要你切定了就可以达成。名重中珍重最珍贵，若修此行呢是自归依，凡夫不会我们自归依自讲依到自性来，我们凡夫呢都不会从日至夜，从天到晚上受呢三归戒受呢这个三归依的那个戒律。若言皈依佛假如说我们讲说皈依佛，佛在何处佛在哪位？各位请写佛在哪位？因为这个我们讲现象佛在哪里？佛是没有形象，对不对？就在我们心中嘛。所以佛在自心心外无佛心外都没有佛，佛在我们的自心之中。若不见佛，凭何所归？都无看到佛，你要皈依佛所以这个呢言却成妄，变成妄言无看佛来要皈依佛可是我们自性虽然没有形象，可是我们可以了了分明，对不对？皈依我们那个觉就是皈依佛了我们的觉时时刻刻呢保持都没有起心动念，都没有沾惹凡尘的尘垢这样呢就是已经皈依我们心佛自心就是天真佛。善知识各自呢观察，莫错呢用心我们也要各自呢观察，不要呢错用心。经文分明言是皈依佛，不言呢皈依他佛所以经文有讲
说我们要呢自归依佛，自己归依自己的天真佛，不言归依他佛，不是外面的佛，外面的佛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我们来效法。自佛不归呢，无所依据啊。我们自佛自己的佛不归的话，没有所依啦，所以我们依赖在外面那个不对，不正确。经济呢，自悟啊，能够自己领悟，各须归依自心三宝，归依我们自心的佛法身，佛就是觉了，法呢就是般若妙智慧，身呢就是我们的清净行为，所行持出来呢都是清净，是自心的三宝。那么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我们自己的内就调心性，然后呢外面表现出来尊敬他人。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我们尊敬他人就是供养之佛啦。所以只要我们对众生呢都尊重、都恭敬，这样叫供养之佛。我们呢对众生埋怨，对众生不满，那个叫做诽谤之佛。是维摩诘基数讲的啦，维摩经里面有记载，不是后学说的。是呢自归依也，我们要自归依。善知识即归依自三宝净，净就是完了，已经归依好了。各个呢自心依我说呢，一体三身自现佛，令汝等见三身了然自悟自现，自己呢能够领悟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总随我道，这个要呢那个会场的跟六字一起念。以自色身呢归依清净法身佛，在我们这个色身色身的里面有一个清净的法身佛，不用呢把这个色身破坏掉，不用色身的呈现就是因为有法身佛在。有法身佛在呢，色身呢才会出现。那么以自色身呢归依圆满报身佛，在我们的色身呢就归依圆满报身佛。这个果报身我们了解，我们现在呈现的也是果报身，我们造了业以后呈现的果报，所以自色身呢归依我们是还没有圆满，可是呢我可以归依我们这个报身佛。以自色身呢归依千百亿化身佛，在我们这个色身归依千百亿，因为我们的行为一表现出来非常的多了。在日常这个行为之中假如说这个在马路有那个小孩子要过，车子很多，你把他牵过马路这一个行为就是一个化身所以我们什么的行为都是我们的化身，这样了解吗？行为是不是很多？是不是化身很多？所以我们自己的色身就可以看到化身佛。善知识色身呢是色宅，色身呢就好像房子一样，不可言归不能讲说呢归到呢这个房子来。那么相者三身佛，我们呢相面向的那个三身佛在自性之中我们面向的三身佛就在我们自性之中。那我们自性没有形象我们身体色身代表因为呢佛在，色身才能够有行为动作，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色身上见到法身，见到报身，见到化身，这样了解意思吗？再多欣喜没关系。汝等听说世人中有这个在自性中呢，世人中有，我们凡人一定都有。为呢自心迷不见内现，
我们自心呐、都是住相，所以迷昧了，不看到呢我们自心佛性呐、不见内性，外密三身如来，在外面呢要找那个密啊就是找，找呢三身如来，不见呢自身中有三身佛，没有看见呐、我们自身中呢就有三身佛，如等呢听说，令呢如等于自身中见呢自信呢有三身佛，所以六祖要会场的这一些呢听六祖讲，说呢他要让呢大家能在呢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那么此三身佛从自性生，这个三身佛呢从我们自性产生，不从外得。那么何名清净法身佛？什么呢？叫做清净的法身佛。那么世人性本清净，我们呢所有众生呢性本来就清净，万法从自性生。这个万法呢，都从我们的这个自性产生。思量一切的恶事即生恶行。所以我们之前都有讲过说，这个小心你的思想。我们这边是没有背下来，北部的道亲呢都有把这个背下来。因为我们的行为从思想来，对不对？所以小心我们的思想，它不久就会变成你的行为。小心你的行为它不久就养成你的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它不久就形成你的品格。小心你的品格它不久就造就你的命运。所以由思想到命运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要研究真理，把真理融入思想，这样就圆满的。有没有？有没有听过？或许有讲过了，只是没有要求各位说把它背下来。各位呢现在可以借着那个这个 DVD 借着 MP3 把它背下来。你只要能够了解到这个内容，按照内容来做。就可以在真理世界之中生活。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思量恶事就会生恶行。思想怎么想，我们就怎么做了。这个不知不觉的。那么思量一切的善事即生善行。我们想好事呢，就是变善行了；想坏事呢，就变恶行。都是自然而然。那么如是之法在自性之中，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我们的自性之中。如天常清日夜长眠。假如说这个天呢没有乌云，常常呢都很这个清的时候，那天清这个日夜长眠就很光明。为浮云覆盖覆上明下暗。假如说呢有这个浮云浮云盖覆了覆盖了以后上面云的上面是很光明，可是云的下面竟然就暗了。那么呼吁这个风吹云散，遇到呢这个风吹云散上下寂灭，把那个乌云吹开了。所以我们了解呢这个风散了以后风吹乌云一散开以后就整个光明又恢复了。那个呢就是我们的修持。我们经过修持以后就好像有那个风吹那个浮云，万象皆现。这个很光明这时候万象呢都呈现。那么世人的性常浮有，我们凡人这个性都是漂浮不定性呢都是常常浮有，如比天云，好像呢上天的那个乌云一样。善知识自然如露。我们的那个智慧就好像太阳
那么慧呢如月，智慧啊好像日夜啊，智慧长明以外呢着见啊，被呢自念呢浮影啊覆盖自性，所以我们要这个智慧呈现啊，也就是日夜啊都能够光明。智慧能够常常都呢使用的话，就不会呢外着境内着空了，就不会。所以这边呢六祖就讲说，我们没有用般若妙智慧啊，一外呢就着境，着了境以后啊，被自念自己的念头啊那个浮云覆盖自性，不得明朗。我们自性啊没有办法明朗。那么没有办法明朗那个就在无明之中，那无明呢就造业了，造业就要受苦。若遇善知识啊，闻真正法遇到呢这个善知识，所以我们就要有行善的那个本钱，累积善，累积善呢，我们才比较有机会能够遇到善知识啊。假如说我们本身都不累积这一些善，那遇到善知识的机缘就不多，没有善知识开导引导，那我们呢要修上乘佛法不容易。那自己本身呢都有在行持，上天呢就会借着视这个物来点化我们，所以我们比较容易遇到善知识。可以听到真正的成佛方法，那么自持迷妄，自己可以除掉迷妄，内外明澈不管是内心外境都很光明透彻。于自性之中呢万法皆现，在我们的这个自性之中呢万法呢都呈现，见性之人亦复如是。我们见到呢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也是这个样子时时刻刻呢都不要呢被无明覆盖。我们起心动念呢就叫无明，时时刻刻呢我们都在起心动念。那么此名清净法身佛六祖呢就讲说，我们能够内外明澈自性之中万法呢都能够呈现。能够这样见性呢，就叫清净的法身佛。善知识自心呢，皈依自性，是呢皈依真佛。我们自心呢，皈依自己的自性就是皈依真的佛。自皈依者呢，除却自性中呢不善心、嫉妒心、残取心、无我心、狂妄心、亲人心。慢他心、邪见心、共高心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最常见的这一些心六祖都把它讲出来那个不善、嫉妒残取、无我就分别心狂妄，就是我们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看别人呢都看不起就亲人。然后慢他，慢呢就是骄傲就是呢看重自己看轻别人的意思。那么邪见是见解不正确共高也一样就是呢自己自大。急切时中不善之行我们呢都是要把这一些都能够吃掉，不要它。常自见己过最不容易呢就是见到自己的过错了。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过错，就是不容易看到自己的过错了。这个很现实对不对？自己的过错自己都不知道了，人家一讲的还气得要命别人的过错我们倒是看得很清楚了，很会检讨，就是不会检讨自己。不说他人的好他人好不好我们不去说，因为别人的好行了功德不会分给我们别人的恶造了业我们也不用去承担，所以就不要去说他好不好。可是我们人都习惯性不说嘴也尿都喜欢说所以我们要这样做，就是
自己的过错，不说他人好恶，是呢自归依，我们自己归依自己。常息下心，就是地心下气，这个很重要。所以六祖都一再讲，要下心，这个地心下气，不要骄傲。普行恭敬，普行恭敬呢，就是供养之佛。我们供养之佛才能够累积那个善根。即是呢见性这个通达，见性呢就能够通达，不会阻塞的。更无自爱，没有那个阻塞挂碍，是呢自归依，这样就是我们自己归依自己的那个本身本性的佛。那么何名圆满报身？譬如一灯呢，能持千年暗。所以这个佛有讲过说这个千年的暗示他已经积住了千年，不愿意去掉了。那个佛就问舍利佛说呢，可不可能那个千年的暗示他占据那个房间不肯离开？舍利佛说，只要点灯的他不去也得去对不对？各位先生，假如说那个千年的暗示已经暗了1000年，你去点灯的话，它的暗消不消失？绝对消失，对不对？绝对消失。所以这个就是在讲说我们不管以往在怎么样的愚痴迷昧都没关系，只要般若妙智慧出来，是不是那一些那个愚痴那一些迷昧都去掉了，对不对？所以鼓励我们过去就过去，不管它了，再怎么愚痴，再怎么迷昧都没关系，只要现在呢把自性的般若启发就可以了，这样了解吗？所以以往都好记就好不要去想它，不要有过去心嘛，不要去想它，然后呢不要有未来心，未来心你一直策划赶不上变化，变化快，你策划的太慢了那我们说把握现在把握不住了，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已经过去了，现在过去了，现在过去了，你抓得住吗？抓不住了。所以不要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我们就已经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呈现出来，这样了解吗？就最怕我们这个佛在过去尤其年岁越大，那个过去的心越浓厚，所以你见到他给你讲的话就好像那个倒带，你一直听你下次再来听他也讲这一些啦，你再下次来听他也讲这一些啦，都一样的。所以他活在过去没有办法呢去承担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我们在自己能够有主宰的时候赶快修，使自己的佛性能够自己主张，付给他权柄各位的佛性现在有权柄了没有？也未可以拢也搁伫咧感官的手头对不对？在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意念，拢六根的当家，对不对？对不对？还对要佛性出来当家不要给感官当家。感官当家他有喜欢讨厌就有取舍，有取舍就造业不好。我们要给佛性当家一灯呢能持千年暗，一字能灭万年雨。所以我们万年雨没关系，一字一个般若妙智慧就可以灭掉它所以我们就赶快培养我们那个般若妙智慧日常生活之中呢尽量都不起心动念万年都放下把心的物事都割除，这样就可以启发我们般若妙智慧。那么莫思现前，这个六祖讲说呢以前过去的不要去想已过不可得啦，过去心不要有
这个末世啊，向前，就是已经过去的那一些啊，那些不要去想。那么长思以后啊，要想到往后，所以我们要想到往后啊，我们要回归本位，想到以后，念念圆明，使我们的念啊都圆明、圆满、光明。所以这个念就是没有念，活性的本体没有起念，一起念就离开本体了，所以念就是全部都没有起心动念，都是呢保持在活性本体当中，所以念呢都圆满，念都光明，就恢复到本来，所以我们要念圆明。一起心动念就没有办法一念万年了，万年一念。我们的心体呀，它本来就离开念头，心体没有念了。我们起心动念是不觉，已经不觉了，不知不觉不觉就叫无明，这样了解吗？因为那个不觉呀，也是佛性在背后支撑假如说没有佛性那个不觉就没有作用。无明就是因为有佛性在，无明才有作用。所以无明的实性即是佛性。无明无明的实性就是佛性。为什么起无明？就是不觉。为什么不觉？不研究真理为什么不研究真理？没时间为什么没时间？赶死赶死。为什么要赶死自然被自然主宰了。所以就有这种现象。那我们呢，就是要回光返照，让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呈现。所以六祖讲自见本性，念念圆明自见本性，善恶虽殊，那殊就是不一样，善跟恶呢不一样，本性无二。我们本性没有恶，善恶呢是两端可是本性没有两边。无恶之性呢，名为实性，没有恶，那个没有恶就是我们的实性。于实性中呢，不染善恶，此名呢圆满报身佛。在我们的实性之中不染到善，也不染到恶。那个呢，就是我们圆满的报身佛。自性呢，起一念恶灭万劫的善因，那个劫是很远。我们这边有没有讲过一劫有多少时间？有没有讲过？没有在那个佛的词典里面他讲我们一劫时间怎么算？就是说我们人的平均寿命有10岁。为什么这么短呢？才10岁因为人心很恶，地生长的东西虽然可以养生，可是都有毒都会害身，10岁就死掉了啦。所以女孩子生下来8个月就要结婚了，因为很短很快就死掉了。然后呢，这个恶己施善，要想行善，然后行善也没有那么快就增加寿命了，每100年增加1岁，每100年增加1岁，然后增加到84000岁，这样就够年。84000减掉10，再乘以100，
84000岁是我们人类寿命的顶点。然后那个时候啊，善已经到极点了，就又想恶啊，又做坏事，每100年又减1岁，一直减到10岁，这样一增一减叫做一劫。看多少故？各位回去的时候，计算机拿出来算一算，看看一劫啊，它有几年，可以算出来哦。所以自性其一念恶啊，就灭掉万劫的善因了。非常久万劫的善因呢都被我灭掉。自性其一念的善啊，得恒沙恶尽。只要我们起善念，恒沙的恶啊，一粒沙一个坏事，恒沙的恶都已经尽了，没有了，直至啊无上菩提，一直到无上菩提。念念自见不失本念，我们呢这个念念自见不失掉本念，名为报身那个果报身，不失掉呢我们那个真不昧的真心佛性，叫做呢不失本念。那么何名千百亿化身？什么呢叫做千百亿化身？若不失呢万法，性本如空。我们呢不失万法，那个性啊就跟空一样，跟这个所有宇宙虚空都一样。一念思量，名为变化。我们一念的思量，念头啊起心动念，在思，这个思量，这个时候呢就叫做变化。思量恶事呢化为地狱。我们思量坏事的话呢，就变地狱；思量善事呢，就呢这个化为天堂，就呢变天堂。毒害化为龙蛇，慈悲呢就化为菩萨，智慧啊化为上界，愚痴呢就化为下方。自性变化呢甚多。我们自性的变化很多，迷人呢不能醒觉，不能反省，不能察觉，念念呢起恶，就念头都是起恶。那么常行恶道，一想念头恶啊，行为啊就会恶。回一念善啊，智慧即生。只要我们呢回光返照。照到佛性来的时候啊，那个善啊，自然就产生了。有善呢，智慧啊就有。有智慧了，我们呢就会了解啊事情的真相。这样呢就不会行坏，一定呢会做好。那么此名自性啊化身佛，是我们呢自性的化身佛。善知识法身呢本具啊，我们那个法身本来就具备。念念自性啊，自见即是呢报身佛。我们呢这个自性自见啊，就是报身佛。从报身思量，即是呢化身佛。从报身来思量，就是化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我们自己领悟啊，自己来修持我们自性的功德，是真皈依。我们真的皈依了，皈依佛了。归我们自性佛。皮肉呢是色身，色身呢是宰色，就是房子啊。不言皈依，不是皈依这个房子。但悟啊自心，自性的三身，即是呢自性佛。我们认识自性啊，具备了三身，法身、报身、化身，自性都具备。这样呢就认识自性佛。无有欲呢，无相颂，这个六祖的颂都是无相颂。若能呢，这个颂词言下，令汝精进迷醉一时消灭，能够呢这个当下，所以讲言下，就是我们讲那个十世古今不离当念，那个呢当下。颂曰：迷人修福不修道。迷昧的人呢，他修福不修道，
所以我们了解哦，那个修福报啊，那个都是有期限的啦，哦，期限的都不长。我们种了多少哦，那个善因啊，得到多少福报。他修福报哦，在凡尘，当然是高人一等啊，可是那个都不值得我们羡慕。我们羡慕的就是离开苦海，哦，这个知道凡尘呢都是苦，纵然福报也是苦。那么只言哦，修福啊，便是道。这个凡人都讲，都咧做好事啊，哦，修福啊，迄都是道啊。所以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研究了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不一样的啦。哦，我们心地好，那个心好都好啊，吃什么菜？不是常听这一句话吗？大鱼大肉吃，讲伊心好，心外好。哦，所以没有研究啊，就不知道那个内容。那我们一知道以后，哦，就是跟一些也是众生啊，大鱼大肉嘛拢众生。结恶缘呐，要来还，你吃它呢吃它8两要还多少？半斤，8两就半斤哦。布施哦，这个供养福无边呐，我们布施供养那个福啊，福报哦很大。心中呢3恶啊，缘来造，3恶是什么？就是贪嗔痴啦，我们心中的3恶啊，就是贪嗔痴，贪嗔痴啊，就一直在造。泥浆呢修福啊，亦昧罪；后世呢得福啊，罪还在。他呢，这个修福的人呢，就是想说将这些福啊来灭掉他的过错一些罪业。可是呢，我们后世啊，再来凡尘。得到福报了，可是罪还在，罪都在。但向呢心中啊除罪缘，我们向我们的心中除掉呢会造罪的因缘，我们造罪的因缘是什么？不是刚讲过吗？就是那个贪嗔痴啊，那个就是心中的罪缘，会犯罪的因缘都是贪嗔痴啊，都是那个最毒的3毒。各自性中呢真忏悔，就是我们要呢自性之中呢真忏悔。忽悟呢大圣真忏悔，依到呢这个大圣佛法的真忏悔，就进入那个呢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了。持学行正啊，即无罪。我们把邪都除掉。行呢都是正道，都是真理，这样呢就无罪。邪道呢常以自性观，我们学道，我们修道呢，就是呢要时时刻刻都观自己的本性，自性观，即与知佛同一类，就跟佛同等了，相等类的都一起了。无绝传呢此顿法。就是历代的这个祖师呢，都是传这个顿法，顿教法门，让我们可以从凡夫直接到达佛地。普愿呢见性同一体，这个六祖就讲说普愿，这么广泛的这个愿力能够大家都能够见性，明心的见性，都同一体这个性本同体见性了以后就可以归入同体了。若欲当来立法身，假如说我们要呢找到自己的法身，离知法相心中喜，把所有的法相有形有相的在心中把它呢都全部洗得干净，没有住相了，没有形象了。努力自见莫悠悠，我们要努力自己来见到自己的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不要呢这个悠悠的过日子，那个就是虚度光阴啦。悠悠就是虚度光阴，一天过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后念忽觉一世修，等到呢我们呢这个后念呢觉了，
那一生呢就过去了，哦，很快。若悟大圣呢得见性，我们领悟啊大圣佛法，见到呢哦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哦前恭啊合掌自心求，我们要很虔诚恭敬，然后要合掌哦自心来求，一定呢可以呀哦悟大圣见哦得见性啊，所以哦一定要虔诚恭敬，然后合掌。这个合掌或者讲过嘛，哈，什么意思？合掌什么意思？合掌什么意思？都不用心。我们右手做的事啊，左手做的事，是不是都完成事？啊，合掌的时候完成事有办法做吗？没有办法做了，对不对？是不是把完成事啊都挪到背后去了？背成完成的事啊，已经都放到背后了，背成。然后我们双手一合啊，是不是把良心都掏出来，叫做和解？所以合掌叫做背成和解，这样了解吗？哎，我们在完成就是要做是4个字啦，完成事都放到背后，结性也拿出来。跟结合在一起，跟成啊相违背。我们现在是相反，我们现在是背结，然后合成，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跟成完成相合啊？有没有？不承认啦最少内心深处不跟他合。那么师言六祖讲，善知识总须诵取一定呢要这样来诵，然后呢取来用，依此修行，按照这样来修行，言下呢见性，就是当下就能够见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我们那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个都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各位有没有见到啊？画一个点点，要见到要见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要用那个来修道，用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果位，才会成就。虽去无千里虽然离开六祖有千里的远，如常在五边，可是呢只要我们能够按照六祖讲的去做就好像就在六祖的身边。那么以此言下不悟虽对面千里，在这个言下不领悟的话虽然说都跟六祖面对面的在一起可是那个心隔了千里远这样了解吗？所以对面千里，面对面不加近对不？可是心没有领悟就隔得很远，因为心都不重，所以隔得很远。那么合情引来，假如说是这样的话，那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就不值得了，不想做的话，不想修行也就不值得。尊重好去就是要尊重。尊重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那么一众闻法迷不开悟就全部开悟了，这个很理想。一听到呢上师佛法都开悟了，欢喜奉行，都全部这个欢喜奉行。这个呢就是这个第6，这个忏悔品。那我们呢这个积言品呢，下个礼拜呢再讲。剩下这个15分钟呢，就是要给各位这个问问题啦。那或手上有一张这个美国有一位前贤习美惠从美国传真过来问一个问题或许把他的问题这个念出来。这个佛学于超拔母亲半年以后发生车祸，颈腰椎间这个
椎间盘结呢突出，颈部的经脉异常已经10年，浅显的帮或学拨筋很疼痛，或学很高兴的因为可以实习刘讲师所教，找不生不灭这佛性，也试着转移注意力。虽然疼痛程度呢有减淡，可是呢并没有清晰地调到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一边的他写那一台，仍然呢停留在这个觉台。请教刘讲师，你如何调对台？要调对台。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这个超拔，各位先生要了解到那个很关紧要很重要，就是一定要考虑到自己的功德够不够，因为我们超拔了以后，被超拔人所有完成的那一些罪业你要全部承担，全部要承担的。所以我们到后天庙去超拔，那个用了很多钱那个都没用那超拔不动。那我们这个先天的超拔，一超拔了，马上他就已经到离天了。可是他在凡尘所造的业他累世所造的业我们超拔的人要承担。所以很多这个比较这个就是要那个好名相好听，所以他会超拔。超拔以后整个人承受不了的时候就整个人我们讲骨会拍落听有整个他没办法修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在这个大都的道场那个重修有一位点燃师他呢这个功德是很大时时刻刻在法会讲课呢，讲那个孝的感想，连老千都很喜欢听。他超拔不是他的亲人是超拔他的老师，那个是算是外姓。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因为我们超拔自己的亲人有孝的那一种成分在，所以上天会帮我们担当一点，没有全部我们都全部接受，所以那个比较容易我们去承受得来。那因为他超拔老师，那老师所有累世的冤签全部在他身上，整个呈现的时候，他本来是很正常的一个点燃师马上中风，然后对我目睭戳，手骹手一骹一手，厉不厉害？我们看着大家都吓到了，那样呢？就是要知道那个厉害，所以你要衡量自己的功德够不够，可不可以超拔，很重要。不要你为了好一超拔了，结果连道都没办法修了，那不是得不偿失吗？所以一定超拔时候要慎重。所以他说呢，超拔半年以后他就这个遇到那个车祸，那个就是已经超拔的人的一些冤签都已经来了啦，找上你了，你就是要能够撑，要你能够把它熬得过来，全部都还得清了以后你才恢复到正常。所以这一种折磨，我们要事先有心理准备，就是你要经得起折磨。但是你都是假的啦，不真，所以在那一种这个很痛的情形之下，
就是你要能够真的那个时候啊，放下万念，身体都是假的，他可以找到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它不会痛啊，这个只要你很坚定啊，所以呀，对那一些所有的疼痛啊，你都有那种坚定的心去忍耐，这个时候那个痛，它会变得不见了。像我学那个开始学的时候啊，去那个脚底按摩，那因为或许身体非常不好，那个脚底按摩啊，可以说整个都是沙粒啊，刷了吧？各位知道吗？那个一压下去啊，就是表示身体很不健康啊。它哪一个部位会痛，就表示哪一个器官不好。那或许那个时候在想，这个都是身体啊，都是现象啊，是假的啊。那我要找到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我说好，就全部把那个注意力啊，全部转移到我们那个觉，就是我们那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的那个觉啊，全部转到那边。帮或学做的那一个是很魁梧哦。他看到或学奇怪都条条叫是安那我那拢无一点迄个艰苦的表情，为什么都不哀叫？所以他就越用力越用力啊！那个时候找到窍门了，越用力我没有回到我身上的觉来啊，都是在那个佛性的觉啊，所以不痛啊，不痛到后来一压了那个茶棍啊，有没有？压茶棍啊来安尼硬呢？一样啊，我也是在先天的觉里面啊，也不痛。人家伊讲换人。那这些我回神过来，拢放到转来身躯的时阵，哇！我才变袂惊路啊！痛，那个痛是妄觉，身体的觉啊，那个痛啊，都整个呈现了。所以我们了解当你找到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啊，那个欢喜的程度啊，是不得了的。所以可以克服所有脚骨袂疼，疼到袂惊小事，竟然是小事啊，大事还是小事，会惊可是没多久，我又可以走路了。为什么？因为我要把它调到佛性回来。身躯拢假啊，行路迄脚骨敢若去打到迄个米啊，踩下去啊！那安尼，佛性在行，不是身躯在行，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只要我们有那一种坚定的心啊，一定就可以达到。所以他讲说超拔以后啊，遇到那个灾难车祸，那个是我们要有心理准备，是正常的。所以不要怕，承担就好了。还有，等一下再问。还有，这个刚我们上过离迷离觉，觉的解说呢，和皈依觉。同样的一致啊，解说的为何不一样？所以我们刚才有讲说呢，这个觉啊，用在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也都是用这一个觉，所以这一个觉就是佛性的本体。可是我们用在身上的觉，那个觉是妄，是生灭。比如说巴肚就腰，是不是觉？这个觉咱来吃物件，伊是不是会消失？对不对？它是不是生灭？是生灭的。我们说这个身体觉得冷，然后我们穿衣服啊，那个冷会不会消失？就消失了，对不对？所以那个觉是生灭的，是
那我们那个佛性啊是不生不灭的，同样的字啊，不同意思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经典里面的都是这样，同样的字，不同的意思。那要了解，了解就好。我们了解了就好啊。那个离开迷就是不要迷昧啊，离开觉就是不要忘觉不要。我们就是要那个真觉，就是要我们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是真觉啦。那个身上的觉啊，说痛啊、饿啊、冷啊，那个都是生灭。生病的时候痛，会消失啊？会，是不是生灭？所以那个不要住在上面，那个叫理解。这样的字啊，不一样意思。有问题吗？还有5分钟。好，请说。有讲说好后来书学习那有一个观念要请教有点是。好，你说。我们道本是体没有善恶，那教呢，它是用教化人心来做一个善感导恶向善。那如果人人都能够得到善的话，那就是纯善论。那这样的话是合道理。好，请说。那因为就是没有恶，所以没有比较，那就是一个纯善。那我们说，或许意思说，如果说人人都纯善的话，那这距离道的距离多远？好，请说。我们对这个真理的认识就是都还不够了所以要了解到我们本来在理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纯善无恶啦，全部都没有坏。可是呢，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落入现象，在这个现象界里面，这个现象会产生那个诱惑力量。那我们受到现象的诱惑会违背良心去做。那违背良心去做，那个就变恶。那我们顺着良心去做，就叫善。所以从佛性发挥出来，那个是同一个位置可是发挥出来已经就不同了。违背良心就恶，顺着良心就善，就变成两边。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把这两边去掉，没有善，没有恶。全部呢都存佛性，存佛性的时候是一个绝对体，叫做已经回归到本位。那假如说我们是保持一个善，去掉恶，那还在两边，还没有回归到本体。所以我们修持的那个过程就是要持两边，要有持到两边的智慧。不落入善，也不落入恶，就是中道，就是在本位，在佛性本体之中，用佛性本体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凡尘的万事万物我们用佛性来应对，事来则应，事去则见，这样都没有两边没有善恶，也没有造业，也不用受苦，这个才叫真理那假如说我们凡尘有某一些观念都会偏，偏了那个不正你一直去修持的话，那个叫福报，修福报，不是在修道回到本位回来，这样了解吗？还有1分，好，请说。有两个什么样？找到真心佛性之后，可以身体避开那个疼痛的感觉，伸缩自如，那它可以发挥什么功能？因为我们平常已经呢跟我们的身体这个密合度还高，它没有把那个重心我们的注意力拉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来。所以现在呢，各位就是要培养呢，我们时时刻刻都注重呢生不灭真心佛性，身体看清，
所以或许有讲过啊哈，老千不是都不吃药嘛哈，然后这个已经发烧到很烫的时候啊，那个是跟老千住在一起的点儿跟三彩啊，就打电话给大姑嘛。那或许开车啊载大姑要上台北，已经走到一半苗了。那大姑接到电话以后说，梁叔我们回去，就回到福山去看老千了。那大姑到福山的时候啊，就趋前去摸老千额头，就跟老千说，你脑很烫呢，就是那个额头很烫。老千回答说，就让他烫吧。所以由这个话，我们就是了解到，老千呢不把重心放在身体，他把重心放在佛性了，所以身体就让他去烫吧。我们有没有这个承担？有没有？要是或许就没有了，赶快吃药。所以那个不是这个叫什么？这个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不是一次可救，一下子就到达，是要我们经过长久的努力，时时刻刻呢都把重心放在佛心，对身体自然看清了。那身体的遭遇，身体的一切自然不值得我们重视，就会重视佛性了。那个时候佛性就有力道，了解吗？我们修的就是修这个啦。下课。谢谢。好，我们来讲这个《六祖坛经》这个机缘品。这个机呢，就是根基缘呢就是殊胜因缘缘分的这个机缘。像我们现在这个遇到上天大开普渡这个是非常殊胜的这个机缘，能够求到的，我们就能够呢这个回天，所以呢要努力修持。各位都翻到了吗？这个师是王美德法六祖从五祖那个地方王美德法回呢到少州曹伯称人无知者，就是大家呢都不认识。那么时由鲁氏刘之类，那个鲁氏就是曾经这个做大官，然后已经呢退休了。那个学者刘之类，礼义呢甚厚，就是对六祖能够知道是有德有道之士。那么寺内有孤为女这个之类有一个孤为女，名字呢叫吴进长。这个吴进长现在呢是肉身菩萨。还在呢大陆衢江山上庙里面，所以往后呢有到这个大陆去的时候去找找看，在庙里面还可以找到吴进长的那个肉身菩萨。他的家境很好，可是他修那个苦行，就是呢一天只有吃一餐，晚上不倒单。不倒单各位知道吗？就是不躺下来睡觉，要睡觉就坐着睡觉。各位有没有坐着睡觉过？坐着睡觉，像那个广清和尚他也都是不倒单，他要睡觉就坐在那个藤椅这样就过晚上，这个修苦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并没有鼓励我们众生修苦行，就是因为苦行对自己没有利益，对众生也没有利益。可是呢，我们有时候会采取那个修苦行，
就是磨练自己的心智。因为我们的身体都会有那个苟且偷安，都会不想劳累，所以要磨练自己那个心智，会采取这个修苦行的方法。那么这个无尽常呢，他就是修苦行磨练自己，家境很好又能够一天只有吃一餐，然后晚上睡觉又不躺在床上睡，这个都是一般人做不来的。那他呢就是能够做到。那么常诵呢大涅盘经，这个无常呢诵这个大涅盘经。大涅盘经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要进入涅盘之前一天一夜所说的那个经典。那么师暂听呢即知妙义。因为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涅盘经的时候就已经呢要进入涅盘了，所以在平常有一些没有讲明的，或是讲得不够透彻的，在涅盘经里面呢都有交代。所以呢我们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看大涅盘经。那么六祖暂听这个无尽常比丘尼诵这个大涅盘经呢，一听了就知道里面的妙义。那么遂为解说这个无尽常来解说。那么无尽常乃执卷问字，拿了那个经卷，然后问这个六祖。六祖就讲说字即不是义即请问。说这个字文字我不认识，那里面的义理你就可以不了解的地方就可以这个问。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修道呢，不关学识你念得多那有时候也不见得说能够了解佛理。那么无尽常比丘尼呢就问这个六祖说字尚不是焉能会意？说文字都不认识怎么会知道真理呢？怎么会知道意义六祖就讲说知佛妙理非关文字。知佛的妙理跟文字没有关系。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我们呢平常我们众生都会高推圣境，自居卑屈，就是把圣境推得很高，然后我们只觉得说没有到那个程度那我们呢要知道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佛跟我们众生一样的，只要我们能够领悟了就可以直先做佛。那么无尽常比丘尼经义之遍告理中其德那个其德就是年纪很大有德性的人其德。这个呢其这个日一个老底下一个日，然后呢讲他是呢60岁到70岁，然后蝶帽其蝶帽那个蝶呢就是字一个老底下一个字，到达那个字，然后帽呢就是一个老底下一个毛其蝶帽。60、70叫其，70到80叫蝶，帽呢就是80到90叫帽其蝶帽，都是很老的那个意思然后呢这个无尽常比丘尼就遍告理中的其德，然后跟他们讲说此是有道之事以请供养，就是呢要来供养这个六祖。那有魏武续生呢曹叔良，这个魏武续生呢就是曹操了。曹操各位知道吗？
周丑啊，曹操的年代是西元250年，西元250年那个时候曹操。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呢，这个曹叔梁的时候啊，是已经到西元690年，已经呢，他的这个贤孙呐，已经很多代了。那么吉米进来呢瞻礼，就是全部都来这个供养六祖。那么史宝林古氏自隋末兵火，那个在六祖出生之前，六祖呢出生638年，那么出生之前在62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兵火把那个宝林古寺就已经毁掉了，就是没有人居住，没有人管理。那遂于故基重建换在原来的地方呢又盖这个寺庙。那么严师居之请六祖去这个居住。儿程呢宝方就是很快，这个儿程就是很短的时间就完成那个寺庙。那么师至9个9月1日是这个9个多月，又为呢2党行主。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一些要追那个衣钵的这一些人就是一定要得到，不然我们一般呢追了到3天追不到就放弃了。那我们呢要了解说追了3个多月还在追的话，那个心就很笃定，就一心想要那一种很强烈的那一种心那么师乃顿于前山，也就是以顿这个藏起来。那么背脊众佛这个焚草木这个一走进那个山里面呢，是一些恶人就想说，我用火把你烧，一定你会出来没办法呢住在里面。那么师隐身呢挨日时中得免，六祖就能够进入那个石头里面，就会受到伤害。所以这个都是要有那个神通才可能把身体的隐遁进入石头里面。那么史今呢有诗这个呼作的漆痕及呢布衣之文，现在都还在。因名避难石，那个石头就叫避难石。那么诗意无子怀慧子长之属，六祖呢就想到说无子有跟他讲，说弘怀则子意慧则长，就是到那个怀集智慧的地方呢，你就住在那边，就隐藏在那边。那么遂行呢云以2言，就在这2个县这个隐遁。这个呢是稍交代那个过程。那么底下呢就讲那个第一个这个生花海，这个基业品第一个把所有这一些弟子所问的一些问题，从问题里面领悟那一个关键都把它记载，让我们能够去效法。因为这一本六祖坛经就是华海写的，所以他第一个他把自己摆在第一个，问问题。少周曲江人也，吃餐子时问曰，这个见六祖时候就问，说即心即佛，愿垂求欲，希望六祖能够呢此事能够让他呢能够了解。六祖就讲说，前念呢不生即心，后念呢不昧即佛。说前念我们呢这个之前的念不生不起心动念，这就是心。那么后念不昧，后面的念头都还在，没有昧，那个即佛。
那或许说哦，我们把这两句哈、把它合并，然后我们把它重组，组织不一样的。前念皆后念，不生皆不灭，即心皆即佛。这样意思就很容易啊，我们会知道了。各位学点这样知道吗？前句的前念皆后念，后句的后念，前念后念，不生不灭，即心即佛。按那意思有道出来不？有没有？就是前念后念没有，没有一念接一念因为不生它也不灭。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念头之前不是我们讲过吗？直视古今不离当念，还记得吗？记不记得？就是这个三世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三世。那么三世各有三世，前世也有三世，今世也有三世，未来世也有三世，那加起来就9世啦。那9世再加我们现前的一念叫做10世。那10世的古今、古时候跟现在不离开我们当下的念头，就是我们万年前就是我们现在这一念，万年以后还是我们现在现前这一念，这样了解吗？这个是从真理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个一念具备万年，我们的一念具备万年。所以我们前面都有讲言下事至本心，见至本性，有没有？有没有印象？这个就是在六祖坛经里面就有讲说呢，我们这个言下要见至本心，要事至本心见至本性。那个言下就是我们当下眼前之一念，这样了解吗？我们把我们眼前现前的知念能够掌握住，叫做我们那个觉性时时刻刻都保持住。那假如说我们把现前的知念忘失了，那个叫无明，这样知道吗？重不重要？我们时时刻刻都无明，对不对？有没有不承认。因为我们把眼前之一念忘失了，才会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我们要了解到就是无明。那我们保持眼前之一念，不起心动念，那整个佛性都呈现，我们整个佛性都圆满，跟佛都没有两样，都整个呈现了。那所以保持这个觉就很重要，所以我们时常会听到活在当下，有没有？我们活在当下，那个意思就是当下的佛性都具足圆满，没有缺陷跟佛没有两样。可是我们就是因为没有去把握这一个觉，当前的这一念没有去把握所以就不觉了，不觉了就起心动念。我们心念一起各位学姐，我们的行为就跟在后面，我们的行为都跟随我们的念头，对不对？所以之前才讲，小心你的思想它不久就会变成你的行为，小心你的行为它不久就会养成你的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它不久就形成你的品格，小心你的品格它不久就造就你的命运。所以由思想到命运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要研究真理，把真理融入思想，这样整个就圆满。整个思想都是真理。
它都是真理啊，就是我们当下现前之念，所以都是啊，有可依赖。各位听得懂吗？我们有依赖的地方，就是依赖我们的觉性，依赖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只要我们肯这样做，一段时间，累积一段时间啊，我们本性所具备的般若妙智慧，那就会产生。般若妙智慧知道吗？就是我们本性所具备的，不是我们在凡尘所学的那一些聪明，不是，因为我们聪明都不肯吃亏了。所以我们会把浩然正气都用掉，就变成没有浩然正气。那或许师长讲没有浩然正气我们在人烟稠密的地方没有感觉可是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我们感受就会很大。在没有人的地方会感到害怕，那个就是缺少浩然正气。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时时刻刻呢都跟觉性在一起浩然正气都在，不会消失。那假如说我们要培养，那培养浩然正气最好的方法就是吃亏。能够吃亏的话，浩然正气就可以培养。所以我们台湾有讲说，人讲天拢袂欺负人。你若人巧，天在做水头，有没有听过？所以我们太聪明了这个要了解到，肯吃亏的话，浩然正气用掉了，用掉以后那个无形的，我们空间有很多无形的那一些呢幽冥鬼魂、魑魅魍魉，他看到你没有浩然正气呢，就想揍你一拳那我们被那个无形的一揍到了以后身体就不舒服，可是没有形象只是不舒服。那我们去找医生的话，医生检查不出毛病说你什么这个器官都正常，那个指示都正常，可是很难过各位有没有遇到这个现象？还有那不好不要有那个表示说我们这个平常之中都善事不做没有那个吉神拥护所以那一些这个幽冥鬼魂、魑魅魍魉、凶神恶煞才会找我们麻烦被他找上了就是要受一点灾难。那我们要了解说，这一些呢我们都可以去掉，一些灾难我们可以不要不要的话呢，就在我们这个本体我们佛性本体之中建立浩然正气自然有，就是人格都很清高我们这个人在天地之间跟天地是齐一样，天地人，人为三才之一是很这个殊胜很大的，可是我们现在人都不敢讲因为我们没有带天来显化。各位有没有带天显化？拢无信心所以我们已经都求到了，然后也都这个投入蛮多时间来研究，然后呢了解一下真理，就要带天显化天不言地不语，就是人要来讲，所以讲的话就要符合义理跟真理相应然后能够劝化世人我们凡尘现在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善良的很多了，可是坏的也不少各位有没有遇到那个诈骗电话？蛮多他们你看诈骗电话的那一些人都是年轻力壮
头脑很好，可是不走正路了，不知道因果厉害，所以他们都专要到三个道去，好不好？这个入地狱唯恐不深啊，受苦的时间唯恐不长。那骗来的钱不要还吗？要不要？要，因果是定理的，决定的，再怎么久它都在。你骗人家的钱呢，就是要还，在还之前还要先去地狱去受苦，那个地狱受苦都是多余的，出来还要再还的。你欠人家多少要还多少。像我们吃鱼吃肉，吃人一命爱害人一命的。所以我们就了解说，我们在还没有明理之前就吃了很多众生的肉，要不要还啊？要还。你看我们一生不要说一生一天就好。吃草的人，你看一天伊吃几条呀？或者都吃，迄母仔鱼若一盘几条死命。哇！你刚吃一嘴就骨头尾啊，对不？是不是要还了很多生了？所以难怪我们佛经里面时常看到，一失人生万劫难复。像没都刚吃遐济所以那一些呢，被我们吃的一些性灵，他就讲，有德超我身，无德还我命。我们够不够德啊？我们都不够建立的德都还够。所以呢，就是要努力努力帮助众生能够了解真理。尤其上天大开普度能够这个度化我们亲朋好友，一定要求道。求道以后呢，好好修道，可以成仙做佛，脱离苦海，凡尘不好玩的。我们现在凡人都会觉得说，凡尘还不错现在交通很发达，可以到各国去观光，很累人的。各位有没有去玩过啊？好不好玩啊？玩是很好玩很累对不对？所以我们把心心神投入，了解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把那个注意力全放在修我们的佛性，叫前性起修。前修呢在现，前性起修就是把全部的注意放在修道，然后呢注意力的重点全部放在现，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也就是我们当下这一念，让它时时刻刻都觉，没有不觉的时候了。这样呢我们在凡尘新的业都不造了，那旧的业我们随缘就了缘帮助众生呢那一些都是了缘把那个凡尘的这一些债全部都还清，一还清了以后我们呢就可以解脱就可以呢成仙做佛。这个呢是我们研究了心理心法以后，可以自己在内心决定的。各位现在信心有了没？有没有说我决定可以成佛？有没有啊？有啦，没啥啦。还不够力道。所以还是要用要用，时时刻刻呢尤其我们这个心理心法了解不容易这个要反复的一直听，一直呼吸，然后才会懂，不是一下子就懂了。或许回去北部呢问问前贤说，你们听多久才懂啊？大部分这个根基比较好的都讲1年多了，1年多。
1年都还很努力哦，这个反复的一直在听，然后也有已经呢5、6年的，5、6年已经很熟了，对这个真理很熟悉，已经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呢不会造心眼，那个就很理想，所以一定要自己努力，这个别人没办法帮忙，一定要自己努力，自己兴奋的东西要自己努力，我们在日常生活时时刻刻呢，都把那个外放的心神收回来，最不容易呢就是这个啦，这个造化引诱我们精神外放，那我们呢要把精神收回来，记得说外放就是众生，收回来就是仙佛，只要精神收回来就可以成仙做佛，一外放了就当众生了，所以我们要呢这个怎么样？人一死之苦，这一生努力的修，让他成就啊。那往后一成就了以后，证悟本性了，可以千百亿化身啊，可以无量无边的度化众生，可以长久啊，都呢可以到所有的佛世界去度化众生，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自己要决定。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这个成一切相，所以我们了解说呢，我们的这个心可以生出万法，那万法呢都是从我们的心成就，所以成一切相，一切相形成就是我们呢那个真心，然后我们不住相，可以离一切相。离一切相即佛，这样知道意思吗？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一切相的形成跟我的心有什么关系呀？都会有一种疑问不知道呢，这个万象三而大地都是我们真心所呈现，是我们的真心所呈现的，三而大地全部都是。所以那个成一切相就是我们的真心，然后我们可以不住相离相的，离相呢就是佛，这样懂意思吗？懂不懂意思？凡尘的万象形成，它是因缘际会，缘际则生缘散就灭，因缘际会形象呈现，因缘消失的时候那个相就不见了，所以要了解说，那个缘际则生，缘散则灭，那个当体它没有性，它没有一个主宰者，没有说谁在主宰这个相的完成，相的那个消灭，没有，这样懂意思吗？不懂也没关系有一天终会懂的。只要呢，我们这个努力的投入投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就会完全了解。五漏俱收呢，穷劫不尽六祖就讲说这一个道理假如说要全部具体的把它说出来，就是讲所有的内容，那穷劫就是非常远的、非常长的时间非常长远的时间呢，都讲不尽，讲不完。天无具曰，六祖呢就讲这个句语，说即心明慧，即佛乃定，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慧，智慧。所以这个本具备的那个般若智慧，就是我们真心真心所具备的般若妙智慧。那个即心明慧，都不是呢从现象学来的，从凡尘学来的，不是，是我们本性呢所具备。那么即佛乃定，那个佛就是定，所以我们本性里面就具备这个定。
要学那个禅定啊，就是要学本性里面的那个人本来具有的那个定那个才是我们要努力去学的。那么定慧等持定跟慧啊平等来受持定要有定要有慧，平等的来受持，意中呢清净，是那个意啊。那个达摩西来一字无啊，全凭心意啊，用功夫那个意啊，全凭心意的意，意中呢要清净。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呢，这个意中清净了以后啊，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呀就呈现了。我们意不清净佛性本体呀就退隐了，隐藏了。悟持法门呢，有如啊，虚性，能够呢领悟到是一个顿教的法门。那么有如啊，学习这个呢，就是啊，让我们进入那个习惯性有如习性。所以这边的习性啊，跟我们这个六道轮回所带来的习性啊不一样。虽然文字是相同啊可是它意思不一样。上次呢我们不是有讲那个身的觉啊跟佛性的觉文字是一样的，怎么意思不同？有没有？那个已经懂了没有？佛性的觉跟呢我们身体的觉啊，它文字是一样可是那个内容啊差别很大。佛性的觉不生不灭，身体的觉是生灭。所以身体的觉啊，我们就不要住。那个佛性的觉啊，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够保持。这样呢就不会起心动念。所以这边呢这个习性啊，就是我们学习了因为学习了以后啊，是从有为，然后进入无为。像说我们呢这个小孩子开始的时候啊。都不会走路，也不会吃饭，那慢慢教导，对不对？教导到他自己会走路啊，自己会吃饭，慢慢的他自己是不是已经很习惯？那个养成那个习性习惯性。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这个反省自己呀，习性里面呢有不合真理的地方，我们把它改掉。改掉不要。那假如说我们的习性里面跟真理是相符合的，我们可以保留。那都这个我们累世以来啊，不是说所有习性都不好，是有的太离谱的比如说贪嗔痴啊，我们佛性里面有没有？佛性里面没有贪嗔痴啊，可是我们习性里面就有。所以把那个改掉，认识啊能够改掉。那么用呢本无生，我们呢就是了解说我们在用佛性呢发挥功能作用的时候啊，这用它本无生啊，没有生灭。所以我们就是要用本体呀没有生灭的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双修呢是正。就是那个定跟慧要双修，这样呢才是正确。那么法海言下大悟，就是六祖讲句了以后，那个都已经领悟了。所以我了解那个言下，就是当下那一念。以记啊赞曰：即心呢言是佛，我们的心呐就是佛。所以这个即心即佛这个心不是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那个心不是，而是呢我们把凡尘的所有生灭全部都去掉，不用了以后我们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我们不是有一个了了不明的心吗？有没有？那个心就是佛了。这样懂意思吗？很重要的不能用生灭的那个心来修道，一定要用不生不灭的心。所以即心言是佛，那个真心就是佛了。
不悟呢而自屈啊。我们不领悟了，不知道说佛就在自身上，我们身上就已经有佛了。不领悟而自屈啊，自己很委屈。我们这个佛性啊，非常委屈的，都不让它出来。因为我们日常生活都是用六根啊在当家。各位有没有用六根当家？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意念，它呢都呢当主人啊。那佛性它就退位，没有办法发号施令。那我们现在修道就是要把这个六根啊认识的透彻。他面对六尘以后，根尘相对啊，才产生心啊。那个都不真，虚幻不实在，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用佛性来当家。佛性当家的时候那个是非啊，我们是了了分明。对了你就做，不对呢千万不能做。用佛性当家，不造业啊。所以我们说六根已经当家很久，现在呢要换到佛性来当家，真的是有一点困难。而且六根会反扑啊。它会本来都眼睛喜欢看耳朵喜欢听，这个喜欢看喜欢听有一些不符合真理呀。那佛性当家的时候会就是不允许眼睛看，不允许耳朵听。这个时候平常他都已经当家习惯了，那现在佛性出来干涉他会不习惯。各位有没有这个实验看看？有没有？或许都讲这个坤道，我们乾道还好一点这个坤道到那个橱窗看到那个有服装的地方，那个眼睛已经被他吸引了而且看到他刚好很适合穿的衣服啊，他不进去去买去看去试穿他会很难过。难不难过？那个谁在当家？就是眼睛在当家。眼睛看到了，爱都是会爱。这个很厉害，很强烈。他想一想，厝的那个衣橱内底衫裤一大堆啊，然后买来拢还未穿嘞。那样较好看，就想买，所以眼睛当家。佛性当不了家，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那有一些那个电器那个音响那个展览，它那个一个喇叭竟然那么贵十几万。不过你进去听了以后，会被它吸引，真的好听。这个时候又谁在当家？耳朵在当家。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这个六根这个当家还真厉害，他都足用的啦，那我们修到了以后，就要了解说，这一些东西呢都虚幻不实在，衣服啊朴素有的穿就好了。现在大概这个要说没衣服穿大概不可能了，大家都是整个衣柜古耶龙以前或许住在天母的时候那个旁边那个那个垃圾那个要给那个垃圾车来载的以前不是那个不落地，以前那有一些服那个牌都还没有剪掉，就已经在垃圾堆了。那或许嘛在给可能咧。无代无志，迄样跳起来看要创啥？看一看说这拢遮贵嘞，竟然说买来没有穿就拿来要给垃圾车载走，偷贼真的是偷贼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的这个有钱呢不要乱花，那
穿的已经呢可以啊这个蔽体的就好，清洁，洗好整体穿好好看的好朴素，重要的都是在我们内的内心的那一种德行比较重要。所以在凡尘我们要有所选择啦，慢慢的让自己对那个造化的引诱，我们这个做生意的人他一直要挖我们口袋里的钱，能够把它挖出来就是生意做的成功了。然后我们呢就要自己守住那个口袋，不该买的就不要买，这个钱要用在这个刀口上，可以省下很多钱。尤其那个坤道那个化妆品，我都是讲化妆品，因为那个太贵了都唔免争你吃到老拢赶快，看一看这个女生一到年纪大了那个面相看起来拢差不多呢，拢赶快，大家拢差不多所以免什么化妆，它自然跟老来的拢一样，一个样，所以保持那个朴素最美朴素最美，不然你化妆我谁都看真水化妆真水，我看了讲干要快很像眉毛睫毛本来都安尼差不多就好嘛，现在拢要倒你翘看到以后真的会觉得很奇怪，他把睫毛这个围安尼撑一撑，有没有？然后那个指甲个倒足他唔知边那做啥会都不能说不能工作，十二整甲拢有足他拢倒倒出来安尼，负不负担？真的是负担，花钱找罪受。敢若伫地下，像不像？然后即马年轻人鼻咧刮这个耳朵带还算一般平常可以接受。即马一些给到咧挂珠真的可能或许是LKK 看拢没关系，经过老一辈的那一种那个道德的洗礼，大家都守住那个道德，不像现在年轻人他是标新立异可是一看起来就很身都不自在。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不领悟不领悟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而使他很委屈自屈自己都很委屈。我知呢定慧因双修离之物这个法牌就讲他自己已经知道定慧的因是从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出来然后双修。定也修，慧也修，然后离之物，离开所有的物我们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着走，所以在凡尘的时候尽量能够使自己一无所有。我们是凡人都拥有越多这个越觉得快乐对不对？那我们修道以后刚好要相反要拥有的越少越没有负担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等到我们一无所有，外物都不依赖，所依赖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一定成佛，成不成绝对成。可是我们现在都依赖外物，依赖外物哪一样可以带得走？没有一样可以带得走，所以就不用依赖。
佛制定戒律要呢这个所有这个修道的弟子啊，就是吃了3衣1钵以外，不能有东西啊。那个真的有它的道理在。那么法海的部分呢，我们讲完了，讲第二个那个僧华达，逢州人7岁呢出家，所以以往有这么年轻的小孩子就已经出家了，7岁。各位先生，我们7岁在做什么？可不可能说我们7岁就出家了？还个里头他在背，所以在西元0年到西元1000年这个中间那个修道的风气很盛，所以7岁呢就已经出家。那常诵法华经，来礼呢祖师就是来见六祖。那么头不至地就是那个五体投地。我们2只手、2个脚跟头、额头全部都卡着头卡，安尼叫这个五体投地，那个是礼节的完整。可是呢这个法达一看无卡着头卡啦，那六子就骂此何曰？礼不投地何如不礼？讲你若无要行礼，就免行。不行礼的话就不用了。如心中呢必有一物你一定有依赖你心中有依赖一个东西就是靠谁才行礼无甲迄个礼数做好搞，这样懂意思吗？你心中内底就是靠谁。运气何事也？讲你是咧靠些什么？你呢这个心里面运气什么样的事情？法达呢就讲说念法华经以及3000部这法华经妙法莲华经它有这个27品，念一部努力的念一天可以念一部。无较努力的，一天一部都念袂完较骨力的一天才有法度念一部。各位先生，3000部要多久？要多久？要10年爱10年呢。所以10年上10年10年的妙法莲华经已经这个诵集这个3000部。那么六子呢就讲说，如若念这10000部你念到10000部，得其经义，去了解它里面经的义理经所讲的真理你都了解，还要呢不以为胜。所以先生，我们要了解这个不以为胜很重要，不要说我这样就胜过别人没有。你全部都了解真理，还要跟所有的众生都是平等，这样才可以所以不以为胜。那么则以武即行假如说是这样能够得其经义又不以为胜那跟六子就一样了就同等地位了。那么如今护处事业你现在念这个3000部都知过，都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在哪里。所以我们了解说，在他自己本身以为念了10年的妙法莲华经我们都会讲那个上经的功德真大，有无？有没有？那个我们要了解到，一般呢我们鼓励鼓励这个所有众生来这个诵经的话，鼓励他说诵经的功德很大，才有那个诱因他才肯来诵经。那是要接触让他接触
到佛所说的真理，能够从经里面进入，引导。所以呢，等到他已经能够诵经了以后，跟他讲说诵经不如对，上经不如该经啦，该说经的义理，这个是第二个阶段。然后呢，等到他能够了解经的意义，然后才跟他讲说这个该经不如依经行，按照经所讲的道理来做，这个是一个循循善诱啦，所以不能说上经无讲对。然后我们研究呢这个上乘佛法，就是要了解到诵经呢，我们来说就呢这个事认识经是佛讲的你讲我佛听，佛讲这我讲的，你哪使去讲我听？你免讲我就拢知啊，是不是这样？就事认识来讲，所以那个是要引进众生呢，接近真理，才这样跟他讲。那假如说我们以为诵了10年的那个经功德就很大，这样是不是自己膨胀，自己认理不清，对不对？所以就是要了解说他呢就是已经呢用了10年的功夫在诵，而且这个3000部真的很不容易一天才1部而已各位有没有看过《妙法莲华经》？有没有？真的很长那个要诵1天1部真的是要很努力一天上1部